母，荷儿也马上就要及笄了，脸是该治一治了。那我怎么办啊？你的脸目前不是没事吗？回头等风儿哄好了宁儿，宁儿就会再给你药了。既然宁儿都答应替你们调理了，那你们就好生养着吧。若此后荷儿脸上的情况恢复得好，我会替她办及笄礼的。是。蓝婉儿应得恭顺，应罢。等萧文秀和苏映霞一走，他就变了脸色。苏映和送完萧文秀，折返回来，看他脸色不对，还有些纳闷儿。娘，怎么了？你祖母这次破天荒的没有强迫你把那些药拿给映霞，你是不是还挺开心的？倒也没有多开心，只是有些意外罢了。娘可是觉得祖母会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是因为我快及笄了？以我对你们祖母的了解，如今你脸上的痘痘斑点有望如映霞一般消失殆尽了。我祖母啊，定然会将你的婚事当作应封那孩子的垫脚石，那样一来，他给你选的夫婿就绝对不会是你的良配。没事的，娘，我从小就没有奢望过能遇上一桩良缘。娘，我还有哥哥呢，只要哥哥能够好起来，能得祖父看重，祖父就不会由着祖母把我当做大哥的垫脚石的。毕竟哥哥只有我一个亲妹妹，只要祖父有了让哥哥取代大哥成为世子的心，就一定会用我的婚事来为哥哥笼络人心。届时哥哥再为我从中周旋一番，我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己挑选良配啦。唉，就怕不会那么顺利，毕竟应封那孩子是真的挺优秀的。哼，光优秀有什么用？他眼瞎心盲啊！我觉得宁宁姐是认真的想和他和离，也觉得宁宁姐要比楚英好多了。苏映霞在忐忑不安地揣测了一番之后，小小声地问道：祖母，你是不是信了楚宁前面说的话，所以才没有让苏映和把药给我？你眼皮子如此浅，以后如何能成为风儿的助力？我们苏国公府的姑娘自2、3岁开始就会慢慢开始长痘长斑，京城内外但凡知晓的人，茶余饭后都会笑说我们苏国公府风水不行，或是遭了诅咒。虽说你皮肤得楚宁调理好了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了，却至今也还没有多少令我们满意的人家上门来对你提亲。因为坊间老百姓都说我们苏国公府的姑娘生的女儿也可能会满脸痘痘斑点。这些事我怎么从来没听人说起过？寻常百姓哪有胆子到你面前去说这些个是非？而你身边那些同学闺蜜又有几个是真心待你的？他们只怕是恨不得你永远不知情，然后等他们纷纷嫁了人，再来笑话你这个没人娶的老姑娘。即便你让楚宁给3房4房的姑娘们把脸治好了，他们也未必就会美过你，因为他们母亲就不如你母亲好看。我没有拦着楚宁。另外，3房4房的人本就是你们大房的陪衬，3房4房的姑娘们皮肤变好了，变漂亮了，嫁的自然也就会更好，未来风儿的助力也就会更多。祖母是要把3房4房的妹妹们许给对哥哥有用的人家，苏映和也是吗？当然，我会在他及笄礼上把他的婚事定下来。至于你的婚事，等风儿得封世子后再来敲定，定会让你满意的。谢谢祖母。当天傍晚时分，楚宁一走出药房，就看见院子里站了一排陌生人。小姐，他们就是二夫人给小姐的那10个楼里的掌柜。小的们见过东家。小姐无需费神机，奴婢会替小姐牢牢记下来的。那就交给你了。你们今天回去后，在楼前立个告示牌，写上辅国大将军府与苏国公府的人不得入内。那10人面面相觑。哦，对了，2房的人除外。想来你们都应该认得2房的人吧？是，小的们都认得。再加一条，日后2房的人到你们楼里消费都免单，无论金额。是。到时我会请东宫的大总管亲自去吓唬他们。东宫？他们新东家竟跟太子有交情，否则是不可能请得动东宫的大总管的。
一众掌柜暗暗心里惊了一瞬，才异口同声的应话。楚宁属实有些累了，没有精力再与他们说更多。就在他们应罢后说道：行了，你们可以走了，改天得空了我会去你们楼里瞧瞧的。是，小将快告退。等那10人离开之后，楚宁回房歇息了片刻，换了叶思到跟前问：你们4人中有人擅长理账吗？叶盼善理账、做账、管账。那往后那10个楼里的账就交给他了。是，奴婢这就去与他说。楚宁点了点头，闭目养神了片刻，在叶思折返回来之后，又起口问了一句：大将军几时离开苏国公府的？约莫是临近午时。楚夫人的情况你知道吗？知道，楚夫人昨日吐了3回血，晕倒了2次。期间辅国大将军府的府医都有为她诊脉配药，但她每次一醒来就打翻了药碗，执意不肯服药，说要小姐您回去为她诊脉配药。但楚大将军趁她昏迷不醒跟陷入沉睡的时候，口对口给她剁了2次药，所以她目前的情况并没有多糟糕。是夜，辅国大将军府里，苏应风如同以往一般，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去以后，径直去了祠堂。而他进到祠堂里面之后，那笔挺挺地跪在蒲团上的楚鹤闻得动静，看向他，脱口便问：你怎么来这里了？我有一事想问楚大哥。何事？莹儿是你们的亲妹妹吗？她是。苏应风不傻，看楚鹤方才的反应，他心里其实就已经有了答案。当年莹儿被我父母接回府时，皇上都曾送来东西慰问，若她不是我们亲妹妹，皇上哪可能那般做？苏应风抿着嘴不答，楚鹤便接着问：你喜欢的难道不是妹妹本人，而是她将军之女的身份？不，我喜欢的是她自身。那你就别去信那些胡言乱语，去看看妹妹吧，她这几日都在等你来见她。苏应风应得很快，出了祠堂后却径直就出了楚家。他可能无法以平妻的身份迎娶莹儿进门了，眼下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莹儿。此时楚莹正在满目寒霜地质问一个跪在他面前的老妈子：你说我2哥3哥在暗中查我院子里的人？是。还查的都是我身边亲近的人？是。另外老夫人身边的人这2日在查5年前大小姐刚回府那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身边那几个亲近的人你应该都了如指掌了吧？你从他们之中挑一个适合做替罪羔羊的出来，想办法说服也好，威逼利诱也好，让他去把当年那些事情全部扛下来，再备好相关的证据，引导我2哥3哥查到。是。不过小姐，哪一个都可以吗？都可以。若老奴选高妈妈呢？高妈妈是跟楚莹一起进将军府的。可以。老奴即刻去着手安排。还有件事也得你去办。小姐请说。绣衣房里那几个人留不得了。老奴明白了，老奴会尽快把那几个人除掉的。佝偻着身子快速退至窗边翻了出去。楚莹不知道那老妈子翻出去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高妈妈。如何？小姐同意我去帮她扛下那些事了吗？同意了。哎呦，那就好。高妈妈长舒了一口气，那老妈子则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就一一安排去了。而楚莹又将金枝玉叶叫了进去。明天天一亮，你们就持我信物去见永华公主，请她安排几位太医来府上为母亲医治。之后你们去把碧玉碧荷的尸体弄回府里来，再把府医之前准备的药给用上。是。他们俩应声退下之后，楚莹去床底下的暗格中拿出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个插满了针的巫蛊娃娃，娃娃的头上写着楚宁2字。翌日，楚宁早早起来，洗漱用膳过后，就带着银针跟药，还有叶思叶晓出发去东宫了。他的马车在东宫门前停下的时候，叶静已经在东宫门口翘首等待许久了。楚宁一步出马车，
哎呦，楚小姐呀，你可终于是来了。我们殿下今儿个情况很不好呀，昨夜也熬了一宿都没睡。他又故意不吃饭了？那倒是没有，只是被我们太子妃给气着了。他昨晚睡得可早了，虽然睡得不是很踏实，一直在做噩梦，可他还能是在梦里把那位祖宗给气着了不成？还是说是他想多了，他们家太子妃另有其人？想到这儿，楚宁精神就为之一振。叶总管，你快跟我说说，你们家太子妃怎么气着你们家太子了？哎呀，楚小姐有所不知啊，我们太子妃明明都有我们太子了，还不知道洁身自好，不仅跟心仪她的男子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看了对方的身子。心仪我们太子妃的男子也是个病秧子，身子骨呀没比我们殿下好上多少，但他跟我们太子妃住在同一个府邸里，每日都能见上面说上话，那呀让我们殿下心里很是不安，又愁又气，然后就整宿都没有睡着啊。楚宁眉心突突一跳，病秧子还同住在一个府邸里，为什么他会想到苏应之？哎呀，楚小姐快往里边请，再耽搁下去我们殿下只怕就要……然后他一步入君莫寝殿，就瞧见靠坐在床上的君莫只穿了单薄的寝衣，还半敞着衣襟，他模样近乎举世无双，那衣衫半敞简直是撩人的不行。他下意识的就多看了2眼，然后他发现他竟然还有腹肌，他都瘦成这样了，竟然还能有腹肌。你对我的身材还满意吗？哎，楚小姐可是现在就要开始帮殿下施恩了，需要请您师兄过来给您打下手吗？不用，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以殿下的身体情况来说，殿下的身材已经算好了，但殿下的身材好坏与我并无任何关系，殿下为何要那般问我？你不是喜欢看男人的身体吗？我哪里喜欢了？之前我脱衣服的时候，你都不肯背过身去，你肯定是想看。我是大夫，看看病人的身体怎么了？而且最后我不是闭眼了吗？那是我要求你，你才闭的。还有，正经的医女该回避的时候，还是会回避的。楚宁有些无语，没想到他竟是这么幼稚还胡搅蛮缠的太子。不过罢了，他是太子，自己还能跟他生气不成？毕竟他难得重生回来了，可不想早早的又死了。反正他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医女，而是药王谷那群老不正经了的医圣、医仙、神医们教出来的小不正经。殿下是不是从小被人吹捧着，有些过度自信了？君莫眯了眯眼，自他时常借病发疯起，就没人敢对他这么说话了。虽然殿下你的身材不算差，可也跟好沾不上什么边儿，我才没有想看呢。不，应该说我才不屑看呢。生苏应风的身材要比殿下你好多了。君莫的脸瞬间就黑了个透。你打算什么时候跟苏应风和离？只要你想，我随时都能帮你拿到和离书。唉，殿下还是先把身子养好吧，那样才有足够的实力做我的靠山。毕竟眼下朝堂内外废太子的呼声此起彼伏，望眼欲穿的等着殿下您去和阎王爷下棋的人也不在少数。倘若苏国公铁了心不放我出苏国公府，殿下您就算能仗着自己的身份帮我拿到和离书，也会惹来很多不满跟非议，甚至还可能会给皇上带去大麻烦。你是说苏国公那个老匹夫冒着与皇室翻脸的风险，也会把你绑在苏国公府里？是。你知道吗？不知道。便坐起身，褪去上衣往床上一趴。开始吧。楚宁有些一头雾水地看着他，心说他一个男人怎么能比女人还善变呢？这话题说换就换。但他还是立刻就从叶思手中接过了针盒。叶焕气喘吁吁地赶过来时，他都已经把君莫扎成刺猬了。师兄你来晚了，我都扎完了。没事，我就是来看结果的。反正你用的那套针法我也不太可能学会。勤能补拙，多看看多练练也就会了。那小师妹，你下次等我来了再开始。好。应罢，一回头就见着趴在床上的君莫正在幽幽怨怨地看着自己，他心里头莫名的就是一跳。
他喜欢自己，又在自己跟师兄说话的时候摆出了这么一副弃妇的表情，这是醋了吗？那他今儿反常的在他面前袒胸露肉，别是因为昨儿个他给苏应之施针那一茬吧？再结合叶总管前面的那番话，好吧，太子妃还是自己，可他不想做他的太子妃，也不可能做他的太子妃。我是大夫，天底下大夫多的是，你可以只做我的大夫。那不可能，虽然我也不是那种圣母心泛滥逢病人就上去医治的大夫，可要给什么人治病，选择权在我手里。就算您是太子，是我的合作伙伴，您也不能霸道不讲理的要求我只给您一个人医治。再者，除了殿下您跟苏国公府2房的人以外，我还经常会去给皇上请平安脉，且几日之后我还要去给太后请平安脉。殿下您是想让我不管您父皇跟皇祖母吗？我再说一句，你叔叔你都说多少句了？我也不是霸道不讲理的人，但有一点，往后你给男子施针看诊时，身边得有不下3个人陪同。这个时候，叶焕就在他身边盯着他直皱眉。叶焕一转头，就看见叶静用嘴型跟他说：“跟我来。”随后，君莫寝殿外边，叶静一脸严肃地冲叶焕说道：“我们东宫上下呀，也就你不想殿下跟太子妃修成正果了，你到底对殿下有哪里不满呀？”我小师妹现在还不是那老使子太子妃。哎呀，早晚会是的。唉，虽然我对小师妹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但我师父说小师妹小时候吃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到的苦，所以药王谷上下全都将她视作掌上明珠，一直小心翼翼面面俱到的呵护着。俗话说苦尽甘来，小师妹她吃了那么多苦，本该嫁给一个一心一意待她的夫君，在夫君的宠爱下度过余生，但她偏偏喜欢上了苏应风那么一个渣子。如今难得她放下了那个渣子，怎么能再入皇室这个火坑？我敢说呀，当今世上再不会有人比殿下更珍视太子妃了，因为太子妃曾吃过的苦，殿下也吃过，他定不会再叫太子妃吃任何苦的。所以你呀，且安心在旁观着吧，殿下会护太子妃余生安稳的。焕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叶静已经转身回殿内了。等他也重回殿内时，正好看见君莫趴在床沿吐出一大口黑血，量不比上次少，味道却没有上次浓了。楚宁照例用棉棒取了血，然后收了银针之后，喂了一粒药到君莫的嘴里，完事把装药的瓷瓶递给叶焕。这药对他有用，此后每日让他服1粒，3日之后我会再来给他施针。叶焕点点头，将药收好。楚宁又从袖袋里拿了一个掌心大小的4方锦盒出来，递给叶静。殿下目前必须得吃好睡好，下回他再夜里不睡，你们就给他房里熏上这个香，回头我会再做一些让叶思送来。好。结束后，他正欲抽回手起身走人，君莫却突然手腕一翻，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而他等到他呼吸均匀了，准备用点力把自个儿的手抽出来，叶静却突然跪到他的边上说：“哎呀，楚小姐啊，殿下有好几年都没有怎么睡踏实过了，加之昨晚上又没睡，您就让他这样多睡一会儿吧。”但他没有想到，君莫这一睡就睡到了中午还没有醒。楚宁屁股都坐疼了不说，还有些内急了，却又不好意思开口说，然后他还得回去给苏应之施针。奈何君莫趴在床上安静熟睡的侧脸实在是太蛊惑人心了，他盯着看了整整一上午都不觉得腻，还下意识的就想让他再多睡一会儿。直到叶静命人备好了午膳，他才准备再次尝试把手抽回来。但他还没有抽呢，顾青就突然一脸凝重地走了进来，到他身边压低了声音说：“京兆府来了不少人，说楚小姐你与一桩命案有关，要请你去协助调查。”几乎是同时，君莫睁开了眼睛，对上他微微眯着的双眼，他面不改色的嘘嘘来了一句：“我趴着睡太久了，起不来了，你扶我一把。”楚宁立马用力把自个儿的手抽了出来，同时冲顾青说：“汤灵，还不快把你家太子扶起来！”我没让顾青扶，叫你扶。我不要。你趁我熟睡抓着我的手，占了我这么半天的便宜，
你还不要？殿下这一觉莫不是睡失忆了？明明是殿下睡前抓住了我的手，叶总管和顾统领他们都能作证。是吗？对上君莫轻飘飘冲他们吐出的这2个字，叶静跟顾青十分有默契的同时摇了摇头，看得楚宁是好一顿无语。偏偏这个时候，他师兄还去给君莫熬药了。快，扶我起来。楚宁是磨着牙起身去扶他的，所以没有控制好手上的力道。你把我弄疼了，快给我揉揉。殿下怕不是还没睡醒吧？醒了。醒了就别说胡话，我乃有夫之妇，扶殿下就已经很不合规矩了，哪里还能给殿下揉啊？但殿下如果实在疼得厉害，又实在想让人揉，我可以勉为其难的让叶思叶想2个人帮殿下好好揉揉。他2人武艺高强，手劲儿大，肯定能揉得殿下很舒坦。你无趣的紧。偏这时，叶静还捧了君莫的寝衣到他身边说：“哎，殿下身子弱，受不得凉，有劳楚小姐再顺便帮殿下穿下衣裳。”我得出去见京兆府的人了，没空。京兆府来的什么人？法曹田野。哼，小小一个法曹都敢来本宫这儿拿人了，看来他们京兆府有了老六撑腰，胆子肥了不少呀。你去跟老六说，楚宁是本宫的人，本宫要他在不惊扰楚宁的情况下，尽快把那桩案子查清楚，否则本宫就让父皇发配他去镇守边关。是。劳烦顾统领跟叶王殿下说，我是太子殿下的大夫。顾青爽快地应了，但他没打算照做。已经到午膳时间了，你同我一起用完膳，我派人送你回苏国公府。老奴命人在偏殿准备好了洗漱用品，楚小姐请先移步偏殿洗漱，再过来与殿下一道用午膳吧。不愧是东宫的大总管，这察言观色的能力就是厉害呀。劳了。然后他跟着叶思叶想去了偏殿。殿下今日觉得如何呀？与上次相比，人更松快一些了。那就好，老奴伺候殿下更衣。此时辅国大将军府里，楚营的院中聚了一大群人，除去楚营本人跟他院里的人之外，还有孙瑜、楚立安夫妇、楚贺兄弟3人、数名太医以及京兆府的一群人。约莫1个时辰前，永华公主出面前来将军府的几名太医为于静书把脉诊断过后，楚营请求他们也为他院中的碧玉璧盒瞧瞧。那几名太医都知道楚营跟永华公主关系匪浅，就爽快答应了。但他们刚到碧玉璧盒房间外面，房里就传出了一声说那2人死了的惊叫。当时他们本来是打算立刻离开的，毕竟大户人家的丫鬟犯了事儿，给主人打了罚了，病死在房中是很正常的。可偏偏京兆府今日上门来跟楚立安询问一些事情，当时凑巧在附近，听到了那个丫鬟的惊叫，就直接跟着楚立安进了楚营院里。然后京兆尹不顾楚立安夫妇的阻拦，单独审问了楚营院中的丫鬟，完事儿就说要提审楚宁。楚立安夫妇阻拦不住，又想趁机让楚宁回来，索性就由着那京兆尹去折腾了。反正害死碧玉璧盒的毒虽然来自那只簪子，却也没有别的直接证据，他们有的是办法保住楚宁。但他们左等右等，没有等到京兆府的人把楚宁带来，反倒是等来了叶王。等他们一大群人呼啦啦跪成一片，冲君夜请过安之后，君夜径直去了楚营面前。王听说你院中出了命案，担忧你的安危，特意前来一看，你可安好啊？臣女无事，多谢殿下记挂。而君夜今年16，还小楚营2岁，却已倾慕楚营多年，对于楚营相关的所有事情都十分的上心。故而他一听说楚营院中出了人命官司，就立刻赶来献殷勤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京兆府的人也是楚营安排上门的，因为京兆府里有楚营的人。顾统领可是押楚宁来的？末将见过叶王殿下。我大哥让你来的？正是，太子殿下让末将来转告叶王殿下，楚小姐是他的人，请叶王殿下在不惊扰楚小姐的情况下，尽快把这桩涉及楚小姐的人命案查清，否则太子殿下就要请求皇上把叶王殿下发配去镇守边关。什么？大概让父皇把我发配去镇守边关？我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
我去镇守边关，大哥能睡得安稳啊。太子殿下本来就有数年没有睡安稳过了。可我朝那么多武将，哪里需要我一个废物皇子去镇守边关啊？我的叶王殿下，眼下的重点不是您要被发配去镇守边关，而是太子要保住楚宁那个杀人犯。詹大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说楚小姐是杀人犯，可有确凿的证据啊？自然有，那2位死者被楚宁遣送回将军府来的那日，头上戴的簪子便是最好的证据。那也只是物证，人证呢？有人亲眼看见了楚小姐往那簪子上投毒吗？人证目前倒是没有，但本官审案多年，只要楚宁真杀了人，本官定能叫他认罪画押。没有人证，物证便很有可能是假的，是无法用来给人定罪的。詹大人最好三思再言，否则太子殿下的怒火，詹大人怕是承受不起。太子当真要保楚宁那个杀人犯？顾青皱了皱眉，不屑再与他废话，直接冲君夜拱手道：太子殿下的话，末将已经带到了，末将就先行告退了。话落，他转身便走，谁想京兆尹竟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你站住，你把话说清楚了再走。詹大人最好留步，末将这剑乃皇上御赐，能斩所有对太子殿下不恭之人。今日詹大人所言，末将会一字不差地转述给皇上与太子殿下，詹大人好自为之吧。詹大人，死者何在啊？在他们房中。先抬出来给本王看看吧。楚二小姐，你还是回避一下吧，免得被死者吓到。小姐，尸体变了啊！小姐，那不是碧玉跟碧荷了？待他循着金枝玉叶惊恐万分的目光看向地上时，脸色陡然大变。这个时候，除那数名太医之外的所有人都围聚到了那2具尸体边上来。京兆府的人跟君夜都不认识碧玉碧荷，故而看罢尸体过后，楚大将军，这2位死者不是碧玉碧荷？不是。那他们姓甚名谁？这末将不知啊。不知？是贵府丫鬟太多，将军认不全，还是说他们并非你们府上的丫鬟？他们不是我们府上的丫鬟。那他们怎会出现在碧玉碧荷2人的房中啊？莹儿，这是怎么一回事？女儿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女儿此前一直有让人细心照料碧玉碧荷他们的，前面还特意请了那几位太医为他们医治，然后金枝玉叶就说他们死了。楚夫人凶楚英小姐作甚，人又不是她杀的。詹大人，带着2个丫鬟下去分开审问，务必让他们把事情吐出来。等詹毅领着人把金枝玉叶带下去审问之后，楚莹双眼通红地看向于静书，哽咽着道：母亲，女儿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此时东宫里头，楚宁正在君莫寝殿里跟君莫对坐着用膳。东莞，你家太子殿下以往吃的都很少吗？哎呦，那可不是一般的少呀，我们东宫的野猫都比殿下吃的多。除去吃的少，我们殿下这几年睡也睡不好，今儿多亏了楚小姐，我们殿下睡了个难得的久觉，胃口才能如此的好呀。他也没有睡几个时辰，还装睡来着，哪里算是久觉了？我没有装睡。殿下，你看我会信你吗？我也就装了那么片刻。叶总管，你想让你们家殿下睡好，其实很简单，找个姑娘来抓着他的手就成。他敢？本宫的手，那是什么姑娘都能抓的吗？姑娘不行啊，那换成美夫人吧。本宫不喜欢美的。楚宁搁下筷子，不说话了。再说，他怕是要当场对自己表明心意了。然后他睡不好、吃不好的原因，应该在他体内的毒。但君莫又道：某人所赐，本宫眼光变得十分之特别，一直没有相中合眼的姑娘，导致房间都有不少人在传本宫不好女色，喜男色了。甚至还有人说，本宫至今未娶妻纳妾，是因为已经病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步了。所以等本宫身子好一些后，本宫定会找那某人负责。所以那某人是他呗？但他不是已经在负责了吗？自己一定会治好他的。
寻思间，殿下，食不言，寝不语。不是你起的头吗？楚宁抿抿嘴，假装没有听到，埋头喝汤去了。饭后，工人一将东西收走，楚宁就起身告辞了。君莫也没有再留他，因为有他陪同着用膳，他没有控制住，吃的有些多了，撑得着实难受。等他跟着在殿外的叶焕一起走了，他立刻让叶静拿来痰盂吐了一通。吐完刚漱完口，就听见叶静说：“殿下，苏大少爷骑着马在我们东宫外停留许久了，想来是来接楚小姐的。”君莫拧了拧眉，什么也没有说，直接靠躺下去闭目养神了。叶静在他边上待了一会儿，正欲让人去外边看看情况，就听见君莫说：“把国师找来。”是。叶静应罢，出去安排了人到国师府传话，他自己则是小跑着去追上了正说着话慢慢悠悠往外走的楚宁跟叶焕。此时楚宁正在听叶焕说着君莫这几日的情况，因为琢磨方子琢磨得太过认真。出了东宫之后，苏应风骑着马来到了他们跟前，他才瞧见他，而叶思叶想已经习惯性地挡在了他跟前。就见苏应风在翻身下马之后，沉着脸质问他：“你当真杀了碧玉碧荷？”楚宁没有搭理他，而是掩面打了个哈欠，转身对叶焕说道：“师兄，我困得厉害，先走了。”焕点点头，就见叶静喊了东宫门前的侍卫去拦住苏应风，然后示意叶思叶想二人与楚宁一同离开。等他们主仆三人坐上马车远离东宫了，叶静才笑眯眯地去冲苏应风说：“哎呀，苏大少爷，国师此前说了，我们家殿下跟你们苏国公府犯冲，未免殿下因为你们冲撞到了而加重病情，还请你们苏国公府的人呢，日后不要靠近我们东宫半步，否则我们殿下要是有了个好歹，皇上是会去找你们苏国公府要说法的呀。楚宁是我夫人，也是苏国公府的一员，太子若是不想被冲撞，还是不要再召我夫人来东宫的好。只要太子不再传召我夫人，我绝不会再靠近你们东宫半步。哎呦，苏大少爷想来是记性不太好了，3年前您可并未与苏小姐拜堂圆房。虽说楚小姐已然上了你们苏家族谱，可楚小姐已然决意要与您和离，而国师说楚小姐定会如愿，所以呀，已经不算是你们苏国公府的人了。国师当真说过她能如愿？苏大少爷若是信不过老奴，大可去问国师。叶静脸不红心不虚地说罢，丢下一句苏大少爷请便，就转身回了东宫内，然后小跑着去君莫跟前说：“殿下，方才楚小姐在东宫外瞧见苏大少爷的时候，理都没有理他。”君莫在闭目养神，闻言只是嘴角轻微的上扬了几分。约莫2刻钟后，顾青快步而来：“殿下，国师说他没空。”“他没空，没事儿。他国师府里空闲的小徒弟那么多，你代摆来个人去把那空闲的全部抓来。就说本宫近日又往水牢里放了些剧毒无比的小虫子，请他家小秃驴来帮本宫试试效果。”“是。”顾青硬得有些牙疼，刚领着人走出东宫大门，就看见了国师府的马车。等马车停稳之后，离尘一步出马车，就看见了他跟他身后浩浩荡荡的一群人，脸色当场就冷了下来。“会是国师大人，您定是掐指算到了我们殿下会来这么一出，才来我们东宫的吧？”“殿下可真能耐，回回就只那一招，东陈国的未来堪忧啊！”“一招就能屡试不爽，为何还要费神想新招呀？”“哼，我懒得跟你这个疯子废话，赶紧说正事。”“苏庆州那个老匹夫说楚宁能否在苏国公府关乎他们苏国公府的兴亡，企图把楚宁绑死在苏国公府。你帮忙算算，楚宁身上到底有哪一点能影响他们苏国公府的兴亡？”“就说我不是算命的了。”“所以你能算到吗？”“能，但需要一点时间。”“3天。”“不够。”“那就2天吧，不能再多了。本宫这副破败身子，等事儿啊，等到交心了就容易吐血。2天后你要是没有给本宫答案，本宫就去你国师府门前吐血。”“殿下还有别的事吗？”“慢走，不送。”离尘磨了磨牙，怒气冲冲地甩着衣袖走了。
叶静陪着笑脸把他送走之后，折返到君莫床前道：殿下，叶王殿下来了。楚家那边怎么样了？老奴……叶静想说他去问问，但才说出口2个字，无痕就突然鬼魅般的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回殿下，楚家那边的人发现尸体不是碧玉璧盒之后，叶王殿下让人审了金枝玉叶。金枝玉叶该是受到了楚二小姐的指示，把事情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那2人说，他们每日看着中毒后的碧玉璧盒生不如死的煎熬，对给碧玉璧盒下毒的楚小姐心生怨恨，就在昨晚把碧玉璧盒送出了将军府，另外找了2具尸体来，企图构陷楚小姐。哪知他们找来尸体的人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刮花那2具尸体的脸。之后京兆尹在征得叶王殿下的同意之后，把金枝玉叶2人下狱了。案子结得如此虎头蛇尾，他还敢来，胆子挺肥的。本宫方才与国师说话累着了，让老六先搁院子里头等着吧。大哥让我在院子里等，他东宫这么大，偏殿那么多，随便找个地方让我待着等，不都可以吗？为什么要我在院子里头晒着太阳等啊？叶静笑眯眯的不说话，君夜便又一个劲儿的接着问：叶总管，大哥他是不是对我办出来的结果不满意啊？我明明都用最快的速度把案子了结了呀！啊，不对，我明明都还没有把案情和结果告诉你们啊！叶总管，你老实告诉我，辅国大将军府里是不是有你们的东宫的人啊？叶王殿下，我们太子殿下近来得楚小姐换了新的治疗方法，身子呀越发虚弱了，一旦累着了，不睡上半日是醒不来的。所以呀，叶王殿下您还是少说点话为妙，免得等下口渴难挨呀。什么？大哥让我搁这儿晒着太阳等他，完事还水都不给我喝一口，太过分了！我要进宫去跟父皇告状。奴劝叶王殿下三思，皇上要是知道您今日把我们太子殿下交给您的案子给办砸了，您却还不知道砸在哪儿，定然会罚您更重的。君夜心里一咯噔，他把案子办砸了？不可能啊，那2个丫头明明全部都招认了呀。他还从自个儿府里挑了2个丫鬟去送给楚二小姐以作安抚，然后他还好好的宽慰了楚大将军夫妇。这边君夜思绪如电，猜想万千，那边无痕又现身禀道：殿下，属下刚刚收到消息，金枝玉叶在狱中自尽了。哼，小小一个金兆尹，胆子比老六都大，他是当本宫已经死了吗？殿下息怒。护清，去把金兆尹请到水牢住上3日，再去大理寺传本宫口谕，限他们3日之内把金兆尹的底给本宫查清。辅国大将军府，叶王跟京兆府的人还有那数名太医都相继离开之后，楚莹立刻红着眼睛去了于静书面前。母亲，女儿不知道金枝玉叶会做那种事，女儿之后会去苏国公府跟姐姐赔不是的。母亲，你别生女儿的气好不好？于静书深深地看了他2眼，没有说话，直接示意东陵扶他回主院。见状，楚莹眼睛更红了，又转而看向楚离安。父亲，莹儿真的好不知情啊。你们母亲也没认为你知情，她只是身子不舒服，有挂念宁儿罢了。为父啊，先送她回去歇着。妹妹莫要多想，父亲这2日一方面是忧心母亲的身体，另一方面还在气恼楚宁，所以才没有顾得上安抚妹妹你的。二哥说的对，我们都是相信妹妹你的。妹妹，你肯定不知道金枝玉叶2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楚宁不好，若不是他给碧玉璧盒下了毒，就不会有今日这桩事情。回头呀，我定要去苏国公府把他拎来给你赔不是。燕儿、灵儿，你们好好陪陪莹儿。鹤儿，你送我回去。楚莹满心惴惴不安，孙瑜却看也没有看他，就在楚鹤的搀扶下走了。一出去，孙瑜就压低声音问：今日的事儿，鹤儿你有什么看法？巧合过多，京兆尹处理得太过潦草。一直以来，我们看到的、了解的，可能都不是真正的莹儿啊。随后，楚莹院中，楚炼、楚林前脚一走，楚莹后脚就把君夜送给他的丫鬟安排到了后院去做杂事，然后回房摔砸了一通东西来发泄。苏国公府里，这个是尸残，是一种蛊，将它放在尸体边上，
他们就会爬到尸体体内去，而他们体内的蛊毒能使那尸体在12时辰之内焕发活力。世上竟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楚莹这次的算计自然没有得手，打的却是让我入狱，甚至是取我性命的算盘。莹儿，你相信我，我这几天夜里没有来见你，实在是终日被我祖父祖母逼着跟楚宁圆房分身乏术，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想我们的孩子呢。我当然是相信风哥哥你的，可是我心里很不安，我今天都开始想吐了，再耽搁下去很有可能会被人看出端倪的，所以风哥哥你早些娶我过门好不好？好啊，当然好了，我恨不得明天就娶你过门。但莹儿你也知道，我有无法放弃世子之位的理由，而我祖父祖母都咬死了必须楚宁点头我才能娶你进门，所以莹儿，你能不能先嫁我为妾？为妾？风哥哥，我早就说过了，我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别说为妾了，就算是半点名分也没有，我都是愿意的。好莹儿，你信我，等你为我诞下孩儿的那天，我一定会让楚宁点头同意，提你为平妻的。苏应风说得十分笃定且激动，说完还捧起楚莹的脸狠狠地亲了一通。亲完见楚莹满眼的深情，满脸的春色，直接忍不住一把抱起楚莹走向了床榻。楚莹也没有坏他的兴致，还极尽所能地撩拨了他一通。而后隔天早上，叶思顶着一双熊猫眼回楚宁跟前复命去了。小姐交代的事奴婢办妥了。楚宁正在用早膳，闻言看了他几眼，问：你花了一宿的时间，莫不是昨晚楚营房中有人？小姐真厉害，一下就猜中了。小姐，你是不知道，那楚莹真是不要脸，她在床上撩拨男人的花样比青楼里的姑娘都要多。你不会旁观了他们俩做那档子事儿吧？不瞒小姐，读唇语奴婢也会一些，未免靠太近，惹苏应风察觉到，奴婢就隔楚营院子里的树上待着，一直盯着他们看。去查查楚营院子里的人的底细，特别是那几个老妈子。是。叶思应声退了出去，让叶念送了消息回东宫。而他折返回楚宁身边的时候，小姐，这是永华公主府的人送来的。永华公主？楚宁皱了皱眉，直觉这又是楚莹用来对付他的局。因为永华公主跟楚莹的感情十分的好，打从她5年前回到楚家的那时起，永华公主就十分的厌恶她，每碰面都会狠狠的冷嘲热讽她一番。但楚莹表面上跟永华公主亲如姐妹，实际上却只是在利用公主罢了。2年后，永华公主的驸马因病离世之后，永华公主因为一次意外喜欢上了苏应风，楚莹直接对永华公主下了毁容的蛊。最终永华公主远离京城，去封地生活了。想到这儿，楚宁才打开请柬来看，是邀请她明日去永华公主府出席赏花宴的。说是曹驸马从邻国给公主带了几盆十分罕见的牡丹花回来。小姐，据奴婢所知，永华公主以前从不曾邀请过小姐去她府中，还每见到小姐都对小姐横眉竖眼，冷嘲热讽的。要不要奴婢把这封请柬给退回去？不用，你的狩猎阁楚营院子里熬了一宿，我们得去看看楚营的笑话，才不算亏啊。明日若有人为难小姐，无论是什么身份，奴婢都会把对方打趴下的。奴婢绝不会让小姐受半分委屈跟羞辱的。楚莹正在用心的挑选明日去永华公主府要穿的衣裳跟要佩戴的首饰。然而她近日因为怀孕稍稍胖了一些，此前准备的几套衣裳上身都有些紧了，因此她让新提拔起来的大丫鬟冰清跟玉洁把那些衣裳首饰都收放回去之后，吩咐那2人道：您去霓裳楼，让他们照例把新款都送来府里给我挑选。是。冰清玉洁应声而去后，楚莹坐到镜前去慢慢的描着眉等。可描着描着，她突然发现自己今儿的脸色格外差，那让她心里很是纳闷。因为每风哥哥来与她缠绵一通过后，隔天她的皮肤都会变得格外的水嫩红润，今儿却没有。难道是因为自己怀孕了？她立刻让人去给府医传了话，让府医给她调配一些专门给怀孕的人使用的护肤用品送来。谁想府医来时，一站到她的面前，
脸色就是一变。二小姐除去脸色不好外，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舒服？比如排气增多、体味增加？没有，怎么了？啊，没有就好。溥仪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把稍微调整了一下配方的玉露膏呈给了楚莹，然后他前脚一走，楚莹后脚就开始放屁，味儿还超级的重。楚莹身边候着的几个丫鬟都差点绷不住想要跑出去透气。楚莹本人自然也给熏得不轻，同时也窘迫难当。她从来没有在人面前这么丢脸过，就算是一群丫鬟。因此她立刻恼羞成怒地把那些丫鬟全都打发了出去。完事儿才想起来溥仪前面问他的话，但他也没有多想，敷上玉露膏之后躺到贵妃榻上去闭目养神了。因为昨夜累着了，他就直接那么躺着睡着了。等冰清玉洁回来将他唤醒时，他发现冰清玉洁的脸色都有一些微妙。他正要问霓裳楼的人呢，就闻到了浓浓的屁味儿，跟前面熏得他恼羞成怒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他就立刻意识到自己睡着的时候又放屁了。但他思来想去，他这2日明明没有吃任何会导致放屁增多的东西。霓裳楼的人呢？霓裳楼的人说，他们最近换了新东家，他们的新东家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往后不做我们将军府的生意了。不做我们将军府的生意？为什么？奴婢也这么问了。霓裳楼的霓掌柜说，他们只是按东家的命令办事，没有问过缘由。他们的新东家是谁？赶紧找来见我。我明天得去永华公主府，必须得今天挑选好衣裳首饰。霓掌柜没说，但霓掌柜说，辅国大将军他们虽然得罪不起，但他们霓裳楼身后的东宫，我们将军府也得罪不起。东宫？宫中，皇上刚送走一大批在他御书房耗了个把时辰的老臣，就听袁公公禀道：皇上，叶王殿下求见。他这个时候跑来，不会跟那群老东西一样，是来弹劾他大哥的吧？老奴不知，但老奴听说叶王殿下昨儿个去东宫的时候，被太子殿下撂在院里头晒太阳站了好几个时辰，被叶静送出东宫的时候都气到骂骂咧咧的了，还说太子殿下以后求着见他，他都不乐意见太子殿下了。哼，本事不见长，脾气倒是长了不少。让他进来吧，朕倒要看看他今天要说点什么。是。任公公应声出去，把君夜领进了御书房。一进去，君夜就端端正正地跪到了皇上的御桌前。父皇，大哥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任占大人好歹也是3品官员，他毫无缘由的就把人抓到他东宫水牢里头去关着了，他这是目无王法，知法犯法，残害忠良啊！还有吗？继续说。有，昨日辅国大将军府出了人命案，儿臣以京兆穆的身份前去，还没开始查呢，大哥就护着嫌疑犯楚宁，还说楚宁是他的人，不许儿臣惊扰楚宁。儿臣可都照着他说的做了，也完美的把案子解决了。但儿臣去东宫跟他汇报，他却罚儿臣站着晒了几个时辰的太阳，完事儿还见都没有见儿臣，就把儿臣给轰走了。还有吗？没了。那你看看这个。皇上话落，把一卷案宗砸到了君夜的头上，君夜没敢躲，额头上立马就红了一片，疼得龇牙咧嘴，也没敢叫唤。然后他捡起案宗一看，竟是京兆府的案宗，且还就是辅国大将军府里那桩案子的案宗。昨晚上他特意让京兆府的人拿给他看过，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纰漏的地方，所以他今天才敢来找父皇告大哥的状，顺便设法把詹毅从东宫水牢里捞出来。但他此时再次翻看那案宗，却发现里面多了2份验尸报告以及几句批注。验尸报告是金枝玉叶2人的，出自大理寺，而从验尸报告上来看，金枝玉叶是被毒死之后再用囚服拧成的绳子吊起来，伪装成自缢的。但詹毅只说了金枝玉叶是自缢身亡，案宗上也只记了一句犯人以畏罪自杀，然后那几句批注说的是本案至关重要的是2具尸体未查清楚来路，按规不能结案。他当时确实是完全忽略了要查那2具尸体的来路，但他是查案新手，忽略了很正常。詹毅能一步步爬到京兆尹的位置上，肯定不会忽略的，但詹毅没有跟他说。
再加上金枝玉叶实际上是被人毒杀在狱中的。皇上看他满脸都是纠结跟狐疑之色，十分的嫌弃，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了。没了就滚吧，朕今天心情很不好，没工夫教训你。是，儿臣告退。君夜忙不迭起身退了出去。皇上在他走之后捏着眉心问：太子今日身子如何？气色还是不如从前，但胃口还是很好，只是吃了还是会吐。不过太子殿下说他这几日身子比从前轻快了不少。他惦记了楚宁那么些年，只要能见到楚宁，就算没有半分好转，他身子也会变得轻快不少。袁公公陪着笑脸，没有立刻接话茬，就听皇上又道：罢了，眼下除了相信楚宁那丫头的医术，也没有别的法子了。皇上说的是。此时宫中另一处，一太监匆匆去到徐贵妃跟前，慌里慌张地禀道：娘，奴才刚刚见到了何太医，他说他昨日在辅国大将军府里见到了东草东下的尸体。什么？东草东下的尸体？你不是说已经埋到乱葬岗了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辅国大将军府里？奴才确实把东草东下埋到乱葬岗了，奴才也不知道他们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辅国大将军府。但娘娘，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何太医见到的东草东下根本就不是死了半个月的样子，而像是才刚断气一样鲜活水灵。这怎么可能？当时本宫可是亲自确认了他们死了的呀。娘娘，咱们得想办法把冬草夏草的尸体弄到手，再弄清楚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呀。那他二人的尸体现在在何处？大理寺。徐贵妃脸色大变，大理寺全都是太子的人，她之前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插进去一个人，也没有笼络到任何一个人，她哪有办法从大理寺弄出冬草冬夏的尸体呀？便立刻吩咐那小太监道：你速去查明冬草冬夏为什么会出现在辅国大将军府，又为什么进了大理寺，再去探听一下大理寺的人知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一日上午，楚宁为苏应之施完针之后，便动身前往永华公主府了。他到时，公主府外面都已经停满了马车轿子，足见今日来的人之多。而他得公主府的门房领去办赏花院的园子里时，刚一进去，就有不少人看着他，发出了他怎么也来了的疑问。那个丑八怪，今天是吃错药了吧？竟然敢朝我们走过来了！哎，估计是被娘家公开宣布断绝关系，受刺激了吧？哎，他也怪可怜的。天，你看他身上穿的衣裳，那是霓裳楼前几天出的新款吧？据说要好几百两银子呢，好些人都瞧上了，要么是不舍得买，要么就是怕遭人非议不敢买，竟然被楚宁买了。真是那套吗？会不会是你认错了？哎，真的是那套，我之前也在霓裳楼看到了。可楚宁都被娘家抛弃了，又不得苏大少爷喜欢，他哪来那么多银子买的呀？呀，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么好看的衣裳穿他身上实在是暴殄天物啊。是啊，换个人穿那套啊，绝对会美若天仙。比如他妹妹楚莹，可穿他身上他还是丑得吓人，哎，实在是浪费了。我身上穿的这套衣裳真是他们口中那款价值几百两的？奴婢不知道，这是殿下京城让人送来的。楚宁无语，所以如果是的话，君莫就是花了几百两从他的楼里买了一套衣裳来送给他。这时有人高喊了一句：楚二小姐来了。霓裳楼每月的压轴新款不是都只会出一套吗？哎，怎么楚二小姐也穿了那一款啊？霓裳楼的压轴新款只做一套，已经是延续了很多年的传统了，所以她们姐妹俩身上肯定只有一套是真的。那肯定是楚二小姐身上穿的是真的吧？毕竟楚二小姐时常穿霓裳楼的各种新款，而楚宁那个丑八怪连最初被楚家找回来的时候都没有穿过霓裳楼的衣裳，更别说她如今啊，不仅被娘家抛弃了，还始终没得到苏大少爷喜欢。加之3年前她出嫁的时候，楚家半分嫁妆都没有给她，她肯定是没有银子买那么贵的衣裳首饰的。我也那么觉得。那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二小姐虽然很好说话，但与楚二小姐交好的那几位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主儿，他们肯定容不下楚宁这般来当众恶心楚二小姐。
苏大小姐穿的那套也是霓裳楼的，要100多两银子呢。据说那种粉色别家是染不出来的，用的面料则是来自太和国的冰蚕丝，夏日里穿着格外冰凉。然后绣娘是霓裳楼从江南第一绣坊挖来的云树。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我之前想买来着，最后到底是没舍得，因为它还有一套配套的首饰，加起来要近200两呢。那么贵，苏大小姐不愧是苏国公府里面最好看的小姐，苏国公府里旁的小姐们肯定买不起这般贵的。纵使买得起，一年啊也顶多买个1套2套的。苏大小姐可是跟楚二小姐一样，3不5时的就会去霓裳楼上买上一套衣裳首饰的。另外说到苏大小姐是苏国公府里最好看的姑娘，我听说呀，帮苏大小姐调理好皮肤的人是楚宁。真的假的？楚宁会医术？啊，据说苏国公府夫妇的身体也是楚宁调理好的，然后楚宁啊还在为皇上调理身体，所以皇上、皇后、太后啊，他们此前才会在辅国大将军府对外宣布跟楚宁断绝关系之后，赏了楚宁那么多东西。竟有这样的事，那楚宁可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还穿得跟妍儿姐姐一样，这个款式霓裳楼里可是不会出第2套的。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赝品，又是何居心？丑成你这样，根本不配和莹莹姐穿一样的衣裳，戴一样的首饰。叶思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也就没有克制力道。苏映霞当场就大声叫喊了起来：“哎，等等，你个贱婢，快放开本小姐，不然本小姐要你好看！”奴婢等着，在那之前，苏大小姐最好离我家小姐远一些，否则下次奴婢可能会一个不小心拧断苏大小姐你的手。姐姐，你怎么能让丫鬟对霞儿下这么重的手呢？应风哥哥最疼霞儿了，他要是知道了此事，只怕会更加厌恶姐姐的。明明是他苏映霞企图在大庭广众之下撕扯我的衣裳，给我难堪，叶思才出手制止他的，怎么就成了我让叶思对他下重手了呢？闻言，苏映霞立刻叉腰反击道：“什么叫我要给你难堪啊？分明是你自找难堪！京城里的世家小姐、名门贵妇，谁人不知？霓裳楼价格上了100两的衣裳首饰，都是独一无二的。一直以来，可都没有人敢无耻的去仿制霓裳楼那些独一无二的款式。而你不仅无耻的仿制了，你还穿到了公主府来招摇。苏映霞，你瞎，不代表在场的所有小姐都瞎。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身上这套衣服，既然能价值几百两，那就说明它的质量与做工都是绝顶的。但凡有眼睛的人，都能区分得出我跟楚莹身上哪个是真品，哪个是赝品。莹儿姐姐怎么可能穿赝品？哎，仔细一瞧，他们俩身上穿的颜色就不太一样啊。楚二小姐身上的那件就是常见的茶白色，楚宁身上的那件却是泛着珠光的茶白色，一看就不是用寻常方法织染出来的布，有着一股子不是凡间物的仙气。只不过因为楚宁的容貌，还有我们对楚宁的不喜，没有立刻注意到罢了。另外仔细对比过后，他们俩身上的裙子绣工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虽然楚二小姐那裙子上绣的花雨叶也栩栩如生，十分逼真，可楚宁身上的花雨叶已经鲜活到仿佛能够闻见花香、嗅见叶子上味道的程度了。而霓裳楼的云树绣娘就是以绣工好到几乎能以假乱真的地步闻名京城的。还有，他们腰封上点缀用的宝石也大有不同。楚二小姐腰封上的宝石毫无光泽度，楚宁腰封上的宝石却莹润透亮，跟衣服本身自带的珠光搭配的十分和谐。这么说来，楚宁身上穿的是霓裳楼的真品，楚二小姐身上穿的才是赝品喽。事实好像是如此，但这不应该啊！楚二小姐怎么会穿赝品呢？哈，莹儿姐姐可是辅国大将军府的掌上明珠，从小穿的就是霓裳楼最好的衣裳，佩戴的也是霓裳楼里最好的首饰，她怎么可能穿赝品？你们再敢胡言乱语，我定要叫你们好看！可我们并没有胡言乱语，你自己仔细对比看看，就能看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了。我才懒得看，反正莹儿姐姐是不可能穿赝品的。
那你让他把斗笠拿掉，让我们瞧瞧。我之前听霓裳楼里的人说，这套衣裳搭配的首饰其中有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凭什么你让莹儿姐姐把斗笠拿掉？莹儿姐姐就要拿掉啊？你当自己是谁啊？我没当自己是谁，但你都那样威胁我们了，我们肯定得弄清楚真相。倘若最后是我们错怪了楚二小姐，现在就跪下跟楚二小姐赔不是。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你等下别反悔。苏映霞话落，就转身伸手去取楚莹头上的斗笠，但楚莹在她的手即将触碰到斗笠的时候，突然后退了几步。莹儿姐姐，对不起，我之所以让你跟我一起戴斗笠，是因为我昨夜没有睡好，今儿脸色有些不好。这样啊，莹儿姐姐，你别着急，我哥哥很快就能够风风光光的迎娶你进门的啦。楚莹太了解他了，不用问就猜到了他刚刚想了什么，就只敷衍的嗯了一声。谁料他声音刚落下，苏映霞就冲那说要跪下赔不是的小姐道：“你且等着，我这就让人去把霓裳楼的人叫来。”楚莹脑子里当场就嗡了一声，这个蠢货怎么净给他添乱？偏偏楚宁还横插了一脚进来。叶翔，你轻功好，你去霓裳楼跑一趟，把倪掌柜请过来。是。叶想应声而去，楚莹刚要让冰清玉洁追上去阻止，就听见了一声高亢嘹亮的公主驾到。随即身穿绛紫色华服、妆容端庄得体的君雪蕊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中。霎时请安声四起，楚莹压根儿没有机会吩咐冰清玉洁去追人了。且请安声消停下来之后，公主还立刻就看向了他：“莹儿、霞儿，来与本宫坐一处吧。”呀，温小姐晕倒了！突然而来的一声惊呼打断了楚宁的思路，随即整个园子再一次变得喧嚣起来。楚宁并不想去凑热闹，看都没有往那边看一眼，因为这公主府里的太医医女多的是。但喧嚣声稍稍消停下来一些以后，公主，我姐姐医术格外好，不若让我姐姐先去瞧瞧温小姐的情况吧，免得等太医跟医女们赶过来的时候错过了抢救时机。也好，但温雨可是温国公府的掌上明珠，倘若你姐姐用药不当，害温雨在本宫的府里面出了意外，本宫还是要追究她责任的。公主大可放心，我姐姐名声虽然极其不好，却是一个十分合格的大夫，对待病人她是绝对不会粗心大意的。那便让她试一试吧。在楚宁周围的小姐们立刻就领着丫鬟给她让出了一条道来，随即公主的面色就是一变：“莹儿，她怎么与你穿的一样啊？”公主，你有所不知，楚宁那个丑八怪为了恶心莹儿姐姐，特意穿了那么一身赝品前来赴宴，且他还厚颜无耻的引导大家觉得莹儿姐姐身上穿的才是赝品。公主当下就来回打量了一番楚宁跟楚莹身上的裙子，然后秀眉微微的蹙起，她怎么觉得楚宁身上穿的才是真品呢？但同时她又觉得莹儿是不可能会穿赝品的。那丑八怪还让他的丫鬟去请倪掌柜来了，真不知道他长没长脑子。楚宁已然快步走到了被一群人围绕着的温雨主仆身边，温雨的丫鬟方寸大乱的死死地抱着温雨，并不愿意让楚宁触碰她。公主正欲让人上前将那丫鬟制住：“你家小姐的药呢？”出门前奴婢明明将药带上了的，但是不见了。莫慌，回头你们再去找叶欢配就好。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姐的钥匙？他是我师兄。而楚宁在小丫鬟放下戒备的那一瞬，就已经蹲下身去探上了温雨的命门。完事儿，他拿出一粒药丸塞进了温雨的嘴里，楚宁又取出几枚银针，扎进了温雨头上的几处穴位中。之后过了许久，温雨都没有一丁点儿要醒转过来的迹象，那丫头又开始急了起来：“药大少奶奶，您刚刚给我们家小姐吃的是什么药啊？能保她命的药。”保命？她这是怎么了呀？叶大夫明明说我家小姐暂时不会因为心急而有性命危险的呀。中毒了。中毒？你觉得是本宫要害你家小姐？奴婢不敢，请公主息怒。你最好不敢，否则本宫饶不了你。接着公主又冷冷地扫向了楚宁：“你虽然无言亦无才，但话不能乱说的道理，你应该是懂的吧？倘若温雨并未中毒，只是心急发作才突然晕倒了，本宫绝饶不了你。”方才想罢，
他就看见有人领着一大群的太医医女急匆匆地步入了园中。这时他突然听见了耳边响起了一道信号弹升空的声音，转头看去，就看到叶思手里还拿着4枚信号弹。公主殿下应该认识奴婢放的这种信号弹吧？楚宁，温雨当真是中毒了。是。你可能解？已经解了。既然解了，他怎么没醒？温小姐身子太过虚弱了，那毒给她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为了她好，我在为她服了能解百毒的解药之后，用针封了她几处穴位，让她的身子在沉睡中好好恢复一下。那我家小姐几时能醒？银针拔了便行了。说罢，楚宁便动手收了银针，随即温雨便醒转了过来。楚姐姐，今日的恩情，雨儿日后必报。今日之事，本宫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公主殿下无需太过费神，说不准臣女进公主府之前就遭人算计了。倪寒径直去到了楚宁的面前，还冲楚宁叫了一声东家。一时间，楚宁竟然是霓裳楼的东家。之前霓裳楼的东家不是苏国公府的二夫人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楚宁既然是霓裳楼的东家，那她身上穿的就绝对是真品，而楚二小姐身上穿的就如我们所料是赝品。哎，楚二小姐怎么会穿赝品呢？她不是辅国大将军的掌上明珠吗？据说楚老夫人跟楚夫人因为不缺银子，从来都没有管过她的花销，还打算把他们当年的嫁妆全部都给她做嫁妆。她明明不会缺银子啊。各位小姐们，一看就是最近2天没有去过归园街呀。是没去过，怎么了？前2天归园街上有10家楼忽然在楼外摆了一个告示牌，其上书辅国大将军府跟苏国公府的人不得入内。天，难道那10家楼都是楚宁的？很有可能，不过我很纳闷，他跟辅国大将军府断绝关系了，为什么还要带上他婆家人？这都不用想，肯定是因为他夫君苏大少爷还是想娶楚莹进门。说话间，一群人又齐刷刷的用同情又怜悯的眼神看向了楚宁。昨日你的丫鬟到我们霓裳楼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跟你的丫鬟说过，我们霓裳楼不会再做你们辅国大将军府的生意了，所以你们家穿的这身裙子并非出自我们霓裳楼，而我们东家身上穿戴的裙子首饰则是昨个傍晚太子殿下命人到我们楼里买走的。楚二小姐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东宫求证。天啊，太子殿下竟然会买裙子首饰送给楚宁，为什么呀？我也想问是为什么？太子殿下总不至于是眼光独特，看上了容貌丑陋还是有妇之夫的楚宁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的太子殿下怎么可能看上楚宁那个丑八怪？太子殿下怎么就成你的了？哼，我迟早会嫁入东宫的，怎么就不是我的了？你那是痴人说梦，你才不可能嫁入东宫呢！要嫁入东宫的是我。这边一群小姐们突然就吵得不可开交了，而楚莹则是尴尬的无地自容，一双拳头都已经攥紧到青筋暴起了。妾身见过公主殿下，还请公主殿下替我们霓裳楼做主。做什么主？公主殿下有所不知，从2年前开始，江南那边就时不时的有人穿戴我们霓裳楼的特制款式衣裳首饰，但那些衣裳首饰我们明明都是卖给了京城里的雇主，且那些雇主也并没有将买到手的衣裳首饰转送他人，奈何我们始终都没有查到是什么人在仿制我们霓裳楼的首饰衣裳。如今难得遇上了从那些小人手里买到了衣裳的楚二小姐，妾身希望公主殿下能让楚二小姐助我们揪出那些小人来。你昨日与本小姐说这身衣裳是你找人帮忙从霓裳楼里买出来的，本小姐还让你去账房领了600余两银子，对吧？是的。那你去跟倪掌柜的好好说道说道，你是在哪里，又是跟什么人买来的这套衣裳？若是你能助倪掌柜抓住那群人，本小姐便不与你计较。你让本小姐今日丢了这么大的脸了。是。哎呀，楚二小姐，你心地实在是太过善良了，像那种做事不知分寸、害主子失了大颜面的奴婢，你可千万不能轻饶，得重罚才能以儆效尤啊！就是，换做我的话，我非得扒了他一层皮不可，不然他迟早会做出更加不可理喻的事情来的。晴儿姐姐，你确实应该好好惩罚冰清一番，绝不能心慈手软，
另外，今日的事，妍儿姐姐你也不用太过于放在心上。我打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妍儿姐姐你会穿赝品。虽说你被冰清坑害，真的穿了一身赝品，但那又不是你的本意，没有人会说你的。就被突然而来的极其响亮又极其婉转悠长的一声噗给打断了。随之而来的是浓烈到难以言喻的恶臭，他下意识的就掩面捂住了鼻子，然后才瞪圆了双眸，不可置信的看着楚莹。莹儿姐姐竟然当众放了这么响的一个屁，还如此的臭。公主亦是一脸的不可置信。莹儿姐姐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了。听了苏映霞那声大喊，她当场就哭了出来，但她只是嘤嘤的哭了几声，就突然趴到椅子扶手上吐了起来。幸好我们已经跟永华公主跑到这边来了，不然我们怕是也得被熏吐啊。哎呀，是啊，她自个儿都熏吐了，这得臭成什么样子了呀？哎，正常人出虚宫哪里会有这么大的阵仗啊？楚儿小姐她是不是病了？是不是该让她姐姐楚宁去给她把把脉啊？我觉得很应该。苏大少奶奶，你赶紧给你妹妹把把脉呀！我没有妹妹。哎，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在较劲儿呢？你可是大夫，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更何况对外宣布跟你断绝关系的人又不是楚二小姐。放心吧，放屁是死不了人的，臭味也顶多把人熏晕。可你好歹是她姐姐呀。都说我没有妹妹了。公主，赶紧让太医来给楚二小姐瞧瞧吧，不然今儿的赏花宴可就给她毁了。公主点点头，示意身边的人去传太医来。谁想等她的人把太医领来，然后太医蒙住口鼻，去到楚莹的身边之后，那已经吐到几乎要晕厥过去了的楚莹竟然死活都不肯让太医给她把脉，还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命令玉洁扶她走。可她吐到浑身无力了，玉洁也给熏得头晕眼花了，一个没有扶稳她，就跟她双双地摔倒在了地上。斗笠，回我的斗笠！等玉洁确认她站稳了，匆匆去捡起斗笠给她罩上之后，又听得她近乎歇斯底里的大喊：回府，立刻回府！玉洁重重的点头应罢，也没顾得上跟公主告辞，就那么搀扶着楚莹匆匆忙忙的走了。今日诸位小姐请先回府吧，改日本宫再请你们前来赏花。然后今日这园中发生之事，还望诸位守口如瓶。众小姐们异口同声的应罢之后，公主又冲着苏映霞道：霞儿，你留下来陪本宫说会儿话。是。苏映霞应罢，跟着公主走了。那一众小姐们又同时高呼：恭送公主殿下。等公主跟苏映霞走远了，他们才相继离开。楚宁想着公主府外面马车那么多，不想去跟那些小姐们挤，就等到了最后出去。谁想她出去时却看见了笑盈盈等在外面的温雨。楚姐姐可还记得雨儿？本来是忘了，方才听你叫我楚姐姐，又想起来了。哦，楚姐姐5年前刚回来时，我拖着病体去过楚府，但楚姐姐完全认不出我来了，还完全不想搭理我，所以这些年我也就没有去见楚姐姐。若早知道要我叫一声楚姐姐，楚姐姐就能想起我来，我当时就应该叫上几声的。你肯定是在公主府里面中的毒，且若是没有我，你今日小命就要不保了。为什么不让永华公主给你一个交代？那所谓的交代，也不过是拉一个无辜之人出来做替死鬼罢了，没有任何意义。怎会没有意义呢？至少往后，他们不敢再像今日这般明目张胆的来害你了。楚姐姐有所不知，我已经没有几年可活了，我家里人早就已经严令禁止我外出了，所以这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外出走动，他们害不到我了。既然你家里人都严禁你外出了，你为什么还跑来永华公主府赴宴呢？温雨蹙起眉，没有回答。楚宁等了片刻，看出他不想回答之后，又道：你身子弱，早些回去歇着吧，过2天我会去看你。真的吗？真的。那我可翘首等着楚姐姐了。温雨喜笑颜开的说罢，
在丫鬟的搀扶下，一步三回头的上了马车。楚宁搁在原地，目送他的马车走远了，立刻冲叶思叶想吩咐道：“查一下关于今日来永华公主府的原因。”此时辅国大将军府里，楚莹一回去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歇斯底里的摔砸东西，直到楚莹发泄完了之后，让他们将府医找来。而府医来时，玉洁推开楚莹的房门，发现房里已经是一片狼藉。小姐是从何时开始频繁排气的？昨夜你走之后。府医连忙转身去打开门，让玉洁送了一盆水进来，而后亲自上手把楚莹的脸给擦干净了。天哪，这是有人把小人此前给小姐的尸残引到小姐身上了呀？你是说我的脸色会变成这样，还会不停地放屁，是因为我体内有尸残？是的，小姐有所不知，那尸残进入死人体内，能让死人在短时间内看起来如活人一般，可他们若是进入了活人体内，则会让活人在挺长一段时间里变得虚弱憔悴，甚至还会如死尸一般散发出腐臭味儿。那怎么才能把尸残从我身体里引出来？不瞒小姐，那2条尸残是我从旁人手里买来的，对方当时倒是跟我提到了用某种药水就能将尸残引出来，却没有告诉我们药水要如何配。而我当时对尸残了解的不够多，以为用完他们也就没用了，也就没有跟对方买现成的药水。所以那2条尸残就一直待在我身体里面了吗？不是的，小姐，他们顶多在小姐体内存活7日，只不过他们死后，他们体内的蛊毒还要40多天左右才会彻底从小姐身体里消失。40天？那加起来不就是要50天左右？正是。所以我要顶着这么一张憔悴的脸，还在整天不停放屁的情况下过50天？不止，小姐这之后还会一天比一天虚弱，但小姐放心，小的一定会尽全力保住小姐腹中的孩。啪的一声，府医的话都还没有说完，就挨了楚莹一巴掌。你个废物，连区区2条蛊虫都引不出来，我要你何用？孩子哪有本小姐的脸面重要？本小姐一点也不在乎她能不能保得住。小姐若是选择不保孩子，小的倒是能用药帮小姐避免再排气。那就赶紧去配药啊！而在他走后，一个老妈子十分灵敏的翻窗进入到了楚莹房中，跪在楚莹身侧问：“小姐，可需要老奴去查，是谁将那2条尸残引到小姐身上的？”当然要，你再帮本小姐弄几条尸残来，本小姐要让那人也好好品尝一下这种滋味。那老妈子应声翻窗而去之后，过了约莫半个时辰，府医才来给楚莹送药。等府医扶起已经干呕到几近虚脱的他，为他服下了药，又把窗户全部都打开，散尽了味道，他才慢慢的恢复过来。小的方才为小姐喝下去的药，能阻止小姐体内的腐臭往外排放，那不会对小姐的身体造成多大的影响，但对小姐腹中的孩子来说却是致命的。我还能留住他多久？3日左右。但当天晚上，楚莹特意做了一番准备，想趁苏应风来看他时，与苏应风狠狠缠绵一番，把孩子弄掉，却是左等右等，都迟迟没有等来苏应风。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他在永华公主府里的丑态正在以燎原之势在京中各大青楼酒肆中快速的传播。苏应风昨个随苏敬周出城去处理军中的事务了。在我出面替你说服楚宁同意让楚莹以妾的身份进门之前，你不许去见楚莹，否则我就收回宽限给你的那1月之期。苏应风只能压下担忧，在随苏敬周回到府里之后，派了人去辅国大将军府那边打听楚莹的情况，而苏敬周回府后直接去了楚宁的院中。奴婢见过苏国公，苏国公您来得很不巧，我们小姐方才睡下，熬夜伤身，你替我提醒提醒她别太过。奴婢们已经提醒过小姐很多次了，但小姐说她这几年为了给苏国公你们夫妇2人调理身体，还有给苏大小姐调理脸上的皮肤，熬夜是常有的事，已经习惯了。苏敬周皱了皱眉，
丢下一句“我改日再来”，便匆匆走了。有男子的衣物配饰吗？有的，只是不多。那你让叶盼去明长楼走一趟，让年掌柜挑选一套太子能穿戴的，送到东宫去。是。叶思应得万分激动，活像是楚宁已经点头答应做他们的太子妃了似的。我这只是礼尚往来。奴婢明白了，奴婢绝对没有多想。顺便让叶盼问问倪掌柜有没有通过冰清抓住那些仿制霓裳楼衣上首饰的小人。叶思用力的点点头，就退了出去。这个时候东宫里头，顾青刚把离尘领到君莫的寝殿中，离尘身后还跟着2个抬着挂盘的小和尚。等那2个小和尚将那挂盘放到顾青着人摆在君莫床前的4方凳上之后，这是我以前2日查到的有关苏国公府的事。都说太子殿下是我们东陈国数百年都难得一见的天才，不知能不能参透这卦象。金兆尹一个人搁水牢里待着也挺孤单的，国师想去陪陪他。此为蒙卦，但又不是寻常的蒙卦。寻常蒙卦是有时运不详之兆，此蒙卦则是气运将尽之兆。你是说苏国公府气运将尽？是。然后苏国公那老匹夫欲将楚宁绑在他们苏国公府来延续气运。正是，5年前我就与你说过，楚宁乃是有大福大贵大运势之人。他生前为苏家媳，能助苏国公府逢凶化吉，死后入苏家祖坟，则能绵延苏家100年气运。100年啊！不愧是他的宁宁姐。君莫暗暗地神气了一瞬，脸色才沉下去。这么一来，苏国公那个老匹夫确实不会轻易让楚宁和苏应风和离了。可幸运的是，他已然对苏应风死心，你迟早能助他摆脱苏国公府。本宫乏了，你回吧。离尘不爽地眯起眼，盯着君莫的脸看了又看，是半分的皮色都没有看出来。这显然是把他当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人了，用完就赶他走，属实是太没良心了。但他也懒得在东宫久待就是了。他跟东宫这块地儿犯冲，但他刚要转身领着自己的人走，就又听君莫悠悠地说道：“那挂盘瞧着怪重的，你家小徒弟搬来又搬去有多辛苦呀？就留在本宫这儿吧。”离尘属实是没想到君莫能如此的厚脸皮，而他会让弟子将挂盘搬来，只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想借挂盘揶揄君莫一番。谁想竟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君莫定是连他那一时兴起的小心思都窥透了，才那么说的。毕竟君莫要那挂盘也无任何用处。为了不给君莫发疯的借口，他咬牙留下那挂盘，领着2个小弟子走了。叶静看他气呼呼的，陪着笑脸一路把他们送出了东宫，才折返回去问：“殿下，这挂盘要放置在何处啊？”“找间干爽整洁些的牢房放着。”“老奴愚钝，不知殿下把这挂盘关牢房里是何意啊？”“下回国师不听话的时候，本宫就把国师关进那个牢房里，让东宫所有人排着队，不间断的去找他卜卦，累死他。”这时顾青匆匆而来：“殿下，大理寺卿求见。”“传。”“是。”顾青应声退出去，转眼的功夫就将大理寺卿领进了君莫的寝殿中。大理寺卿萧虎成虽是君莫提拔起来的，朝堂上也人人都知道他是君莫的人，但君莫已经有好几年不曾传召过他了，故而此前收到君莫的口谕，萧虎成是片刻也没有敢耽搁，几乎动用了大理寺能够动用的所有暗地里的情报组织，用最快的时间查清了詹毅的底细。京兆尹詹毅虽是京城人士，但他并非他父母亲生，而是他父亲从外抱养回来的。臣提审了詹毅的双亲及兄妹，其父称是在外出遭遇匪贼袭击，盲目逃命时遇上了被丢弃的他。之后其父在不可能躲开匪贼追杀的情况下成功逃掉了，认为其是他命中的小福星，就将其抱养回家了，但他们都不知道其身世。之后微臣又提审了他们家的所有仆人，得知有2个在詹毅之后进入詹家的老妈子对詹毅格外好，待詹毅如同亲生，但他们几年前已然去世。微臣便又查了查那2个老妈子，发现他们皆是无根无底儿、来路不明之人，而毒杀金枝玉叶2人的乃是京兆府狱中的一个狱卒，其嗜赌成性，欠下了巨额赌债。
在金枝玉叶二人死后突然还掉了全部的赌债，但微臣迟了一步，他在微臣的人去拿他之前碰巧失足摔死了。之后微臣就沾议结案过于草率那一点，查了他与楚二小姐之间有无瓜葛，但一无所获。他与楚二小姐从来没有过交集，但楚二小姐身边有2个待楚二小姐极好的老妈子，跟那2个待沾议好到如同亲生的老妈子一样，皆是无根无底来路不明之人。但楚二小姐是楚大将军夫妇亲生，而非……她并非楚离安夫妇亲生。微臣即刻回去安排人从楚二小姐及其身边的人着手调查。去吧。本宫很好奇，那个被楚家所有人当作宝贝疙瘩的玩意儿是何来路，所以你们切莫打草惊蛇了。太子殿下放心，微臣会谨慎再谨慎的。等他走后，叶静问君莫道：殿下，京兆尹还要继续关在咱们水牢里吗？他身为京兆尹，案子未完全查清就急着草草结案，加之犯人死在了他牢里，他未调查就直接定了个畏罪自杀，已经不配坐在那个位置上了。把他送到刑部去，由父皇发落吧。约莫半个时辰之后，东宫门前，送个单子的事儿，倪掌柜的怎么还亲自来呀？太子殿下今日并未传我们楼里的人前来，我是奉我们东家的命令来给太子殿下送东西的。哎呦，你们东家那不是楚小姐吗？楚小姐让你们送什么来给我们殿下呀？一套衣裳跟几样配饰。不过叶总管你也知道，我们霓裳楼专门做女人家的生意，男人的产品是少之又少。倘若我们送来的衣裳配饰不合太子殿下的心意，还望叶总管在太子殿下面前替我们美言几句，请他千万别生我们东家的气。这你大可放心，我们殿下跟皇上生气都绝不可能跟楚小姐生气的。东西已送到，妾身就先告辞了。叶静满脸喜色的小跑着，把东西送进君莫寝殿之后。眼下京城里谈论我跟宁宁姐的人多吗？那是相当多呀，且要不是楚二小姐昨日在永华公主府的丑态太过于震撼了，只怕今儿个全京城的老百姓都会来谈论殿下为什么要送衣裳首饰给太子妃呀。是吗？那就再把宁宁姐送我衣裳配饰这件事放出去，让他们谈论得更激烈一些。这样好吗？有何不好？殿下有所不知啊，今日有些渔民在谈论太子妃的同时，还会骂太子妃几句，说她身为他人妇，竟然敢收殿下您送的衣裳首饰，还厚颜无耻地穿到了永华公主府去显摆，说她丑到能吓哭孩童，根本不配穿霓裳楼的衣裳首饰，甚至还有人说她可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讨不到苏大少爷欢心，就想利用一手好医术来撩拨殿下您。让吴和安排些人到京中各大青龙酒肆去蹲着，但凡有骂宁宁姐之人，都抓回来关水牢里去，反省1个时辰。这样更不好吧？去！是。叶静满心忧虑地退下去，安排人往外传话了，完事儿又让人往宫里送了消息。他能预感到此后几天弹劾他们殿下的折子又会多到把皇上烦得不轻。然后他的消息传到皇上耳中时，皇上刚逼着御史台的人把前2天送进他御书房的那几大堆弹劾君莫的折子全部都搬走。他还因为战役是罪有应得，罚了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半年的俸禄，勒令他们日后别动不动就弹劾太子。完事儿，他刚准备去皇后宫里坐坐，跟皇后小吵几句来放松神经，顺便再看看他的宝贝女儿安胜。结果他还没有走出御书房，东宫就来人了。那个逆子是不是嫌他那太子的位置坐得太稳了？哎呀，皇上息怒啊！太子殿下只是太过于看重楚小姐罢了，且东宫的水牢虽然可怖至极，但太子殿下是拿捏了分寸的，只关1个时辰，出不了大事儿。加之这些年京城里辱骂诽谤楚大小姐的人都已经成习惯了，让太子殿下警醒他们一下，楚大小姐呀，不是能够随意任人辱骂说到的主，也是好事一桩嘛。从明日起，所有弹劾太子的折子都给朕送到东宫去，
让太子全部过目一遍，全部下了批语，再给朕送回来。这会不会累到太子殿下，从而影响了太子殿下好转的速度呀？有楚宁那丫头在，不妨事。哎，老奴记下了。当晚，苏国公府里，楚宁用晚膳时，小姐，温大小姐会去永华公主府上赴宴，是因为一个叫乌西央的男子。那乌西央曾与温大小姐的大哥是挚友，因其作画十分了得。几年前，温大小姐喜欢上画画的时候，他大哥就请了乌西央去教她画画。那期间，他二人相互生了情愫，但温大小姐因为来日无多，将情愫藏在了心底。乌西央则是因为乌家旁支的庶出而不敢跨出提亲那一步。后来还是温大小姐大哥撮合了他们二人，他们俩才心意相通的。可那之后没多久，永华公主就瞧上了乌西央，还制造了一出意外，让乌西央与他生米煮成了熟饭。之后还拿乌西央的家人威胁他入了永华公主府做男宠。不论如何，那乌西央都已经进永华公主府做男宠了。温宇不仅没有放下他，还跑去了永华公主府赴宴。就奴婢所知，温大小姐其实已经放下乌西央了。她曾亲口跟她大哥说过，她本就是短命之人，无法跟乌西央长久。既然是乌西央自己选择了进永华公主府为男宠，而不是向他们乌家还有他们温国公府寻求帮助，那她就会祝福乌西央。那她昨日又为何去永华公主府赴宴呢？是永华公主用一封乌西央的绝笔信把她引去的，但那封绝笔信上关键的内容全都被血字覆盖了。温大小姐前去赴宴是想知道那封绝笔信的全部内容，以及乌西央为何要写那么一封绝笔信。乌西央在永华公主府里的处境如何？永华公主倒是待她极好，但她进永华公主府以后就没有跟永华公主说过一句话了。而她进永华公主府当天曾当众说过一句，公主若是在兑现承诺之前强迫我侍寝，我会以死明志。翌日，楚宁起床洗漱完毕，用完早膳，刚走到药房门口，叶盼就小跑着来禀：公府的人来了，小姐要见吗？国公府的人？是温国公府的管家，据说是温国公让他来送谢礼的，但温国公还给了他一封亲笔信，说是得亲手交到小姐您手里才行。那就让他进来吧。叶盼应声而去后，很快把温国公府的管家温野领进了药房。此时楚宁已经动手磨上药了，还正好就是之后要去给温宇送去的药。温野见他忙着，就小心翼翼地把一封信放到了他的手边。老奴温野见过楚大小姐，烦请楚大小姐受累，现在就去看看我们国公爷给您的信。国公爷还在府里头等着楚大小姐的回信呢。都让你送来那么贵重的礼了，我就当那是我治好温宇的报酬，收下了。楚大小姐这话是指您能治好我们大小姐？温野万分激动地说罢，就跪下去冲楚宁叩了好几个头。等楚宁让叶思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都已经激动到老泪纵横了，还匆匆跟楚宁告辞过后，就脚下生风地走了。只不过他跑出去没一会儿的功夫，又气喘吁吁地折返了回来。不知楚大小姐几时方便给我们大小姐医治啊？届时我们会将大小姐准时送来您这边的。明日我去东宫给太子施针过后，会去温国公府看温宇。届时我会让他先试吃一下我这2日为他做的药，之后再为他定制治疗方案。冯昭一直等在清风院外面，把温野送出府之后，老夫人，温管家从大少奶奶的清风院里出来时，满脸都是喜色，出府时还脚底生风，老奴都差点没有追上他。所以老奴觉得温管家今日会带着那么多的谢礼来见大少奶奶，定是温国公府的人想请大少奶奶为温大小姐治病，然后大少奶奶很有可能答应了。苏映霞好死不活的就在这个时候捂着脸冲进了他的房里。祖母，我脸上又开始长痘痘了，你快去让楚宁给我那些药啊，我不想变回昨天那个丑八怪了。住口！你除了哭还会什么？你平日里搁楚宁面前不是挺能的吗？人家劳心劳力的为你做药调理皮肤，还分文都没有问你要，
你却半分都没有记人家的好，成天搁人家这个正牌嫂嫂面前称呼楚莹那个不知自爱的东西做嫂嫂。哼，现在人家不乐意给你要了，是你活该。而我自楚宁进门后，从不曾亏待过他，他却连我用惯了的安神熏香都不再给了。你以为你现在来我面前假哭一通，我出面替你去逼他，他就能再给你要了？我这几天身子很不舒服，没工夫搭理你，你且回你院里去老实的待着，没事别出来瞎晃悠。桂嬷嬷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服侍她躺下之后，转身把苏映霞跟管家一起带了出去。翌日，叶思在楚宁起床之前就安排了叶念去二房那边通知苏映和兄妹早些过来，所以等楚宁起来洗漱完毕，用完早膳走出房门时，苏映和兄妹已经在药房里面等着了。因为君莫说了，他给苏映之施针的时候，身边至少得有不下3个人陪同。叶思他们4个都在药房里面待着，看他给苏映之扎针。宁儿姐姐，你好生厉害，才这么短的时间，我脸上的情况就已经跟之前判若2张脸了呢。还远没有到判若2张脸的地步，不过你生辰是初秋。我是重阳节那天出生的。现在离重阳节还有2个来月，到那时你的脸定能与之前判若2张脸的。放心吧，到那个时候，你大哥已经开始受你们祖父重视了，你的婚事不会定得太糟糕的。且你们祖母给你定的夫君人选，你若是实在不满意，我说不定还能替你想想办法。啊，什么办法啊？宁儿姐姐，不用为我做到那个地步，我对婚事不是那么在意的，反正嫁给谁都是嫁。然后托宁儿姐姐你的福，我在富有的前提下还摆脱了丑陋，我以后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人家都肯定过得很好的。作为过来人，我得顺势跟你说一句，钱财有时候要比男人可靠多了，所以你日后出嫁了，若是得不到夫君全心全意的对待，就守好自己的嫁妆。我会牢牢记住宁儿姐姐你这话的。约莫2刻钟后，苏映和兄妹2人前脚离开，楚宁后脚就领着叶思叶想出了清风院。他要去东宫给太子施针，完事儿还要去温国公府看温雨。谁想他都还没有跨出府门，就看到了楚莹。带我翻墙出去。是。叶思应罢之后，抱起楚宁就轻轻松松地越墙而出，叶想紧随其后，留楚莹跟那几个侍卫傻愣在了原地。小姐，慌什么？回府。是。玉洁连忙转身出去赶马车，而楚莹咬着牙从马车的一角里翻出了一包东西，在身边铺开，然后躺了上去。那是一床吸附性极好的棉被，是他贝莱在等不到楚宁的情况下，预防在回府的路上就流产使用的。他肚子突然疼得更厉害了，他都差点没忍住叫出声。然后他感觉到下体一热，他知道他的孩子没了。之后回到辅国大将军府时，玉洁进去瞧见躺在血泊中的楚莹，最后是府医避人耳目的把楚莹抱回去的。群妈妈躲在暗处看着府医把楚莹抱走之后，见玉洁鬼鬼祟祟的在马车上忙活了好一通，才把马车还回马厩那边，然后还从马车里面抱出来了一床棉被。就在玉洁走后，去那趟马车上看了看，看完他就去孙瑜跟前禀报了情况。这事儿你切不可对外声张。老夫人放心，老奴绝对不会再对第2个人说起的。让账房注意一下府医近来采买了一些什么药材，又用了一些什么药材。群妈妈应了一声是，就退了下去。这个时候东宫里面，楚宁已经给君莫施完针了。君莫刚准备故技重施，留他下来陪他用膳，他就已经收拾好东西起身告辞了。我还要去温国公府，今日就先走了。你回应下帮温雨治病，是因为温雨记挂了你那么多年，还是因为她是我表妹？当然是因为她是殿下您的妹妹啊。君莫闻言心里瞬间狂喜，宁宁姐已经开始看重她了，不然也不会因为她而应下帮她表妹治病了。毕竟我现在跟殿下是合作关系，我要是能治好殿下的表妹，殿下就欠我一份人情了不是？
日后我有求于殿下的时候，就更好开口了呀。不需要老师的人情，你也能随时跟我开口，且无需你求，只要你对我说出口，我就一定会给你办到，不论是什么样的事。约莫半个时辰之后，温国公府门前，楚姐姐，你可算来了。昨日不是跟你们府上的管家说了，我今日要先去东宫给太子施针，然后才会来你们府上吗？就是因为楚姐姐你要去东宫，我才等得坐立难安的。为什么？楚姐姐，你是不知道，我那太子表哥他小时候被狗咬过，有疯病。楚宁有些好笑的转头看向特意凑到他耳边来小小声说话的温雨。太子小时候被狗咬过？楚姐姐，你就相信我吧，我太子表哥他真的有疯病。他东宫里头，除去那个京中人人闻之变色的水牢外，还有一个专门用来养疯狗的园子呢。据说他每逢15月圆之夜，就要丢一个活人进去喂他那些疯狗。我相信你。楚宁点着头说得很是真诚，实际上半分都没有信。所以楚姐姐，你下回再去东宫的时候，最好把你身边的4个侍女全带上。我听管家说，你身边那几个侍女身手都肯定很不俗。可叶思4人都是太子给他的呀。哦，还有，楚姐姐，你切记不要跟我太子表哥闲聊，他那个人喜怒无常，说不准你哪句话惹他不高兴了，他就要发疯的。可太子总是拉着他闲聊啊。哦，还有，楚姐姐，你每次给我太子表哥施完针后，最好立刻离开，千万别在他东宫里头待太久了，免得他把病气过给你了。楚宁暗暗揣摩得十分认真，温雨则挽着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路。等温雨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把他带进了闺房中，还亲手为他倒了一杯热茶时，他见温雨都因为说了太多的话累得满头是汗且气喘吁吁的了，因此他也没有立刻把药拿出来。哪知温雨都还没有把气喘匀，就又指挥他身边的丫鬟去拿了一堆糕点来，还把那些糕点全部都推到了自己的面前。楚姐姐，你去了东宫，又马不停蹄地赶来我们温国公府，肯定累坏了吧？这些都是你爱吃的糕点，你快吃些垫垫肚子，一会儿我们一块吃午饭，你再给我看病。楚宁这才仔细地看了看那些糕点，玫瑰酥、蛋黄酥、桂花糕、芙蓉糕、栗糕，无疑不是他爱吃的。楚姐姐有所不知，百味斋是我母亲的嫁妆之一。楚姐姐刚回来那会儿，我撞见过楚姐姐去百味斋大吃特吃，所以记下了楚姐姐你的喜好。原来如此，你有心了。这是我前2天给你做的养心丸，你先服1粒，1刻钟之后我为你把脉。温雨点点头，立刻从锦盒中取了1颗药丸出来服下。那盒子里面一共是30粒药丸，1个月的量，你每日服1粒，服完之后我再来给你把脉。那我不是要1个月后才能再见到楚姐姐你了吗？1个月很快的。温国公府内一处晒满了各种药材的院子里，这药方当真是苏国公府的大少奶奶楚宁所开的？应该是的。那他师傅定然不是江湖郎中，而是药王谷的人呢。之前在永华公主府里，苏大少奶奶确实说过她是叶大夫的师妹。师妹啊，但他开药方的手法与叶大夫截然不同，想来他师傅并非是叶大夫的师傅。那他这药方如何？好到堪称一绝呀，乃是养心护心的绝世良方。且这药方是专为大小姐量身而定的，可寻常人家绝用不起这药方里的那些名贵且罕见的药材。当真吗？那雨儿她是不是还能多撑个几年了？有了这药方呀，大小姐的余日肯定会延长，但具体延长多久，我就推算不出来了。你前面说除了这药方，楚宁还给了雨儿一种护心丸。那护心丸有30粒，苏大少奶奶让小姐每日服1粒，说1个月后会再来给小姐把脉。你将那护心丸取1粒来。洛奎应声而去之后，温国公又冲温母魏元贞说道：楚宁应该没有说假话，他真能治好雨儿。
你有必要去见一见楚宁了。而这个时候，温雨闺房那边，楚宁已经在给他把脉了。眼下你身子太虚弱了，受不住我施针。待1个月之后，我来看看你服用的情况，再决定要不要给你施针。魏元贞皱皱眉，也没再多问。招呼楚宁坐下之后，亲手给楚宁倒了一杯花茶。百味斋跟百香楼都是我的陪嫁。虽然雨儿出生后不久，我们就已经知道雨儿可能活不到出嫁那日，但我还是把我的陪嫁都给了雨儿。然后3年前，你出嫁当天，雨儿得知你娘家半分嫁妆都没有给你，而苏国公府那边还是先用破落花轿迎亲，又让你与公姬拜堂后，难过的呀，像是他自个儿受了天大的委屈，抱着我哭了大半日。哭完后说要把百味斋和百香楼给你做嫁妆。因为他身子不好，从小无论什么事我们都会依着他，他要把百味斋跟百香楼给你，我们也没拦着。但那2年他身体很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永远离开我们，他就让我们过户给你后，等他死后再拿去给你。后来皇上让叶大夫给他配了药，才让他又撑了下来。这3年里，那2处的盈利他都给你呀，存到我给他的钱庄里了。他说你要是怎么都捂不热苏应风的心，日后肯定用得上。瞅见他眼眶都红了，魏元贞连忙一脸歉疚地拉起他的手。对不起，我本不该用这些事情来逼迫你更加用心地为雨儿治病的，但我实在是不想失去雨儿。话末，魏元贞的声音哽咽得很厉害。世子妃无需向我道歉，我何德何能得你女儿如此真心相待？虽然即便你没有与我说这些，我也会治好你女儿的，但你既然已经与我说了，那我往后会将她视为我的亲妹妹，会尽我所能让她余生不受任何病痛侵扰。雨儿，她可是一直都将你视作亲姐姐的，若你不嫌弃，往后我们温国公府就是你的娘家，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楚宁又是一愣，温母这是要认她做干女儿吗？又听魏元贞道：若你不愿意，那你就把我们温国公府当做你的倚仗，往后若有人欺负你，我们定不会袖手旁观。我没有不愿意，但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京城了。离开？你要回药王谷？实不相瞒，我还能在5年前活着回到京城，是因我师父曾为我倾尽一切，还有我的师兄们，他们也一直如至亲兄长般照顾着我。如今我既然已经对苏应风死心了，那等我顺利跟他和离，在料理完了身边的所有琐事，我就该回到药王谷去陪伴报答他们了。原来还是有人视你如珍宝的。约莫半炷香后，楚宁离开了温国公府。回去后你们去一趟百味斋跟百香楼，让他们也在门前立一个告示牌。是。今夜你们再去永华公主府一趟，把那乌西央绑来见我。是。而后当晚戌时刚过，叶思就把乌西央绑到了楚宁的面前。你是雨儿的楚姐姐？温雨跟你提到过我？啊，她总是把你挂在嘴上，时常让我心生嫉妒的。楚宁被乌西央说到嫉妒2字时，无意识流露出来的委屈逗乐了，立刻示意叶思给他松了绑。华公主许了你什么承诺？莫非你深夜让人将我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那么你已经见过雨儿了吧？怎么？你还不知道前2天我在永华公主府里救了温雨？什么？雨儿前2天去过公主府？是。那当时雨儿是心急发作了吗？她中毒了，若非我凑巧也在，她必死无疑。乌西央整个人一震，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永华公主这是要杀雨儿，就因为她迟迟不从。过了许久，她才道：永华公主说她府里有几位出自药王谷的神医，且那几位神医都曾治好过患有心疾的人，她许诺过我会让那几位神医治好雨儿。她说你就信了？当然不是，我与永华公主初见是我进深山作画的时候，当时我不慎被毒蛇咬伤，身边给我带路的猎人说那蛇剧毒无比，被他咬伤的人必死无疑。我当时也感觉自己快死了，但永华公主却在我将死之际突然出现，用一颗药丸救了我。所以她之后跟我说她府里有医术十分了得的神医时，
我才信了。只不过，小姐，我们之前查到，胡少爷那次进山作画雇佣的带路人是永华公主府里的人，想来当天的一切都是永华公主安排好了的。你已经知道了？我虽然只是乌家旁支的少爷，却颇受家主看重。在我应下进永华公主府前，乌家的人替我查清了我那次被蛇咬伤的真相，但为时已晚。当时我已经对永华公主府里有神医能治好雨儿那件事儿深信不疑了。所以你是为了温雨进的永华公主府？不，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接受不了那么好的雨儿，仅仅只余下1年左右的时光了。这我告诉你，我能治好温雨，你会怎么做？你能治好雨儿？是。当真？千真万确。你若不信，可以先拭目以待。我会替雨儿高兴，并真心的祝福她余生能不再受病痛折磨。烦请让人送我回永华公主府吧。永华公主的人盯着我盯得很紧，若是被人发现我不在了，是会出大事的。永华公主似乎给呼西央的家人下了无解的剧毒，需要每月服解药。胡家的人一直在暗中寻找能解那毒的名医，但至今无果。我都能治好雨儿了，区区无解的剧毒是难不倒我的。你就不想离开永华公主府，跟温雨继续前缘？楚宁大概猜到他的顾虑之后，叹了一口气，就示意叶思让叶念送他回永华公主府。之后他又问叶思道：曹驸马近来身子如何了？不太好，永华公主都已经暗中在为他安排后事了。去把这毒下到曹驸马身上，然后那3封信分3天送到永华公主手上。然而隔天上午，他领着叶思叶念进宫，去给皇上太后请平安麦的路上，却从路边行人的口中听闻了一桩让他险些惊掉下巴的大事。乌西央被永华公主卖进了南风馆。永华公主知道南风馆是太子所开吗？肯定不知道。那等会儿出宫之后，你们随我去南风馆走一趟。小姐，你去南风馆做什么呀？你只要吩咐一声，奴婢就能去南风馆里把乌少爷带出来的。我去看看他脸上的伤，奴婢可以让人把他接到东宫。小姐，您去东宫看他的伤就成。也行吧。那奴婢现在就让叶想出宫去办。叶思生怕晚了楚宁会变卦，跑去南风馆。开玩笑，要是让殿下知道他们带着小姐去了南风馆那种地方，殿下都不知道会怎么罚他们。且他把小姐引到东宫去看乌西央脸上的伤，不仅能够避免挨罚，还能给殿下制造与小姐见面的机会，可谓是一举两得呀。他可真是太聪明了。既然都能把乌西央接到东宫去了，直接把他接到我院里去，不是更方便吗？那个苏国公府里人多眼杂，不是没有东宫来的安全，奴婢是为了乌少爷着想。面主殿里，楚宁已经为皇上把完脉了。皇上近来可是操劳过事过度，没有歇息够。楚大小姐有所不知，近来全国各地不是水患就是旱情，皇上终日忙到就寝的时间都不足2个时辰呀，的确是没有歇息够。楚大小姐能否给皇上配些安神的汤药啊？倒是能，但长期睡眠不足，隐患颇大。加之皇上的龙体这2年才刚刚调养好一些，更是不能大意。所以还是请皇上确保每日至少有3个半时辰以上的睡眠。待朕忙完这一阵，就忙完。皇上，您说什么梦话呢？臣妾入宫这10余载，您可是越来越忙，从来就没有清闲过呀。眼下太子那个情况，还不知道能不能好起来。皇帝，你得更爱惜自己的身子一点才行，不然哪天你要是突然就撇下太子去见祖宗了，太子都活不过3日。母后大可放心，太子没有那么废。朕要是哪天突然撒手人寰了，他肯定会在他死前把那些想他死的人全部都弄死的。皇，儿臣不想在这里听您跟母后打情骂俏了，儿臣想跟楚宁去偏殿说说话。皇上看了君冉一眼，然后笑着点了头，随后在永安宫的一处偏殿里，君冉一面解下他脸上的面纱，一面道：我父皇跟母后一直都是那般相处的，但他们只会在信得过人的面前那般。我用完你先前给我的那几瓶祛疤膏后，脸上的疤真的能完全消失吗？公主信我，我保证之后公主脸上的皮肤能变得平整光滑，没有任何瑕疵。好，我信你。公主拉我来偏殿，就只是为了当面向我确认那一点吗？
我是有一件事想问你。我之前听身边的宫女们说，你的医术十分了得，不仅治好了我父皇，为我配出了那么厉害的祛疤膏，你还在为我太子哥哥治病，甚至还在我长姐府上救下了温国公府的大小姐。我就想问问你，你有办法让我母后不再滑胎吗？连你也没有办法吗？公主所说之事，皇上与皇后似乎都不甚上心呢。公主缘何对他如此执着？因为是我害母后伤了身子，母后她才会一直滑胎的。女人生死风险本就极大，那怎么会是公主你的错呢？我说的不是母后生我的时候伤了身子，而是我打翻炭盆毁了容的那次。那明明是我自个儿不小心打翻了炭盆，母后却把过错揽到了自己身上，觉得是她疏忽了我，是她的错，然后就没日没夜衣不解带地照顾我，最终累到失去了她腹中那个尚未成型的孩子。且事后她还因为照顾我没有好好调理身体，才会接二连三的。公主，皇后娘娘的滑胎是外力所致，并非她身体落下了什么病根儿。你能治好我太子哥哥吗？能。而他与公主一道走出偏殿时，看见温岚独自等在不远处的回廊上，宫人都离温岚远远的。君冉就冲他道：母后可能还有话要单独跟你说，你去吧。你看过安胜脸上的伤疤了吧？看过了。如何？如我此前所说，公主用完我此前给的那些祛疤膏之后，脸上的疤就能完全退尽，之后我再给公主稍微调理一下皮肤就行了。那就好。温岚长松了一口气。你觉得是太子重要，还是这死物重要？自然是太子。你若能治好太子，别说就这么一块金牌了，便是3块全给你，温家也绝不会舍不得。可你若是没有治好太子，失了楚家做倚仗的你，日后一定会大祸临头。届时这金牌会是你的保命符。皇后娘娘为臣妇考虑至此，这块免死金牌，臣妇就暂且收下了。等臣妇治好太子之后，再前来归还。温岚略显无奈地笑了笑，再度将楚宁扶起，然后直接无视了楚宁说要归还的话，安排了宫人送楚宁出宫。而后出了宫门，楚宁就带着夜思夜想前往东宫。皇后安排的宫女侍卫则帮他把金牌和药材那些先送回了苏国公府。他们主仆3人到东宫时，那乌西央到东宫时满脸满身都是血，还因为中了合欢散那等上不得台面的毒，情况相当不妙。所以叶焕已经在楚小姐您来这之前，已经给乌西央用了药处理过伤口了。他脸上的伤口如何？哎呀，道道都深可见骨啊，还有一只眼睛也给划伤了。片刻后，他发现叶静在把他往君莫寝殿那边领。劳烦叶总管先领我去见乌西央。他一走到君莫寝殿门前，就听见了一声声压抑极致的小声呻吟，来自被摆在寝殿正中央的乌西央。叶焕在他边上不停地在为他擦拭额头上的汗。你来了，快来帮我看看，我在这折子上写的批语如何？殿下，奏折哪是臣妇能看的？且臣妇也从来没有看过奏折，所以臣妇帮不上忙，臣妇就不看了。我早就说过，你在我面前不用自称臣妇。那自称我可以不用帮殿下看奏折吗？可以。那殿下你另找他人帮忙看吧，我得立刻看看乌西央脸上的伤。针剪线的那一刻，他手都软了，人也累得不轻。此前我做了你的床沿，今日也让你做做我的床沿。我病了这么些年，床上又脏又臭，就不让你躺上去休息了。殿下跟永华公主感情可好？你要替乌西央出头？也不算替她出头，她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我有很大的责任。再加上她是温雨的心上人。不是你的责任，是她自己无用，而且她根本配不上我表妹。出身配不上，还是能力配不上？我还以为殿下是不在乎这些的人呢。永华与我虽不算亲近，却也到底是公主，加之她从小就被我父皇故意纵容，行事有些过激，你得拿捏好分寸，不要在她手里吃亏。温雨眼下人就在南风馆外面。他跑南风馆去做什么？温国公府的人就放任他等在南风馆外面？那丫头跟你一样，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实际上缺得很。她要真想做什么事，温国公府所有人一起上，
都未必拉得住。殿下说温雨就说温雨，带上我干嘛？我可不。你还不缺？你当年要嫁苏应风，楚家人全部都在阻拦你，最后拦住了吗？我是说我看起来一点也不柔弱。你看看我这个病秧子，再看看你自己，然后再跟我重说一遍，你柔弱不柔弱？你前面给吴夕阳缝伤口时，叶焕都要整个人贴到你身上去了，后面你还想往他身上靠？你是打算跟苏应风和离后跟他好？不想，也不可能想好吗？他虽然是我师兄，但我跟他相处的时间还没有跟殿下你相处的多，而且楚宁特意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我师兄前面会离我那么近，是为了帮我穿针引线打下手，他也没有贴在我身上，我跟他之间明明还隔着能蹲下一个人的距离。日后你得注意一下，免得影响你名节。哼，殿下前面像拎小鸡仔一样把我拎起来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那会影响我的名节呢？拎小鸡仔2根手指就够了，我拎你用了2只手跟全部的力气。殿下是想说你用了2只手跟全部力气就不会影响我名节了吗？君莫挑了挑眉，没有说话。楚宁却莫名从他挑眉的动作里读出了一句：你真想让我说出来吗？立马低头去看吴夕阳了，然后他听见君莫很轻很轻地笑了一声，显然他是早就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他喜欢自己了，气得他恨不得冲过去扎他几针。等顾青进来说温雨到了，让他去偏殿里等着，他几时能醒？你运气好，南风馆正好是太子的地盘，你现在在东宫，而你脸上的伤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之后好好用药调理几个月就不会留疤。留疤也没事儿，我又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日后我若是没有死在永华公主手里，就算是给你做牛做马也会。要牛要马自有本宫给他安排好的，不需要你这么个废物。他失血过多，话音未落就一阵的天旋地转，重重的倒在了地上。他花了2个时辰给你缝伤口，还为你吃了10来颗他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药。你要是敢跑去永华手里送死，本宫会让吴家所有人都下去陪你。殿下先别顾着吓唬他，先让人送他去偏殿休息一会儿吧。我不是在吓唬他。我知道殿下你真的能杀了吴家所有人，但他现在不是还没死吗？叶静。君莫扬声唤罢后，叶静立刻带着人进来，把吴夕阳抬了出去。一出君莫寝殿，雨儿，你冷静点，别激动，千万别激动，我什么事都没有，我一点也不疼。你骗人！你别过来，好好回去躺着。你说你是为了你们吴家的安稳，你也不想给我们温国公府添麻烦，才舍弃我们的感情进永华公主府的。我自己都用自己余日无多，无法陪你长久，说服自己尊重你的选择，把你放下了。但你为什么却是为了我进的永华公主府？你以为我永远不会知道吗？你以为我知道后能心安理得吗？你先冷静下来，你冷静下来，我会好好跟你解释的，行吗？不行，你无非就是要说你错了，你自私，你想我多活一些时日，你希望我能亲眼去看看你画给我看过的那些风景。可你想没想过，你若是死在永华公主府里，亦或是死在南风馆里了，我该怎么办？我以后绝不会这般行事了，你打我骂我不理我都行，千万别激动，你要是有个好歹，我该怎么跟你大哥交代啊？而后楚宁快速地走到他们边上蹲下，往温雨的嘴里喂了一颗药。温雨很快就停止了发抖，然后用尽全力地推开了他，哭着扑进了楚宁的怀里。楚宁虽在意有所指地看了君莫一眼之后，扶起温雨走了出去。君莫给他那一眼看的脸都黑了。据说乌老太傅为了让本宫父皇严惩永华，给你一个公道，在御书房外长跪不起了。但父皇今日根本不在御书房，宫中却无一人告诉他。家主年事已高，请殿下派人去说服家主出宫，草民来年必会高中，他朝一定会爬到能为殿下排忧解难的高位，余生愿为殿下马首是瞻，毕生为陛下效犬马之力。你觉得本宫会稀罕你这么个废物？在你高中前不许去见温雨，而你高中后若温雨已然对你死心，有了旁的意中人，你也不许去叨扰他半分。是。君莫便再没看他一眼，转身出了偏殿。
随后叶焕安排了几个小药童过来，抬着乌西央去了他那边安置。此时东宫正殿那边，你哭吧，放心大胆的哭，有我在，你就算是哭死了，我都能立马从阎王爷手里把你抢回来。楚姐姐，你对我真好，跟我母亲一样好。我拿你当妹妹，你却想做我女儿。没有的事，我自然是要跟楚姐姐你做一辈子的姐妹的，我只是打个比方。你会原谅乌西央吗？他其实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又何来原谅一说？楚姐姐，你才回京5年，回京后有意心扑在家人跟苏应风身上，所以楚姐姐你对京中的局势一定不是很了解，但我是了解的，因为我时常缠着我哥哥他们给我讲京中的事情解闷儿，所以我心里虽然怪他不依赖我们，实际上却很清楚，他纵然依赖我们，也未必会有更好的结果，因为永华公主是那种他得不到的就一定会毁掉的人。那你知道永华公主对乌西央那般执着的原因吗？此前是不知道的，但今日我大哥见我快要急疯了，担心我出事，终于与我说了，永华公主曾有一个意中人，西洋哥哥与那人像极了。那人死了？我大哥说永华公主从前不是如今这般性情，那人死后她就变了，而那时永华公主才12岁，后来她一及笄就招了那人的弟弟为驸马。那人是曹驸马的哥哥。前面小姐给呼少爷缝伤口的时候，奴婢就已经收到了永华公主府里的消息，永华公主已经把大半的太医都传到她府中去了。你是怎么来的东宫？要我送你回府吗？说到这个我就来气，楚姐姐，你是不知道，我太子表哥的人简直是有病。我本来好好坐在马车里面等消息的，结果他的人突然闯进马车里面来，二话不说就点了我的穴，然后直接把我掳来东宫了。楚姐姐，你可千万要听我的，离我太子表哥远些，千万别被他的外表蛊惑了。他也就脸长得还行，其他方面那是一样比一样恶劣。君莫刚走到主殿门口，就听见了温雨那话，当场就没忍住黑了脸。表哥，好久不见。君莫没好气地扫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楚姐姐，你瞧他这脸黑的跟阎王爷似的，我估计阎王爷都怕他，所以不会感受他，所以他肯定能长命百岁的。楚姐姐，你都用不着太过费神给他治病。往后但凡你搁他面前说一句我的坏话，我就让人把乌西央丢水牢里去关上1日。就见他意外过后立马就急眼了。表哥，你怎么这样？西洋哥哥又没招你惹你。他累着我的人了，还不算招我惹我，他还差点害死你。我又没有死，楚姐姐怎么就成你的人了？表哥，你可别告诉我，你因为楚姐姐医术好，动了等她和离后，那她进东宫永远为你所用的心思。那与你无关。楚姐姐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脸皮真厚。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把乌西央送回到永华手里去。若无别的事，我今日就先告辞了。你方才累着了，回去好好休息吧。多谢殿下体恤。楚姐姐，送我回府吧。乌西央在东宫这件事，你若要告诉旁人，记得让他们对外做不知乌西央去向的戏。多谢表哥提醒。让人去宫里把吴老太傅劝出来，顺便告诉老太傅，乌西央在高中前得一直住在东宫。是。顺便也把这件事告诉温雨那丫头。啊，是。太子应该安插了不少人在永华公主府里吧？能查到永华公主命人把乌西央卖入南风馆之后，还做了一些什么吗？能的，让人去查一下吧。是。再查一下永华公主跟她那心上人从相识到永别的点滴，顺便弄一幅那人的画像给我瞧瞧。此时永华公主府里，你们这群庸医，你们居然连驸马中的是什么毒都弄不清楚，我父皇养你们有何用？公主息怒啊，
臣等并非完全不知道曹驸马中的是什么毒，只是曹驸马中毒后的症状与我们知晓的那种毒会有的症状略有不同，臣等不敢贸贸然的给曹驸马用药啊。是啊，公主，曹驸马身子金贵，为了曹驸马的安危着想，老臣等需要仔细的讨论一下才能。你个老不死的可闭嘴吧！本公主都在这儿看着你们这群酒囊饭袋讨论1-2个时辰了，你们却什么花都没有讨论出来。本公主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最好能让驸马没事，否则驸马要是有个好歹，本公主要你们全族给驸马陪葬。丫鬟匆匆而来，将一封信呈到了君雪蕊的面前。送信之人呢？奴婢没有瞧见，奴婢们方才去清扫公主寝殿，在公主梳妆台上看到了这封信，因信封上写着驸马的名字，奴婢们担心与驸马中毒有关，就立刻给公主送过来了。写着若无解药，3日后曹驸马必死。公主，南风馆送来了消息，说乌西阳被人救走了。让他们尽快查清，到底是乌家还是温国公府救走了乌西央，否则本公主要他们好看。那侍卫应声而去之后，那一众太医们更是惶恐不安了。大小姐，之前那楚家要与您断绝关系的消息是大少爷跟大将军放出去的，不关老夫人跟夫人的事啊。且奴婢今日送来的东西中，老夫人给您的都是您小时候最喜欢的，夫人给您的则都是她拖着病体为您精挑细选出来的，您不能不收啊。我与楚家已无半分瓜葛，往后来找我的楚家人都不许放行。淑慧在那洪亮整齐的应答声中愣住了，而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回辅国大将军府时，宁儿没有收，她没有要我的东西，她是真的不要我这个娘亲了。明日继续送去，她若不收，后日再去，一直送到她气消了，愿意收为止。此时苏国公府里头，皇后的人已经走了，其余几房的主子们也都回到他们各自的院子里去了。想跟风儿和离，我若不允呢？来日方长，反正我和离后无意再嫁，我可以慢慢等。你既无意再嫁，何不给风儿一个机会？她不配。你很聪明，你应该知道，我若不点头，即便你能让皇上、皇后，甚至是太后为你出面，你也很难拿到和离书离开我们苏国公府。至于和离，我之所以不着急，那是因为我胜券在握，不出3年，我就能如愿拿到和离书，离开你们苏国公府。苏敬周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但辅国大将军府里，小姐，这是大小姐送来的邀请函。楚宁那个丑八怪竟然要办赏花宴，他还要在赏花宴上给风哥哥选小妾，他是疯了吗？此时秋实园门口，除去楚宁跟温雨以及10余个前来赴宴的小姐跟他们的丫鬟之外，还有萧文秀领着的一大群苏国公府的女眷。快去瞧瞧，楚家小姐这是怎么了？安圣公主，楚二小姐今日是我们苏国公府的客人，应当由我们苏国公府的府医来给她医治，不敢劳烦安圣公主身边的人。楚家小姐人都已经晕倒了，而你们苏国公府的府医眼下又不在此处，倘若耽搁了时间，楚家小姐有了个好歹，责任国公夫人你来担吗？老夫人，楚莹今日是拿到我的邀请函进的府，她要是有了一个好歹，楚家人必然会把责任全部归咎到我的头上，所以还请老夫人让开，由安圣公主身边的人看看她的情况。你是她姐姐，医术又极好，还是由你来看看她的情况吧。楚宁挑了挑眉，也没推拒，走到楚莹身边蹲下去，探上了楚莹的脉门。她只是小产之后，身子还没有养好，才会在剧烈的奔跑过后，因为气短晕厥过去罢了。小产？你是说宁儿姐姐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宁儿，你妹妹可还是待字闺中的小姐，她怎么可能小产啊？你是不是诊错啦？有劳望月姑娘也来替楚莹把一下脉，免得回头我被人冠上一个污蔑她的罪名。苏国公夫人，本宫今日只是来赴楚宁的赏花宴的，
你们不用如此兴师动众的来接驾，而且本宫素来不喜待在人多的地方，还请让不相干的人离开。公主，楚二小姐确实是刚小产不久，也确实没有大碍，稍后就会醒。那就让人把她送回辅国大将军府，让辅国大将军府的人为她。后面的调理身子4个字君然都还没有说出口，楚莹就突然坐了起来，因为起得太猛，她戴的斗笠掉了。瞬间在场的人都看清了，她如今那张上了厚重妆容也憔悴得像是患了什么大病的脸。立马就有人小小声的议论了起来。静儿姐姐，你别着急，就算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我哥也一定会娶你进门的，而且你千万别相信他们这些长舌妇的胡话。楚二小姐腹中的孩子未必就是你大哥的，你别在这儿添乱了。老夫人，我确实跟风哥哥有了夫妻之事，我也确实怀上了风哥哥的孩子。今日这事儿叫安圣公主看笑话了，请公主入秋实园去赏花吧。宁儿为了举办今日的赏花宴，搜罗来了诸多新奇的花卉，一定能叫公主一饱眼福。国公夫人该也知道，本宫父皇曾为了让本宫开心一些，让人为本宫寻来了全天下的奇花异草，所以本宫对楚宁今日用来办赏花宴的花卉不是很感兴趣，反倒是贵府大少爷跟楚家二小姐之间的事让本宫有些感兴趣，所以还请国公夫人命人搬些椅子来，本宫要与这些小姐们一道坐在这里等贵府大少爷回来。转眼个把时辰过后，苏迎风风风火火地赶回来时，今日贵府发生的事，苏大少爷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吧？是，回来的路上我已全部知悉。3年前我与楚宁成婚前，确实与楚二小姐情投意合，且互定了终生。但在我外出剿匪的这3年里，已经将自己摆在了楚二小姐姐夫那一身份上，断不会逾矩与她做任何有失身份的事。楚莹小脸煞白，身形摇摇欲坠地看着苏迎风，心疼的像是整个要碎裂开来了。来人，送楚二小姐回府，让府医也跟去，免得楚二小姐在路上出了什么岔子。等旁的小姐们都进秋实园了，今日的事是你设计来让莹儿名节尽毁的。你祖母还没走，你去好好问问她，就不会来这么问我。这时有侍卫匆匆而来，远远的就冲苏迎风喊话道：大少爷，大少爷，辅国大将军府的3位少爷打上门来了，这里是苏国公府，由不得3位少爷放肆，还请适可而止。苏迎风，你这个敢做不敢认的孬种，你要还是个男人，就把这些暗卫给撤了，好好跟我们打一架。大少爷，国公爷说了，您身后是整个苏国公府，莫须有的罪名您无需往身上揽。我此番归京后，还未与你们妹妹私下里见过，所以你们妹妹怀孕小产都与我无关。单就我们3个人不是那10来个暗卫的对手，加之楚宁还在苏国公府里，我们还是先回府去跟父亲商议一番吧。楚宁以前从未设过什么宴，今日却突然搞了个赏花宴，为苏迎风选妾，他还送了邀请函给莹儿。我怀疑他是早就知道莹儿跟苏应风之间的事儿，故意设了个局来算计莹儿。楚林一言不发地跟着他们，出了苏国公府，才冲楚恋开口：爸，以前那些导致我们跟楚宁生出了隔阂猜忌，甚至是让我们厌恶嫌弃上了楚宁的事情，似乎真的不是楚宁所为，也不是妹妹身边的人所为。你有证据吗？我之前查来查去，始终都没有查到任何眉目。在我都准备放弃了的时候啊，突然有人给了我一封信，那人在信中指引我查到了妹妹身边的高妈妈身上去。然后我在调查高妈妈的时候发现，祖母也在查高妈妈，且祖母手里还掌握了一定的证据，证明那些事是高妈妈擅自所为。父亲今日也在家中，我们回家叫上父亲，一起去见见那些人证物证再说吧。当年你将他带回府，视他如亲生，还耗尽了心血栽培他，没有半分对不起他的地方。如今他自己做错了事情，不能让我们楚家其他还待子闺中的小姐受他牵连。夫人，老夫人请您去一趟，说是有些事该让您知道了。
而后于静书在东陵的搀扶下才刚坐下，就听得高妈妈说道：当年老奴跟夫人说，老奴会格外照顾二小姐，还想跟来你们府中继续照顾二小姐，是因为在遇到二小姐前，老奴刚失去了自己的女儿，把二小姐当做了自己的女儿在看待。但真正的原因是，老奴是二小姐的亲生母亲。你休要巧舌如簧的来替莹儿开脱。赫儿，你们父子4人前面去哪里了？母亲，我们出城去见了此前5年里断断续续从莹儿院子里离开了的那些下人。母亲啊，你先别激动，妹妹她肯定是受了高妈妈的洗脑蒙骗，她不是真的想杀那些人，也不是真的想害楚宁，她只是想让我们跟以前一样的对她好罢了。送我去苏国公府，我要见宁儿。去取一点莹儿的血，与高妈妈滴血验亲。若她所言属实，就送她去官府，让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楚离安夫妇到苏国公府外面时，叶思正在一脸气愤地在跟楚宁说今日他们辅国大将军府里的事儿。小姐，管家直接把楚大将军夫妇领到我们清风院外面来了。楚夫人还说，她今日见不到小姐，就绝不会离开。若他们要硬闯，那就轰出去。1个多时辰以前，楚宁就送走了所有前来赴宴的人。宁儿，娘亲已经知道，当初都是我们错怪了你，你出来见见娘亲，让娘亲好好弥补你好不好？娘亲不求你能立刻原谅我们，只求你能别不理我们，我们可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至亲啊！日后我们一定会无条件的相信你，绝对不会再让从前的事再发生了。突然，君莫裹挟着些许愠怒跟心疼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你要是想哭啊，本宫可以勉为其难的把肩膀借你靠一靠。掐殿下的太子妃会醋，她不会。有道是女人心海底针，殿下还是别太笃定的好，免得以后后院起火。哪有人会跟自己吃醋的？楚宁一下子就愣住了，他还想跟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他却直接跟自己挑明了。那现在他是继续装糊涂好呢，还是继续装糊涂好呢？然而没等他纠结出个结果，君莫就又起口问他了：要不要靠？要。殿下肩膀好硬。那为了让你下次靠得舒服些，我得尽快长胖些才行了。殿下确实应该再长胖一些，但我日后断是不敢在这般劳烦殿下了。不算劳烦，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能借肩膀跟你依靠。楚宁给他轻轻柔柔的声音挑拨的心间微微有些发痒，正准备把脑袋从他肩上移开，并顺势往旁边挪一挪，离他远点，就又听到于静书用伤心欲绝的声音连声的呼喊他。此时天色早已经黑透了，京城内各大青楼、酒肆、茶坊，甚至那些苍蝇小馆里，都有人在谈论楚莹怀孕流产了，还奸夫不明。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谈论楚莹，因为永华公主在今天对外宣布了她为了得到乌西央做过的所有事儿。京中有人开了赌局，赌你会不会跟苏应风和离。那是赌我会跟他和离的人多，还是不会的？目前是会的多。我东宫里有人擅自拉帮结伙，加入了禁区下注。去帮我下注。当事人都参与进去了，那本宫也跟着凑个热闹好了。你回去找叶静拿银子。无痕便没有多嘴问，翻出窗户之后，飞快地出了苏国公府。你们主仆都能在苏国公府里来去自如，看来苏国公府里的守卫不行啊。而这天晚上，于静书夫妇一直在楚宁清风院外面等到了亥时末都没有离开。君莫此时都已经在楚宁房里的软榻上睡着了，因为楚宁一开口请他离开，他就说于静书夫妇什么时候走他就什么时候走，所以这会儿他虽然已经困了，却也还熬得住。就在取了薄毯去往君莫身上盖的时候，宁宁姐，宁宁姐，宁宁姐，您。这时他突然听得一声极其响的夫人，是楚离安的声音，想来是于静书身子受不住了，晕倒了。姐，楚夫人晕倒了，楚大将军抱着她离开了。我知道了，你们先去歇下吧。想试试看他听见之后会不会想起他来，想到此
君莫注视着楚宁的睡颜，脱口嘀咕道：“算了，宁宁姐，你还是别想起来了。那3年里的我，实在是太弱了，太丢脸了。你喜欢上如今的我就好。”而此时，熟睡中的楚宁梦到了一个圆滚滚的小胖子，那小胖子像个跟屁虫似的，一直在梦里追着他。他使劲的跑，却慢得要死，很快就被小胖子给抓住了。完事儿，那小胖子还一脸臭屁的冲他说：“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本太子就勉为其难的喊你姐姐吧。但你长大得做本太子的太子妃。”太子妃是什么鬼？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太子妃？父皇说太子妃就是我媳妇儿。那我不要，我已经是别人的媳妇儿了，我只能做你姐姐。我不要姐姐。清晨，楚宁从噩梦中惊醒，一坐起身就听见了君莫的声音：“做噩梦了吗？做什么噩梦了？”记不清了。楚宁脱口撒了谎，然后才稍稍的醒过神来。而叶静让无痕送来的是2人份的早膳，有不少楚宁喜欢吃的，所以楚宁在简单的洗漱过后，没有拒绝跟君莫一起用早膳。只不过一用完早膳，他就把君莫轰走了。楚大将军又来了。永华公主昨晚发了一宿脾气，今儿天一亮就把她此前传进她公主府那些太医给下狱了。楚宁连忙去药房取了一个药瓶递给叶思，让人送去永华公主府吧。宁儿啊，以前的那些事儿，为父跟你们母亲都不知真相，所以才会。请楚大将军自重，我如今已非你女儿了，你还唤我宁儿不合适。还有，我会出来见你，不是要听你解释，也不是要给你们机会忏悔，更不是来挨骂的。我是来给你警告的，如若你们继续像昨天那般来烦我，我会拿出看家本领，让你们不敢再靠近我。此时东宫里头，君莫刚一踏入他的寝殿，就有一只茶杯朝他砸了过来。父皇，那套茶具可是皇祖母给我的，回头你记得让袁公公寻一套一模一样的送来，不然我就去跟皇祖母说你对他有意见。你除了会告状骂人还会干什么？我骂谁了？你还好意思问？老子让你看那些弹劾你的折子，是为了让你反省，让你收敛些，可不是让你在折子上痛骂那些人的。他们都在折子上把我批得一无是处了，我还不能骂骂他们了。再者，就我如今这副破败身子，除了告状骂骂人外，我也干不了别的事了。哼，你还干不了别的事儿？你不是让叶静去帮你下注参与赌局了吗？所以父皇今日是冲着我参与赌局一事来的，莫不是那场赌局因为我的参与在京中火了？刚才叶焕说楚宁那丫头又给你换药方了，莫不是她这次换的药方不如先前的好？宁宁姐换的怎么可能不好？那你这气色怎么反倒还更差了？死人都要比你气色好了。我这是昨日给楚离安那老小子气得没有喝药的缘故。哼，人楚大将军未来可是你的岳父啊，你只要宁宁姐不认，他就不是。跟宁宁姐有关的那个赌局，参与的人数到多少了？殿下回来前，老奴刚让人去确认了一下，已经有数万人参与了，且总金额已经高达几百万两白银了。那是哪边下注的人多呀？赌咱们太子妃不会跟苏大少爷合离的人比较多，且金额也是那边多。你给我下注了多少？5000两。才5000两？我东宫已经穷到这个地步了？哎呦，已经不少了呀，殿下。再多，明天送来咱们东宫的弹劾您的折子，怕是得翻个好几倍呀。叶静说的苦口婆心，生怕君莫再让他去加注。皇上则是又抄起了一个茶杯砸向了君莫。快去苏国公府请宁宁姐过来，再去宫里把皇祖母和母后也请来，晚了我就要见不上他们最后一面了。皇帝气得直咬牙，差点没忍住把手边余下的几个茶杯也朝他丢过去，但他太清楚这逆子疯起来能到什么地步了。最终拂袖起身，丢下一句：那场赌局闹大了，后果可大可小，你要拿捏好分寸，就气呼呼地走了。安排人去请宁宁姐了吗？
这也不是很严重，就不必让太子妃受累来这一趟了吧？老奴把叶焕叫来，让他给殿下上点药。不行，必须得让宁宁姐过来，还得快些。是得快些。太子妃要是来晚了，殿下额头上这红印儿啊，都该消完了。连忙转身出去，安排了人去苏国公府请人。完事儿，他拿着一叠银票，再次去到君莫身边禀道：殿下，这是太子妃给无痕的银票，总共2300两。老奴凑了个整，给他下了3000两，然后用的是无痕的名字。收着吧，日后再寻个机会给他。是。另外，苏国公也参与了那场赌局，金额还高达1万两。本宫罚了，你退下吧。而苏国公府那边，叶静派去的人进入楚宁的药房，道明来意之后，楚宁直接丢了不去俩字给他。完事儿见那小公公死活不肯走，他才又补了一句：皇上那么看重你们家殿下，他砸完你们家殿下都能放心走人，可见并不严重。你回去告诉你们家殿下，这世上可就一个我，他把我累死了，就没有人能救他了。那小公公这才回去复命。而这个时候，永华公主府里，殿下，此药是解药，又不是解药。何意？对方在这解药里头添了一味毒药。曹驸马眼下所中之毒被对方改得十分古怪，明明脉象都已经虚到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地步了，却又一直吊着一口气。所以微臣眼下也说不准曹驸马不立刻服下这颗解药的风险有多大，还请公主殿下定夺。若他服下这颗掺了毒的解药后死了呢？微臣不敢把话说太满，但对方此前既然能够悄无声息地给曹驸马下毒，若他真想取曹驸马的性命，应该不会用如此明目张胆的下毒方式。你们能去除掉里面的毒药，做一颗新的解药出来吗？能，但是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因为这颗解药用到了几味极其罕见的药材，而那几味药材眼下太医院里都没有存货了，所以微臣认为先让曹驸马服下这颗解药，之后再来应对这颗解药里面掺的毒才是上策。公主，袁公公来了，说是皇上方才去东宫看太子殿下的时候，跟太子殿下起了争执，一怒之下拿茶杯砸伤了太子殿下，要传我们府里的所有太医前去东宫。父皇拿茶杯砸了大哥。哦，这可真是天要下红雨了呀！父皇都舍得砸大哥了。显然辅国大将军府里，楚家的族亲早早的就全部都聚到了楚营的院中。哎呀，我会给宁儿一个交代的。宁儿因莹儿受了5年的苦，我会把莹儿送去思过安，去思过5年。让妹妹去思过安会不会太过了？而且5年也着实太久了些，妹妹如今都20岁了，5年后出来可都25岁了呀，这还如何嫁人生子呢？你跟你大哥都20有4了，我也还未是娶妻生子。他25岁出来嫁人生子，怎么就迟了？楚恋噎了噎，他是因为未婚妻跟旁人私奔了，至今也没找着，才没有成婚的。我们自家人虽然并不介怀莹儿失贞有孕那些事儿，但外人会介怀。你以为如今还会有谁想娶她呀？李安发莹儿去思过安思过5年，你们可满意？这话二嫂其实该去问宁儿那孩子。父亲，莹儿不想去思过安，莹儿知道错了，您别让莹儿去思过安好不好？莹儿可以去姐姐面前跪着跪不是，跪到姐姐原谅莹儿为止。苏国公府里，清风院中，叶思步入楚宁药房，禀报完李富秋太医求见之后，他有说是为何事而来吗？他说是为了几位他们太医院此前送入小姐手中的稀缺药材而来的。请他进来吧。转眼的功夫，叶思就把李富秋领进了他的药房中。在下久闻苏大少奶奶您的大名，此番机缘巧合领略到了您的制毒手法，对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请苏大少奶奶收在下为徒。所以你今日的来意是想利用我的把柄逼迫我收你为徒？不是逼迫，是请求。您看，我都给您跪下了。我不收徒。至于你窥探到的事儿，你最好别往外说，否则你会成为下一个曹驸马。
我原本就没打算往外说，而且我相信您不会对我下毒。为什么？因为皇上曾在说起您的时候用了心太软人太傻6个字来形容。加之我又不会做对您不利的事情，只会诚心诚意地请求您收我为徒。那我要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收你为徒呢？那我就在这里跪到你点头说愿意收我为徒为止。叶思，把他给我丢出去。而后他目送李富秋走远了，确定他不会折返回来了，就欲转身而去，却在将要转身的一瞬听到了一声等等。本小姐要见楚宁，你赶紧去通传一声。最后一个生字儿都还没有出口，苏映霞就看到叶思砰的一声用力地关上了院门。不开门是吧？本小姐奈何不了你们，还奈何不了苏映河吗？本小姐现在就去苏映河那里把她用的药全部抢来。你敢在苏映霞之前去交给苏映河，让他把他自己用的那些药藏起来，让苏映霞把这几个抢去用。是。叶思应声接过瓷瓶，纵身而去。小姐，殿下刚刚让人送了信鸽过来。楚莹被楚离安送去思过安待5年，其身边的人都关进了辅国大将军府的大牢待审。你去东宫告诉太子，高妈妈不是楚莹的生母。虽然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能跟楚莹血液相融，但是我知道她原本的姓是第5。第5，叶想片刻也不敢耽搁，匆匆去了东宫。他除去知道楚莹是前朝皇室的血脉，也知道楚莹身边有不少前朝皇室的人之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东宫，叶想去到君莫寝殿的时候，君莫正在跟离尘下棋。说吧。小姐说楚莹身边的高妈妈不是楚莹的生母，虽然她不知道那高妈妈为什么能跟楚莹的血液相融，但她知道那高妈妈的本姓是第5。君莫脸色微微一变，然后他与离尘对视了一眼，就对叶想摆了摆手。待叶想退下之后，你今日不单单是来找我下棋的吧？来意都没说你就想走？近来星象有异，我本是来提醒你近来多加小心的，但我现在迫切的想去见见楚宁。你说你迫切的想去见谁？给本宫把他拿下！无痕应声而出，刚抱拳冲离尘说完，得罪了。我是要去跟楚宁确认一件事，你如此大反应作甚？有什么事是不能当我面确认的？太子，你是不是忘了我乃出家人？自古以来，出家人为情还俗的例子还少吗？加上我宁宁姐又好的举世无双，万一……没有万一，且也只有殿下你一人觉得楚宁好到举世无双。至于我要去当面跟楚宁确认的那件事，有着不能泄露天机的因果在其中，所以说我无可奉告。跟他突然之间对苏应峰那个渣子死心，以及和楚家人决裂有关？滚吧滚吧，下回你再敢当我面说迫切的想见我宁宁姐，我就让你去我那水牢里住到腐烂为止。我听说你的人这几日在京中胡乱抓人往水牢里关，你就不怕日后百姓们不敢骂你，全部将矛头指向楚宁？不怕，他们迟早会发现他的好。离尘无可奈何地暗暗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就走。他早就知道太子脑子里的构造跟正常人不同，有一大半都用来装楚宁了，如今却发现他还是低估了太子脑子不正常的程度。司国安那边安排好了吗？已经安排好了。郝太妃允诺了，一定叫楚莹在他们司国安，生不如死。让人去嘱咐他一声，别把人弄死了。是。大理寺那边调查楚莹身边的人有些日子了，却至今毫无所获。让顾青去给萧虎城传话，让萧虎城以本宫要为楚宁出头做理由，去辅国大将军府里把楚莹身边的人全部押去大理寺受审。是。无痕应声而去之后，君莫略显疲惫地捏了捏眉心。15年前，前朝余孽大肆抓捕了京中各大世家贵族的嫡子嫡女，企图在他们起事时用那些孩子来逼迫各大世家贵族的人为他们打开城门。而当时父皇人不在京中，他们打算在父皇回京之前把京城掌控在手里，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误抓了一个他。他那天得到了一个宁宁姐很喜欢的小玩意儿，大晚上兴奋到睡不着，威逼利用身边的人将他带出了宫，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辅国大将军府。
但他不知道宁宁姐住哪儿，就让身边的人去想办法探查。然后在他独自一人在辅国大将军府里猫着腰乱晃时，撞见了宁宁姐被一个黑衣人从某个院子里抱了出来。当晚黑到几乎要伸手不见五指，但巧的是，那人抱着宁宁姐翻墙而出时，正好月亮出来了。然后年少无知，还被身边人惯得有些臭屁自大的他，大喊一声宁宁姐，就朝那黑衣人冲了过去。那黑衣人就把他当作楚家的少爷一块抓走了。事后他身边的人用最快的速度通知了父皇，父皇火速赶回了京城，打乱了那些余孽起事的节奏，就恼羞成怒地把他们那些孩子抓起来当药人折磨了。而这个时候，苏国公府里，黎晨已经跟楚宁相对而坐了，但叶思四人被他打发出了房间。待兰姑送来茶点退下之后，国师大人是为太子而来的吗？楚小姐应当已经知晓太子对你的心意了吧？5年前，楚小姐被楚家接回时，属于你的那颗星曾短暂的在紫微星周围闪烁过几次。后来因为太子听了我的话，与你保持距离，那颗星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但是近来因为你们生出了交集，那颗星又再度出现在了紫微星边上，还紧靠着太阳星，只不过与从前不一样了。具体是如何不一样了，我无法与楚小姐解释清楚，但它的变化在我师父的手录中预示着涅槃重生。我知不知晓未来的事，可是会影响到某些事儿。这世上的事都是息息相关的，也是早就注定好了的。你既能知道，那便是天意。无论生出了怎样的影响都并不重要，但那可能会给你自身带来某些危险。今日我与楚小姐的对话，无需让第三个人知道。我先告辞了。而此时司国安不是在我祖母面前允诺了会好好照顾我的吗？怎么？我是答应了楚老夫人好好照顾帮衬你，奈何我们这儿做主的人不是我啊。先送她去暗房静静心。你既答应了我祖母，还收了我祖母的银票，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否则我日后出去了一定会四处宣扬坏你们名声的。然后那2个老妈子一左一右的就架起了楚莹，我将她丢进了一个低矮潮湿且臭气熏天的房间里。让太子的人帮我多盯着一些苏国公跟他身边的人，若有异动，需要立刻知会我。是，奴婢稍后就设法通知他们。另外，我亲自做好的这些药，你稍后让叶念或者叶盼以太子的名义送到乌家去。叶思重重点着头应罢之后，叶想拿着一副邀请函进来了。小姐，吏部尚书府的大小姐送来了邀请函，请您10日后去参加她的生辰宴。人家都来赴我的宴了，不去不太好。此时东宫那边，殿下，出事了，那些被楚大将军关进牢里的人全部都死了，连关在京兆府大牢里的高妈妈都死了。怎么死的？单看死状，像是死前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直接吓死的。但萧大人进行了初步尸检之后，确定了那些人都是中毒死的。这都几百年了，前朝皇室的人还是这么心狠手辣。让潜入司国安的人盯紧楚莹，之后肯定会有人去与他接触，但只要盯着就好，免得打草惊蛇。顾青应罢正要退下，却见叶静领着袁公公匆匆而来，而后袁公公去到君莫床前，匆匆行完礼，就将一封密信呈到了君莫面前。太子殿下，这是太和国的摄政王命人送来的，事关刚被楚大将军送到司过安的楚营，皇上特意让老奴拿来给您过目。事关楚营，君莫脸色当下就沉了沉。待展开密信看罢之后，他脸色是越发不好了。楚营除去是前朝皇族的血脉之外，竟还是太和国摄政王元素之女，且元素正在赶来见他的路上，1个月之后就会抵达。有传闻称，元素曾暗中找过他妻女很多年，他定然会为楚营做主，让楚营如愿嫁给苏应峰。有劳公公转告父皇，元素替楚营做主，让她嫁给苏应峰之事，就是我祝宁宁姐顺利拿到和离书之日。而袁公公火烧眉毛一般的跑走之后，君莫叫了叶静到跟前问：苏国公府那个病秧子这几天怎么样了？哎呀，托咱太子妃的福，苏二少爷近来呀，整个人跟脱胎换骨了似的，精气神好了不少啊。而苏国公府那天
因为白日里倒腾了一天的药，累得早早就睡下了的楚宁，却因一直陷在梦魇中，整晚都没有睡踏实。楚莹竟然还有这么一层身份，那之后苏国公夫妇应该会同意他进门了吧？说不准还是以平妻的身份风风光光的迎他进门，也肯定会对外解释他的奸夫就是苏应风，那样他的名声扭转了，身份还变高了。只怕以后他会成日来给小姐使绊子啊！小姐，要不要让殿下想想办法，帮您拿到和离书，早早离开苏国公府？暂时还不用，眼下我有一桩更重要的事情要请太子殿下帮忙，我想请太子帮忙找一些人。小姐您说，奴婢稍后就去东宫传话。15年前，于静书夫妇遇上楚莹的时候，楚莹身处在一群难民中，我想知道那群难民中还有没有人活着，有的话就得劳烦太子的人把人全部带来京城了。另外，在楚莹遇上于静书夫妇的前一夜，他们那群难民中曾发生过一件大事，我需要死在了那件大事中的母女俩的遗骨。便立刻退下去了东宫。巧的是，他到东宫的时候，君莫正在吩咐无痕安排人去找那群难民。故而听完他通传之后，君莫脱口便问：他可是在看完本宫送去的消息后，立刻就说了那些话？是的，因为殿下的信鸽飞到我们院里的时候，小姐在与静思师太说话，所以耽搁了一点时间才看到信鸽送去的消息。行了，你退下吧。找到他口中那个母女俩的遗骨后，顺便查查那母女俩的身世。那要不要再往太子妃身边安排些人呢？多了容易打草惊蛇，简宁宁姐可不是好欺负的。小时候她都能在一群大人手底下护着我了，如今知晓了天机，更加不会由着旁人欺负了。晌午时分，思过庵里，静思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赶回去了之后，立刻就让人给他抓了10只已经饿到了极致的老鼠来。我起不来了，你来扶我一把好不好？呸！你最好别在我面前搞这套魅惑男人的下贱招数，男人们会吃你这一套，我可不会。我听了你刻意拿腔捏调的软声哀求，只会觉得恶心。我没有。但静思不会信他，重重地将手中装老鼠的笼子放到地上之后，等楚莹因为声响看向了笼子，然后因看见了笼子里那些饿到不行、眼冒红光了的硕大老鼠，吓得瑟瑟发抖，连连往后挪时，静思才狞笑着道：你该好好的反省一下了，因为还有人跟我一样觉得你的言行举止恶心，特意给我们庵里捐了10万两白银，就为了让我拿老鼠来吓唬吓唬你。静思师太，你别走，别关门，把这些老鼠拿走，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把我的首饰、私房那些全部都给你，求你了，救命！他们想咬我，快走开，都给我走开！静思师太，静思师太，你别走，我求求你，你别走，也别关门，好不好？救命！谁来救救我？好疼啊！放开！莹儿姐姐，我今日做了不少点心，特意给你送了些过来。然后他从苏映河摆放在桌上的糕点盘里取了一块桂花糕来吃。宁儿姐姐，你知道我们大哥近来为什么一直都不在府上吗？为什么？据说是军中出了大案子，有人在大哥领兵外出剿匪那3年间，不间断地行探没军饷之事，而事情败露后，对方又在大哥还没有查到他身上之前，杀了好几个人，完事弄了一出畏罪自杀来迷惑大哥。大哥花了不少时间才查到，那死的几个人都是清白的。是吗？犯人找出来了吗？还没呢，不然大哥肯定会想方设法来继续烦宁儿姐姐你的。他现在哪里有功夫来烦我呀？他的宝贝莹儿都被送去思过庵了，等他空闲下来了，肯定是要去思过庵里把楚莹接出来的。这可未必，毕竟大哥要是真那么喜欢楚莹的话，那天就不会当众否认跟楚莹已有夫妻之实了。早迟是要离开苏国公府的，且那一天可能还不会太远了，所以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儿。日后这偌大的苏国公府里，除去你娘亲跟你哥哥之外，你谁都不要相信。
祖父肯定不会轻易放宁儿姐姐你离开的。我听说他已经知会了族中所有能在朝堂上说上话的人，还联络了所有与他交好还有依附于他的官员。一旦皇上皇后或是太子出面替你做主求和离书，他们就要集体罢朝。他甚至还联络了一些藩王，届时做些能够威胁到皇室的事情，逼迫皇室族人集体出来抗议反对。虽然我不是很懂朝堂上的事，但我之前听一说书的老先生讲，当今皇上在很多事情上其实都还处在受制于人的。行了，别说了，隔墙有耳。虽然在我这里是绝对安全的，其实皇上皇后甚至是太子此前都已经当面跟我提过可以出面帮我，但我拒绝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苏国公有一个闹到鱼死网破也绝不会轻易放我离开的李瑶。而朝堂乱了，遭殃的是百姓，我不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事置百姓的安稳生活于不顾。等苏应和一走，替我查查那个周慧慧。此时京城外思过庵外面，你把我们的静思师太怎么了？我来你们这里的路上看见他昏死在了路上，就把他给你们带回来了。妖怪，太妃娘娘跟亲嬷嬷也变成妖怪了！梅姨，灵儿，快来救救我！你先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她的银票我收下了。日后她若是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当然得是我能帮得上的地方，她可以随时让人来找我。小姐，我是令妈妈的人，令妈妈让我告诉小姐，半个月之内她就能助小姐离开思过庵，请小姐务必撑住。静思师太在放老鼠去吓唬折磨小姐之前，还有风之前，都曾去过苏国公府里见过楚宁。楚宁？难道那个捐了10万两银子给静思师太，让静思师太给我下毒的人是楚宁那个贱人？辅国大将军府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楚老夫人跟楚夫人近来热衷于不厌其烦的让人去苏国公府里给楚宁送东西。楚大将军父子几个则日日在军中疯狂操练，似乎想等楚宁态度缓和下来一些后，再去设法与楚宁修复关系。2日后的晚上，盛慕薇结束每日例行的诵经，正欲回房沐浴就寝，就突然听得一声响彻思过庵的走水了。去看看明星跟楚莹还在不在庵里，也顺便去确认一下静思可还安好。没一会儿的功夫，他派去的人就折返回来禀道：哎呀，娘娘，出大事了！静思师太死了，死状还惨不忍睹。奴婢去的时候，她已经被她养的那些老鼠吃得残缺不全了。火势似乎已经控制住了，你下山去报案吧，就说有人在我们庵内蓄意纵火后，引恶鼠杀人。翌日，苏国公府，楚宁起床之后，脸都还没有洗完，叶思就一脸兴奋地冲他说：小姐神机妙算，那静思师太当真死在了楚莹手里，还死得可惨了，被他养的那些老鼠吃得七零八落。要不是好太妃身边的人去得及时，他怕是只能剩下一副骨架了。往后这种小事儿，倪掌柜的不用亲自来送，随便差个人送来就成。妾身有些日子没有见着东家了，妾身闲着也是闲着，就亲自给东家送来了。倪寒给他送来的是一套高贵端庄的绛紫色对襟襦裙，配上繁复大方的绣花。约莫2、3刻钟之后，叶思刚为他梳洗完毕，叶念就进来道：小姐，苏儿小姐已经在院外等着您了。而后吏部尚书府门前，你们也刚到吗？我今日替母后去东宫看望了太子哥哥，太子哥哥说你今日要来吏部尚书府赴宴，我就心血来潮的跑来找你了。公主找我有事？没事，我只是听太子哥哥说，你以往去赴宴的时候，总是会被人用言语羞辱，特意来给你撑腰的，看谁敢当着我的面欺负你。加上公主，我今日可有3个护花使者了，都能在他们吏部尚书府里头横着走了呢。本公主今日是陪楚宁来的，你们不用太过在意，视本公主为普通宾客即可。此时吏部尚书府里，文家班的戏已经开演，周慧慧就气喘吁吁地跑来他身边说道：苏大少奶奶，不好了，苏儿小姐跟芹菜小姐起冲突，被芹菜小姐推进湖里了。
去到了吏部尚书府内的一处人工湖边，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除去一些今日前来赴宴的小姐夫人跟下人之外，还有不少男人。楚贺兄弟3人也在其中。而人群之中，浑身湿透的苏应峰穿着单薄的里衣跪在地上，脸色分外凝重地搀扶着小脸煞白正在不住的剧烈咳嗽，身体还在轻微地发着抖的苏应河。他湿透的外衣正罩在苏应河的身上，显然是他把苏应河从湖里救起来的。推他落水的人呢？随即一个只有13、14岁的黄衣小姑娘就被人从人群中推了出来。我们几个人在这儿说话说得好好的，他突然发神经冲过来跟我理论，还非要拉着我去当面给你道歉。我随手一推他就掉河里去了，他肯定是故意的，用这样的方法来讹我。他外祖家是京城首富，你有什么值得他讹的？楚宁没有再搭理他，突然抬脚就把秦嫣然踹进了河里，然后伴随着落水声跟一声声的惊叫，楚贺快速地跳下去把秦嫣然拖了上来。这个时候才有吏部尚书府里的下人匆匆而来。我们夫人眼下忙着陪百世子妃，无暇抽身前来，但她命奴婢们替各位准备了更衣洗漱的房间，也准备好了更换的衣物，请各位随奴婢们来。跟着前面领路的丫鬟去了一处偏僻的小院中。苏大少奶奶，你大哥肯定已经把府医请到秦三小姐那边去了，我扶苏大少奶奶你去那边让府医给你瞧瞧吧。而后周慧慧将她搀扶进了一个烟雾弥漫的房间里，房里的床上已经躺着陷入昏迷中的苏应峰。在周慧慧将他往床上放时，他用银针扎上了周慧慧的某处穴位，然后将无法动弹也无法说话的周慧慧放到了床上去。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这个人现在十分记仇，你的苦日子要开始了。说完，他无视了周慧慧逐渐变得惶恐的表情，好心的去香炉边上往里面添了点料，然后折返回了苏应河所在的房间。水里有人把我往湖底拖拽，在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的时候，那人却突然放了手，然后大哥潜下来把我救上了岸。当时我吓坏了，没有多想，可刚刚我泡在浴桶里，整个人放松下来一些后，却突然想到秦嫣然虽然是个骄纵成性，嘴上还总是不饶人的人，却不可能有害我之心。那湖底的人肯定不是他安排的，但那湖底的人明显是冲着我来的，所以我会经过那里，会在那里听到秦嫣然他们满口喷粪，还会被秦嫣然推进湖里。那肯定都不是巧合，而是有人安排好了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想在今日算计女儿姐姐的。楚宁暗暗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问什么，就只是静静地在边上待着。苏应河能早点看清苏敬周的本性，早点抛弃对苏敬周的敬慕，是一桩好事儿。奴婢大意了，这小姐一人于险境，险些酿成大祸，着实该死，请小姐责罚。大意了？你们方才去哪儿了？先请问大小姐，随她母亲身边的嬷嬷离座后，紧接着安圣公主也被人请走了。之后苏二小姐在告知了小姐她要去如厕之后也离座了。虽然她身边有柳儿跟着，但奴婢还是不大放心，就让叶想跟了去。谁想叶想跟过去后没多久，奴婢就听到了东宫暗卫之间紧急联络时才会用到的哨音。奴婢就在与小姐说了一声之后，循着哨音前去查看情况了。谁想竟被人一路引出了吏部尚书府。温雨跟安圣公主去了哪里？奴婢从吏部尚书府的下人口中得知，温大小姐跟安圣公主此时都在燕夫人院中，但他们是因为什么去的燕夫人院中，奴婢就不得而知了。那把叶思引走的显然是苏敬周安排的人，用的还是东宫暗卫之间紧急联系用的哨音。很快，等苏应河穿戴整齐地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温雨还有君然就在乌泱泱一大群人的陪同下来了。我方才听说楚姐姐你为了帮苏二小姐出头，把秦三小姐踹进了湖里。秦三小姐受到了惊吓，着了凉，到这会儿都还在不停地呕吐。秦三小姐的几位兄长一直吵着要来找楚姐姐算账呢。今儿他们宴府事情一茬接着一茬的，我们要不要先走？我听说你们去了燕夫人院中，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百世子妃吃的糕点里面有她不能吃的杏仁，幸好她吃的少，问题不大。
但百世子妃身边的嬷嬷还是立刻把温雨叫了过去。然后燕夫人又从温雨口中得知我也不能吃杏仁，就火急火燎的叫人把我也叫了过去。幸亏我顾着看戏去了，一块糕点也没有吃。公主，你以往鲜少在外走动，今日也没有提前说要来赴宴，燕夫人不知道你不能吃杏仁儿是很正常的，但她肯定知道百世子妃不能吃杏仁儿，自然没有事先知会他们府里的人。他说是知会过的，还反复叮嘱了好多遍。且他把负责做糕点的厨娘叫去问话时，那厨娘坚称他没有放杏仁。后面他们府里的管家也说近几天他们府里就没有采买过杏仁。然后燕夫人就忙着查那有杏仁的糕点是从何而来的了。楚姐姐，我母亲这会儿也没事了，要不我们这就走吧。我怀疑今天的事是冲着我来的，怕连累到你们。天哪！苏大少爷，苏大少奶奶，你们竟然在我们府里！那丫鬟的声音戛然而止之后，温雨、君染、苏映和叶思，还有门外的一群丫鬟婆子，全部都齐刷刷地看向了楚宁。刚刚那个丫鬟喊的，这会儿苏映峰是跟楚宁那个丑八怪在里边行周公之礼吧？他们不是还没有圆房吗？这是他们圆没圆房的问题吗？他们再怎么饥渴难忍，也不该在人吏部尚书府里头做这种事儿啊！真是丢人呐！说不准是苏映峰被楚宁那个丑八怪算计了呢。那丑八怪医术不是很好吗？使毒的本领肯定也不小。加之他那么喜欢苏映峰，肯定早就在算计跟苏映峰圆房一事儿。你们都给老子闭嘴！再多说一个字儿，老子就把你们嘴给封起来！你冲我们狗叫什么呀？显得你有多在乎楚宁那个丑八怪似的。我可记得啊，你们以前啊，为了护着你们的宝贝妹妹楚莹，没少欺负那丑八怪啊。如今你们知道那宝贝妹妹实际上是个蛇蝎美人了，就想回头来对那丑八怪好了。你也不问问那丑八怪稀不稀罕你们这么虚伪恶心的哥哥吧？燕红炫夫妇闻讯赶来的时候，楚河兄弟三个正在把秦家兄弟几个按在地上狠揍。已经让人去请你们父亲楚大将军过来了，你们的父亲我也让人去请了。苏映峰怒火中烧，又百思不得其解。而周慧慧重重摔在地上，惨叫出声之后，就痛得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太子殿下驾到！殿下，里面是苏大少爷跟户部尚书府的庶出九小姐周慧慧。楚宁人呢？你们把苏二小姐安置在哪间房里更衣洗漱了？转角第4间。太子殿下稍后，臣妇这就去将苏大少奶奶。本宫身体不舒服，特地寻他为本宫施针。你直接领本宫去他在的房间即可。皇上不想让旁人知道我们殿下目前的身体状况，烦请燕夫人先行退下，并让闲杂人等全部离开这个院子。叶思打开房门，把君莫恭迎进去之后，楚宁乍一看见君莫，眉头就是一皱，因为君莫的脸色比他昨儿去东宫的时候要差了太多太多。太子哥哥，你脸色怎么差成这样啊？明明我上午去你东宫的时候，你气色都还挺好的呀。没事，只是有人企图染指我的宝贝，把我气着了。请殿下容我给您把个脉。等他在君莫身边蹲下，把上了君莫的脉门，确认了他脉象与昨日并无差别之后，才抬起头，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他这明明是装的，哪儿来的脸因为他没有立刻过来给他把脉确认他的情况而委屈呀？不对，他为什么能看懂他是因为什么在委屈？他得给我施针，你们先去外面待着。然后等顾青把房门关上了，温雨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问：施个针而已，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啊？可能需要脱衣服啊？那楚姐姐不是早就把太子表哥的身子给看了吗？太子表哥会不会以此来逼迫楚姐姐对他负责啊？表妹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太子表哥他对楚姐姐有意吗？啊？太子喜欢宁儿姐姐。然后房内顾青一把房门关上，君莫就把还蹲在地上的楚宁拉了起来。往后你在我面前不要动不动就跪，动不动就蹲。好。苏晋州那只老狐狸藏得远比我想的要深，稳妥起见，元素抵达之时，你就得趁机从苏国公府脱身。天下是不是都已经有计划了？你如果想知道细节，我可以全部告诉你。天下没有直接告诉我
就是有不想告诉我的理由存在吧？那就不用告诉我了，我不会坏殿下的事的，毕竟殿下也是在为我谋划。君莫勾了勾嘴角，为他无条件的信任自己这一点感到开心。然短暂的开心过后，他就立马又陷入了滔天的愤怒中。苏敬周那个老东西，明知道宁宁姐对他有多重要，还敢算计宁宁姐到这个份上。等宁宁姐从苏国公府全身而退之后，他定要让那个老东西付出代价。殿下，属下等找到叶想跟柳儿了，他们被人关在燕府那一处宫房旁边的杂物间里。柳儿被人点了昏水穴，叶想则是中了数面暗器，陷入了昏迷中。他没事吧？没有生命危险，但那暗器上有毒。属下等已经将暗器拔出，并给他服了楚小姐您给他的解毒丸。而吴痕又从身上掏出了几枚暗器，用双手呈到了君莫面前，禀道：属下曾在苏国公府的二老爷的案宗上见过这种蛇头镖。你是说苏守贤可能是死在他老子手里的？是。找到确凿的证据？是。再把今夜这吏部尚书府里与苏敬周有牵连的人全部找出来。吴痕应声而去之后，君莫立马看了楚宁一眼。我现在送你回去，还是再等等？再等等吧，这会儿就出去，显得我给殿下施针多容易似的。恐会有人猜测，殿下的身体已经大好了很多。而这个时候，院子外边因为君莫的到来，前来吏部尚书府赴宴的宾客几乎全部都围聚了过来。虽然这会儿苏应芬跟周慧慧都已经穿戴整齐了，可知情的人还是都在直勾勾地盯着他们看。楚立安跟苏敬周来了。方才我已经一一审问了出入过这个院子的下人，据他们说，周九小姐你是跟着苏大少奶奶和苏二小姐他们来的，起初你也一直跟着苏大少奶奶一起待在苏二小姐所在的房间里，不知你为何会跑去隔了大半个院子的苏大少爷所在的房间呢？燕夫人恕罪，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你这么说是在告诉我们你自己跑去了苏大少爷所在的房间，还往他的茶水里下了药，然后又在他昏迷不醒后进去与他有了夫妻之实。是，我趁苏大少爷沐浴更衣的时候，装作你们府上的丫鬟进去给他上了茶，还往他房里那香炉里放了催情香。那你现在该跪的人就不是我，而是苏大少爷本人。4年前我随长姐去苏国公府里赴宴的时候，第一眼见到苏大少爷您，就对您一见倾心了，但您从来都没有多看过我一眼，可我实在太想嫁给您了，迫不得已才……哼，迫不得已？好一个迫不得已！户部尚书就是这么教养你们的？苏大少爷，我九妹打小就是由他姨娘教养的，她品行如何，实在与家父无关。但他今日胆大包天的对苏大少爷你做下那般不知廉耻的事情，我们户部尚书府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你们最好是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求你让我进苏国公府吧，要不然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呀。见过不要脸的，却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看来户部尚书府的家风不行啊。小姐，要不然就同意他进门吧，膈应膈应苏大少爷也是好的。你我非亲非故，你的死活关我什么事？今日的事儿，我是受害者，你不会生我气吧？妹妹，千万别生妹夫的气，该死的是那周慧。谁是你妹妹了？你妹妹在思过庵里待着呢。楚林猛地噎住，等他缓过来，还欲再说点什么，却看见顾青推着君莫从里面出来了。等顾青推着君莫出了院门，君莫及时抬手制止了欲带头冲他行礼的苏敬周。本宫今日不舒服的紧，得立刻赶回东宫去用药，虚礼就免了吧。是。楚宁还需去东宫一趟，晚些本宫会派人将他安全送回苏国公府。啊，不敢劳烦殿下的人，老臣会让芬儿去东宫接宁儿。是吗？那就让他稍后去东宫外面等着吧。哎呦，令爱的医术当真是了得呀！先前太子殿下来的那脸色，差的都害得我心脏悬到了嗓子眼儿。这才没一会儿功夫，太子殿下的气色就好了这么多，着实是令人佩服。说不定他真能治好太子殿下呢。楚大将军，你们先前怎么就对外宣布了要跟他断绝关系呢？楚离安眉头拧得更紧了，
连带着楚鹤的脸色都变得难看了起来。那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了。1刻多钟之后，罗宜秋沁着得体的笑容，一一送走了所有的宾客。元贞妹妹，这次你无论如何都得帮帮我们，别说我家老爷那尚书之位要保不住了，只怕我们何府上下都要遭大难呐。你们府里的人呐，必须得好好清理一下了。完事再让晏尚书去东宫跟太子赔个不是就行了。只去跟太子赔不是就行了吗？楚宁那边要不要？楚宁那边不用，他如今是太子的人，你们跟太子赔了不是，也就等于是跟他赔了不是。但太子届时若是要求晏尚书去跟他赔不是，就还是得去一下的。苏敬周正在与楚离安对坐饮茶，两相沉默了许久，楚离安才开口问道：今夜晏府里的事，是苏国公你的手笔吧？是。宫里头，楚宁正在代替君冉跟君莫下棋。楚宁，你好厉害！我太子哥哥的棋艺可是好到连我父皇都下不赢的。你改天有空了，进宫去教我下棋好不好？好啊。确实厉害，我又输了。殿下，苏大少爷已经第7次问楚小姐什么时候出去了。别理会他，等他再问几次，再让人告诉他，本宫情况很不好，楚宁今晚得住在东宫。我住在东宫不太好吧？要不我换一个门走，让苏应风搁外面傻等着就是了。你是我的大夫，我不好了，你还走了，这还怎么让人相信我已经病入膏肓，彻底没救了？而且我不都让君冉留下来陪你了吗？对呀，我也在东宫呢，没人会说闲话的。而且我还从来没有跟母后以外的人一起睡过，我可期待今晚跟你一起睡了呢。嘿，这个房间呀，是我们殿下按照我们未来太子妃的喜好准备的。要是有不合您二位心意的地方，尽管跟老奴提出来，老奴啊，立刻着人更换整改。老奴啊，这就让人去给二位送浴桶跟浴汤过来。太子哥哥这东宫里头也没有个女人，女人家用的物件儿却这么齐全。哎，他是不是表面清心寡欲到好似对娶妻毫无想法，实际上却早就想把他那未来的太子妃娶进门了呀？这是自然的，我们未来太子妃呀，可是殿下放在心尖尖上的人，殿下做梦都盼着能早些把她娶进门呢。奈何殿下的身体此前一直很不妙，殿下不想害了那位，才一直没有行动。那太子哥哥现在的身体已经有所好转了，可得赶快行动起来才行。我可早就盼着能有皇嫂了，父皇跟母后也都一直盼着他娶妻呢。楚宁笑了笑，没有说话。1、2刻钟之后，叶静去到君莫的寝殿里禀道：殿下，太子妃跟安圣公主已经歇下了。君莫点了点头，脸色稍稍的有些不好。他都还没有跟宁宁姐一起睡过，就便宜了君冉那个臭丫头。殿下有所不知，太子妃刚刚是跟安圣公主一同沐浴的，期间安圣公主好似还摸到了太子妃哪儿，惹得太子妃都大呼她怕痒，让公主别摸了。母后莫不是没给那丫头安排教习嬷嬷，一点都不懂规矩。应该是安排了的，不过殿下再给公主安排几个也并无不可。那你明天亲自去宫里头，选几个给她送去。是，多选几个。哎，好。叶静差点就要憋不住笑了，这会儿殿下估计心里都要嫉妒疯了。后在一侧的顾青在这个时候拧着眉，快速地看了君莫一眼。姑娘家之间一起洗个澡，不小心触碰到了哪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吧？殿下这是在生什么气？此时东宫外面，苏应风已经快要沉不住气，想要直接闯入东宫去了。楚宁可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给太子治病施针，凭什么他只能在外面等着？翌日早上，天刚蒙蒙发亮，楚宁就醒了。安圣公主还在睡觉，你们另外给我找一个房间，洗漱更衣。叶四人呢？他们昨晚大意了，险些害小姐出事，我肯让他们去领罚了。他们在何处领罚？睡牢。片刻之后，君莫寝殿中，我素来赏罚分明，若是因为你心软，
提前把叶思叶想放出来了，会让我往后不好管束手底下的人。殿下不都已经把他们4个人送给我了吗？你这个主子，如今在外人眼里都是我的人，我替你管束管束他们，有何不可呢？只是在外人眼里，我又不是殿下的人。替我治病的人，怎么就不是我的人了？等你跟苏应风和离了，你是要住到东宫来替我治病的。届时全京城，乃至于全国的人都会知道，你是我的人。我除了苏国公府也有地方住，不用。此前所有人都说我活不过25，我也就没有奢望能活过25。但你既然给了我希望，你就得负责把我治好。在那之前，你都不能弃我于不顾。我都还没有住到东宫来，殿下都如此管束我的人了，殿下觉得我还敢来吗？我不管你的人，你就会来？我没有那么说。你就是那个意思。不是。可惜了，你如果是那个意思，我就会现在把他们2个放了的。那就姑且当我是那个意思吧。楚宁磨着牙，都直接想掏出针来扎他了。君莫却心情大好的唤道：接见。老奴在，老奴这就去通知无痕，放了叶思叶翔，陪我吃了早膳再走。不了，我已经被殿下气饱了。你们女人怎么这么不经气啊？殿下这话说的，看来经常气人呢，对象还都是女的。没有的事，我身边可就你一个女人，使我母后总能被父皇气到不想用膳。楚宁抿着嘴不说话了，但心情还不错。前世的他一直被苏应风还有身边所有人轻视，如今面对是他唯一的君莫，说不开心是假的。谁想紧接着他却听见了君莫放柔了语气说：我说的是真的，而且我也没想气你。他们让你独灭危险确实该罚，我就是稍微替你罚他们一下而已。你要是不喜欢，以后不会再越过你这么做了。且你要是实在不愿意，不住到东宫来也行，我会提前给你准备好一个住处。殿下都如此说了，我理应要住到东宫来专心为殿下治病才对。不过今天我就不陪殿下用膳了，先告辞了。话落，楚宁近乎是逃离般的出了君莫的寝殿。出去之后没走几步，就看见叶焕已经领着叶思叶想在外面等着他了。那2人脸色都很苍白，但瞧着并无大碍。他稍稍的松了一口气。无痕那小子真不是东西，对姑娘家也下得去那么狠的手。当然，命令他办事的某某人更不是东西。小师妹，你可千万要跟那某某人保持距离才行啊。师兄放心吧，我已经决定以后回药王谷去陪我师父师兄他们一辈子了。他们的伤我已经处理过了，没有大碍。多谢师兄，我先带他们回苏国公府了。叶焕点点头，站在原地目送他们主仆5人走远之后，一转身就看见君莫倚在殿门那儿阴恻恻地盯着他，连忙转身开溜。太子又没有顺风耳，应该没有听见自己的话吧？本宫明明待叶焕不薄，他为什么对本宫好像很不满？这老奴也不明白啊。其实他是明白的，但他不敢说呀。谁家白菜要被猪拱了的时候，能看那只猪顺眼了？而东宫门口等了一宿的苏应风，在看见楚宁主仆5人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一瞅见楚宁身上与昨日不同的衣服，就猛地变了脸色。你与太子是不是并非普通病患与大夫的关系，而是……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不知廉耻吗？好狗不挡道，让开！在这里等了你一宿了，你不与我一起回府？此前得知你凯旋归来，我熬了好几宿，为你做了好多补身子的东西，你不是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吗？凭什么现在你一等了我，我就得跟你一起回府？我会补偿你的，你明明就是喜欢我到了非我不可的地步，就不要再摆出这副好似已经彻底放下我的假象好了吗？我们挑个良辰吉日把房圆了，以后好好的过日子，我会好好待你的。哼，那你的莹儿怎么办呢？你若同意，我就迎她进府为妾；你说不同意，我便将她养在外面为……没等他把话说完，楚宁又一扬手，欲再给他一巴掌。放手！苏应风自然不想放，甚至还想就这么把他抓回家里关起来。但是叶思4人在他后面杀气凛凛地看着他，送他出来的叶静也还没有返回东宫内，
在远处观望着，他只能咬牙松手。楚宁昨晚留宿在东宫了。是。太子已经有一阵没有外出露面了，昨晚却为了楚宁去了晏府。我认为太子很有可能瞧上了楚宁的医术，欲在楚宁与你和离后纳他入东宫。我也那般觉得，所以我想找回儿时与他有关的记忆，还请祖父写一封亲笔信给我。我准备即刻动身前往国恩寺。你想清楚了？楚宁看来是真的放下我了，也是铁了心想要与我和离。其昨晚的事儿，他也猜到是祖父安排的了，还怀恨在心。此后恐会做对祖父不利的事儿，我只能找回了与他有关的记忆，才能找到扭转局面的办法。苏敬周暗暗地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从前他以为能一直拿捏住楚宁，所以不想让风儿想起小时候的事儿，避免风儿与楚宁一条心之后会为了楚宁来忤逆他。如今倒是无暇顾虑那么多了，因为太子昨晚的病态是装出来的，他一眼就瞧出来了。过往太子病重时眼里都无光，昨晚却是目光炯炯，眼神犀利异常。且昨晚半夜时分，太子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往他的书房外丢了10几具血淋淋的尸体，恰逢他夫人当时因为睡不着前来给他送夜宵，直接吓得昏死了过去，半个时辰前才刚刚醒。而那些尸体全都是他花了好多心思才安插到太子身边去的人。虽说他在决定动用太子身边那些暗卫紧急联络时的哨音时就已经猜到了会打草惊蛇，但是万万没有料到太子的人能这么快就把他的人全部都清出来，而他还至今为止都没有找出来身边哪些是太子的人。往后夜里你都早早点了我的昏睡穴吧，我实在受不了整宿睡不着的煎熬了。苏敬周紧紧地皱起眉，没有应答。此时清风院那边，楚宁正在药房里头鼓捣东西。个把个时辰后，他拎着好几副药，揣了好些装满了药丸的瓷瓶出了药房，领着叶思叶盼去了二房那边。不想竟遇上了刚从二房出来的苏应丹，且苏应丹还冲他扶了扶身，软软地喊了他一声大嫂。宁儿姐姐不是才刚回府吗？怎么就过来我们这边了？这些药你按方服用，能避免你脸上的痘痘斑点退尽之后再复发。然后那些瓷瓶里面装的是一些常用的救急药，比如解毒丸、救心丸之类的，我都写了使用说明，你们可以挑一些随身带着，以防万一。苏应丹前面来你们这儿了吧？他是来干嘛的？他说是听闻了昨晚吏部尚书府里发生的事，特意带着亲手做的点心来看我的。但我觉得他是因为宁儿姐姐你昨晚替我报仇，把秦嫣然踹进湖里那桩事，跑来跟我拉近关系的，以便日后我帮他从宁儿姐姐你手里获取调理皮肤的药。此后他再来，你姑且就当做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且就算他暗示你，你也最好揣着明白装糊涂，跟他打打太极，看看他着急上火之后会不会对你抛出什么橄榄枝。苏应河本就聪明过人，明白过来楚宁的话里所指之后，立刻重重地点了2下头。近来大哥在京城里的名声已经远不如从前了，尽管祖父还没有改变对大哥的态度，但祖父过往眼里只有大哥，鲜少理会府里旁的少爷，近来却偶尔会换别的少爷去说说话问问课业了，也会让从前不敢肖想世子之位的人燃起争夺的心思。苏应丹的2个嫡兄就可能会是其中之一。哥哥，我有些不舒服，你替我去送宁儿姐姐吧。为了确保宁儿姐姐的安全，哥哥你最好把宁儿姐姐送到清风院哦。姐姐请。有劳。与苏应之并排出了他们二房，而靠近清风院之后，楚宁远远的就瞧见了等在他院门口的苏应霞。嫂嫂，我错了，之前是我不懂事，我把嫂嫂对我的好当作是理所当然了，还因为听信了楚莹的话，觉得嫂嫂你坏透了，所以才……你跟在楚莹屁股后面打转这么多年，倒是把她装柔弱，扮委屈那一套学得活灵活现的了。不管你现在是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还是为了从我这里拿到药而在演戏，我都绝不会原谅你。所以请你以后别来碍我的眼，否则我会让你的脸烂得更快。是你在苏应河的那些药里动了手脚，害我的脸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他用的
你却不一定用的。你自己跑到他那儿抢去用了，出问题了怪谁？休要狡辩，你肯定是故意的，故意给他用了我用不得的药，就是为了害我的脸烂掉。哎，凡事都要讲究证据，你有证据吗？我手里还没用完的那些药就是证据。那你就拿着他们报官去吧，别来烦我。而他们主仆进了院内之后，苏映霞对着院门拳打脚踢了好一番，才跑回去拿起没用完的那些药，哭着冲进了宝墨堂。和儿见过祖母。霞儿说你跟宁儿串通好，把做了手脚用了会烂脸的药由着他抢了去，有这么回事吗？没有的事，还请祖母明鉴。在祖母面前你都敢狡辩，你敢不敢当着祖母的面拥有那些药？这有何不敢？就怕此时你手里那些药已经不是从我手里抢走的那些了。祖母，我敢发誓，我根本没有动过这些药，只是每天用的量稍稍多了一些，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既如此，我就当着祖母的面用一用，以证明我跟大嫂是清白的。此时清风院里，楚宁又一头扎进了药房，但他还没有开始忙呢，就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然后朱兰就步入了他的药房中。小姐，燕大小姐求见。苏大少奶奶医术超群，也聪慧过人，想来野人知晓，昨夜我家发生那几桩事，其实都是冲着你去的吧？你父亲此时可是在东宫里，家父今天一早就去东宫了，到这会儿也没有从里面出来。所以你是为了你父亲来的吧？一半一半吧，既是为了我父亲，也是真心的想跟你赔个不是。毕竟昨夜的事，稍有差池，你就无法脱身。你去东宫一趟，跟太子说，燕尚书近来身体不太好，请他别把人欺负太狠。而此时东宫里头，君莫刚泡完药浴出来，裹着袍子，歪歪地靠在床上召见了叶念。听完叶念的传话，本宫欺负燕尚书了吗？明明是他自己非要跪在外头的，还死活不起来。是啊，这燕尚书也太不懂事了。老奴都跟他说了，殿下年间儿身子不适，心情也不大好，不想见他了，他还非要跪在外头等，这不摆明了是想逼迫殿下召见他吗？毕竟今儿太阳这么大，他都一把年纪了，万一搁外头晒出了个好歹，弹劾殿下的奏折又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呀。君莫眯了眯眼，叶静这话说的有够阴阳怪气的，但偏偏叶静又摆出了一脸气愤至极的表情，让他都没有办法发作。这老东西胆子是越来越肥了。去告诉他下不为例，然后让他滚。殿下说下不为例，尚书大人您可以放心回去了。叶静躬身站在原地，等燕红轩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出了他的视线范围，才转身回到娟墨寝殿去。一进去就听到叶念在说，苏二少爷今日在征得小姐同意后，开始改口唤小姐为姐姐了，且苏二小姐似乎还想撮合苏二少爷跟小姐，不仅故意把苏二少爷往小姐跟前推，还在有奴婢跟叶盼跟着小姐的情况下，很刻意的嘱咐苏二少爷要把小姐从他们二房安全送到清风院。君墨的脸色已经冷到快要结出冰碴子来了。不过小姐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苏二少爷对她有意。苏映之杀不得，但他对宁宁姐的企图必须得早早扼杀在摇篮里。叶静，你出面去与他好好聊聊。是，殿下放心，老奴一定会跟苏二少爷聊明白聊透彻的。此时苏国公府里，苏映和兴冲冲地跑进楚宁的药房。宁儿姐姐，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给苏映霞的那个药，她用完后整张脸都又红又肿的了，我用了却什么事都没有。是药三分毒，但凡用法不对，毒性就能翻倍。而那药呢，乍看颜色味道都一样，实际上里面有3种，上面是药，中间是毒，最下面是既能中和那毒又能护肤的解药。每一层以特制的油膏隔开，就不会相互融合，影响效果。而以苏映霞的性子，她用了上面，发现有用，必然会加大用量，所以我早就预料到了，她闹起来的时候，不会剩下多少了。宁儿姐姐，你真厉害。这蛇之前去哪儿了？我让她回药王谷送信去了，算算时间，
他这会儿明明应该才到药王谷没多久的，竟然就已经折返回来了。然后他看见那条蛇吐着蛇信子，发出了嘶嘶的声响。紧接着，他们家小姐就把手伸到了那蛇面前，随即一个小小的竹筒从那蛇的口中吐了出来。他叫小白，虽然只能听懂我的话，也只会听我的命令，但旁人唤他名字，他也会做出回应。嘿，为什么他能听懂小姐的话呀？小姐会说蛇语？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听懂我的话，但他从我6岁起就跟着我了。刚开始，我被迫日日用血喂养他，后来我需要靠他日日吸食我体内的毒血来保命。不知不觉的，他就能听懂我的话，按照我的命令行事了。而后，他在楚宁将那信纸放到桌上之后，看见其上写着：“找到人，我们就会前往京城。”当晚，苏敬周回府之后，与萧文秀一同用过晚膳，就去了书房。国公爷，大少爷在国恩寺里烧得厉害，还至今未醒。了元方丈问您要不要前去看一眼。祖父，你为什么没有早早告诉我楚宁的存在？当年除去楚家人外，所有人都以为楚宁已经尸骨无存了。你要我怎么跟他说？那他回来的时候，你就该告诉我。你若是还想做世子，就必须得尽快走出来，然后设法去与楚宁把房圆了。那我当年就该死在那儿。你说的这是什么胡话？你忘了你父母死前对你的期许了吗？我没忘。没忘你就立刻给我振作起来。我现在想一个人待着，还请祖父成全。苏敬周犹豫半晌，到底是在叹了一口气之后依言走了。苏应之刚被军末的人绑进东宫，一睁眼就看见了笑眯眯看着他的叶姬。苏二少爷别紧张，老奴请您到这儿来谈话，不是为了吓唬您，而是为了弄清楚一件事儿。什么事？12年前，苏二少爷您即将满6岁之际，您外祖父曾派人到苏国公府把你们兄妹接回兰家小住过一段时间。那期间，你们兄妹随你们外祖父住在兰家祖宅，可兰家祖宅的老仆人说，他虽然在你们去祖宅的当天见到过你们兄妹，之后却都只见到了您妹妹苏应和，而他再一次见到您是在10天后。老奴是想知道，那10天您去了哪儿啊？我没有去过那什么地堡。是吗？那敢问苏二少爷是在什么时候喜欢上楚小姐的呀？苏二少爷，纸究竟是包不住火的，且我们东宫想查的事儿也绝没有查不到的，所以你最好在此时老实交代。太子为什么会在此时把我来查那件陈年旧事？苏二少爷，您是聪明人，那你意欲何为？老奴想与苏二少爷谈一笔买卖。烦请叶总管与我详细说说。苏二少爷若是愿意助楚小姐顺利拿到和离书，再放手让她离开苏国公府，老奴会说服殿下饶恕蓝老爷当年为了救您而被迫帮前朝余孽大量采买药材那一桩事儿，还会请殿下以东宫之力助您更顺利地拿到苏国公府的世子之位。老奴在说服殿下之后，也会请殿下去说服皇上不与蓝家计较。毕竟当年的事儿，蓝老爷虽然有隐瞒不报、帮助乱党的过错在身上，却是情有可原。加之他还故意让人往外走漏了一点风声，促进了那伙余孽被剿灭嘛。随后叶静拍了拍手，便有人纵身而来，带他们离开了那个小平台。他都还没有来得及惊讶，那带他们离开的人轻功之好，就已经身处在水牢外了。叶静在吩咐那人送他回去之后，又与他说了一句：我们殿下此后可能要见一见您外祖父，询问当年的一些细节，还请您有时间了去提前跟您外祖父兜个底儿，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好，不过太子见我外祖父时，我能陪同在旁吗？自然能了，毕竟日后无论是苏国公府还是蓝家，
都是您说了算的。而叶静在送走他之后，立刻去了君莫的寝殿中。哎呀，殿下神机妙算，苏二少爷果真是在那个地堡里与太子妃生出过交集。继苏大少爷之后，苏国公也去了国恩寺，想来苏大少爷是已经成功拿回了那3年的记忆。殿下就不担心苏大少爷此后会用那3年里的事儿来让太子妃心软，原谅他吗？君莫眉心褶皱瞬间加深了不少，却很笃定地摇了摇头。但他摇头并非是他一点都不担心的意思，而是宁宁姐此前一段日子的态度让自己深信她绝不会原谅苏应风，且他还知道他无法原谅苏应风的理由，绝不是苏应风大婚当天冷落了他，还撇下他离京了3年，以及跟楚莹诛他暗劫那些事儿。尽管他完全猜不到真正的理由，离尘那个秃驴也算不到，他也没有打算过多的去探究，反正他余生都会跟着宁宁姐，保她安然无忧。而苏应风在国恩寺里这一待，就好多天没有从里面出来，别说苏敬周的几次软硬兼施，他都全然没有理会了。就连苏家军中他已经掌握了很多线索，眼看就要有所突破的案子，他都完全搁置了。苏敬周在又一次上国恩寺劝说无果之后，终是忍无可忍的准备着手培养苏应之等人了。然而就在他准备带苏应之他们去出席一场颇为重要的宴会那天早上，他的人给他送来了一个关于楚莹的消息。楚莹竟是元素之女。苏敬周看着手下的人给他的密信，脸上满是不可置信。元素早些年为了寻找妻女，那是到了疯魔的程度。此即此，苏敬周匆匆地屏退了跟前的人，把冯昭唤到了跟前来。你速速去丞相府走一趟，告诉丞相，我今日有急事需出城，无法前去赴宴了。改日我会带上厚礼登门，向他赔不是的。冯昭应声退下之后，苏敬周又风风火火地去了萧文秀的房中。我方才收到了一封绝对可信的密信，信中说楚莹是元素之女。啊，太和国那个曾发了疯一般寻找妻女的摄政王元素。且他再有10天半个月就到京城了。那元素有多看重他的妻女，全天下几乎要无人不知了。等他到了，知道了楚莹之前遭遇的那些事，就算不会过多去难为把楚莹养大了的楚家，也肯定不会放过风儿的啊。他此时怕是都已经知道了。你可是已经有应对的办法了？你即刻动身去楚家，叫上孙瑜一同前往思国安，把楚莹接出来。为何还要叫上孙瑜一起？楚莹既是楚家人送进去的，那么按照好太妃里的规矩，就必须是楚家人前去，才能把她接出来。那接出来之后呢？萧文秀问罢这话后，是反复皱了好几下眉头。他其实也知道思国安里的规矩，但他刚刚那一瞬却压根儿没有想到。而苏敬周这会儿一边跟他说着话，一边还在想着要怎么劝苏应风，所以并没有注意到他反复皱眉的举动。届时你与孙瑜商量吧，由孙瑜把他接回楚家，或是由你直接把他接来我们府里先安置下来，都可以。我今日登门是想请你受累，与我去一趟思国安。国公爷今儿收到了可靠的消息，楚莹乃是太和国摄政王元素之女，且元素已经在前来与他相认的路上了。孙瑜脸色陡然变了，楚莹竟有着那般高贵的身份，草草的拾掇了一番，就随着萧文秀出了府。前往思国安的路上，萧文秀问起了安置楚莹的问题。还是让他自己选吧。萧文秀听了孙瑜那话，只说了一句也好，此后一路无言。等到了思国安，发现思国安外面站了很多的官差。这里是发生什么案子了吗？没有听说呀。说是前些日子思国安里发生过一起恶鼠伤人事件，他们为了确保好太妃的安全，才被派来守在这里的。恶鼠伤人？都惊动官差了。思国安里的老鼠那么多的吗？苏国公夫人、楚老夫人，有2件事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其一是静思师太死了。
怎么死的？上次静思师太到我们府上接楚莹的时候，明明还面色红润，毫无病态呀。不是病死的，而是被一群饥饿了许久的老鼠咬死的。其二是静思师太死前曾对楚二小姐做过一些很不好的事。我们在静思师太死后已经尽力帮楚二小姐调理身体了，但她眼下的身体情况还是不太好。不太好是多不好啊！楚老夫人，你们见到楚二小姐就知道了。然后秦嬷嬷就加快了脚步，孙瑜跟萧文秀对视了一眼，也都加快脚步跟了上去。到楚莹住的房子外面时，而进去之后，他一眼就瞧见了躺在一张简陋到了极致的木板床上的楚莹。他当场就整个人愣在门口了，因为现在的楚莹消瘦憔悴的他都有些不敢认了，面色蜡黄，眼窝深陷，还瘦到连颧骨都突出了。天啊，这是楚莹！祖母是来接我回家的吗？祖母，莹儿知道错了，莹儿会改的。莹儿也会有医生去征得姐姐原谅的。祖母接莹儿回家好不好？莹儿不想再待在这里了，莹儿不想再待在这里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你不一定要回家，还可以。我就知道，祖母你肯定还没有原谅我，但祖母连赎罪改过的机会都不肯给我吗？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要说，你还可以选择直接住到苏国公府去。等你身子稍微养好一些后，你跟风儿的婚事就能排上日程了。届时元素也该到了，但萧文秀不打算在这个时候告诉楚莹他有一个是摄政王的父亲。那我就住到苏国公府里去调理身体吧，免得祖母受累，安排人来照顾我。你们随时都可以带他走。明星小师太近来一直在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想带她一起走。小姐，苏国公夫人跟楚老夫人去思过庵里把楚莹接出来了，此时已经安置进了苏国公府里。楚宁今儿在为君莫做药，不是很顺利，他已经改了好几次药方，耗费了不少稀少珍贵的药材了，却还没有做出他想要的药来。故而听了叶思的话，他眉头都没有带皱一下的，完全不想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到楚莹身上去。小姐此前让殿下找的人跟遗骨已经在送往京城来的路上了，但人还没有找到。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找到吗？胡痕派出去的人送回来的消息是，那群难民可能都被灭口了，他们现在正在尽力查找有没有幸存下来的。灭口倒是他们前朝余孽的行事作风。那楚莹知晓他的身世之后，很有可能会仗着他生父对他的看重，更加直接的来寻小姐麻烦，给小姐添堵。小姐，要不要请殿下再多送几个人过来？小白已经回来了，没有那个必要。而这个时候，苏国公府内用来安置楚莹的那个小院中，萧文秀在回来的路上命人去宫里请出来的2个医女正在检查楚莹身上的情况。因为楚莹身上有不少细小的咬痕，腿上跟脚上的咬痕更是多到密密麻麻了。那位姑娘身上的伤都已经结疤愈合了，看样子已经事先用过效果很不错的去疤膏了，所以她的虚弱并非那些伤造成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她此前小产后没有调养，之二则是她此前应该中过什么蛊毒，还是一种会影响她容貌跟身体情况的蛊毒。但奴婢2人不仅医术有限，对蛊毒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实在判断不出她中的是什么蛊毒，所以奴婢建议您2位去永华公主府上请李太医来给那位姑娘瞧瞧。莹儿若是愿意来给莹儿医治，莹儿
肯定会好起来的。之前一段时间，你成天往我们府里送东西，即便楚宁一次都没有收过，你也始终不放弃，看起来像是真的想修复跟楚宁之间的关系似的。但你此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你怕不是想征得楚宁的原谅，弥补此前对楚宁的亏欠，只是因为楚宁眼下受皇太子他们器重，觉得楚宁能给你们楚家带去数不尽的好处，才那么有毅力跟耐心的吧。唉，你去一趟清风院，看看宁儿会不会愿意见我。是。淑慧倒是立刻应声去了。而此时国恩寺后山深处，领着人在山里找了很久的苏敬周终于看到了坐在瀑布下方任由从天而降的水冲刷击打的苏应风。苏敬周也没有立刻上前，就远远地看着，一直到了深夜，苏应风自行从瀑布正下方走出来了。苏应风已经在那瀑布下方坐了1天1夜了，滴水滴米未进，整个人虚弱的不像话。虽说那3年里的具体情况，除去侥幸活下来的你跟宁儿还有太子外，就再没有其他人清楚了。但我曾随皇上去过那地堡，能通过那下面的惨烈景象，大概猜想到你们在那3年里都遭遇了些什么。所以这些时日里，我才没有太过来逼迫你，想给你足够的时间来慢慢消化那3年的记忆。但你非但没有从中走出来，还整个沉溺了进去。你难道要因为辜负了楚宁，背叛了你们之间稚嫩不明的感情，就放弃你父母对你的临终嘱托，放弃你应尽的责任吗？你对得起我与你祖母多年来对你的尽心栽培，又对得起你父母对你的期许吗？苏应风仿若未闻，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还又继续的后退了好几步。夜色浓重，苏敬周也看不清他脸上是何表情，却莫名的感受到了他眼神中有着浓浓的猜疑。此前我也说了，我们苏国公府不止你一个少爷，那世子之位也并不是非你不可。说你真的想清楚了，要放弃你父母对你的嘱托，放弃你身上的责任了，那3年里的记忆确实很可怕，可怕到了远远超过了正常人能够承受的范围。但我从小得祖父教导，苦练武功，磨砺意志，已经能将其好好的消化掉，再坦然面对了。但我这些日子把那3年里的事情反复的想了好多遍之后，发现了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而我将自己置身在瀑布下冲刷，并非接受不了自己对楚宁的辜负，而是在思考要怎么开口问祖父。你发现的不合理的事情，是你在那3年里伤得远不如楚宁跟太子重，中毒也远没有太子深。是，还请祖父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合理的解释？看来你是怀疑我与那群前朝余孽有见不得人的关系啊。当年的事，若要给你一个算得上合理的解释，我就必须先跟你解释我当初为什么会相信了原方丈口中的我们苏家气运将尽一说。而要解释那一点，我又必须得告诉你前朝的人为了复国做过的其中一个堪称疯狂的安排。而那个安排，眼下只怕皇上都还不知道。我会知道实属意外，但那件事知道的人多一个，我们苏家的危险就大一分，所以我只能自己来扛。你若想知道，就必须跟我发誓，从今往后，事事以苏家的兴亡为优先。事事以苏家的兴亡为优先，祖父这是要他抛开儿女情长，摒弃做人的原则底线，做个为了护住苏家的繁荣昌盛能不择手段的人吗？可他跟祖父是不一样的。不伤及楚宁，也能护住苏家的兴亡，我可以发誓。在那3年里，楚宁舍命护了我无数次，还因我毁了身为女子最重要的容貌。我若连她的安危都不在乎了，祖父想来也不敢再信任我了吧？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但是他如今铁了心要跟你和离，若他离开了，我们苏国公府必然会快速走向衰败。而若是不让他离开，
你又怎么可能永远不做伤害到他的事？伤害也是分很多种的。我想保他平安，与我想不择手段把他留在苏国公府，并不冲突。而苏敬周显然对他那句要不择手段把楚宁留在苏国公府十分满意。你在国恩寺的这些日子里，整个人都憔悴得不像话了。而我若要与你解释清楚那些事儿，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你还是先随我回府去调养2日，之后我再与你细说吧。我今日来找你，其实是为了告诉你，你祖母已经去思国安把楚莹接回来了，且眼下已经把她安置在我们苏国公府里了。楚宁同意了？楚宁哪能同意啊？但这次我们接楚莹进府，是为了给楚莹调理身体，而不是直接让她进门，也就没有必要去征得楚宁同意了。莹儿她身体出问题了？那思国安的静思时态心术不正，时常收受贿赂，苛待那些被送进他们安里的女人。楚莹进思国安后，也不知道是谁用重金收买了静思师太难为他。静思师太拿一群恶鼠去把他咬得遍体鳞伤，眼下他与从前都已经判若两人了。此后回府的路上，苏应风那是一言都没发。而这个时候，苏国公府里，楚莹在萧文秀和孙瑜终于从他所在的小院离开之后，才结束了装婚。小姐，饿坏了吧？风哥哥回府了吗？据说苏国公一早就去国恩寺接苏大少爷了，但他们都还没有回来。那你知道风哥哥去国恩寺做什么吗？都待那么些天了。具体不知道，但令妈妈让人去国恩寺里打探过，说是苏大少爷进国恩寺当天，曾在2员方丈房里发出过痛苦的喊叫，时间还持续了很久。小姐，知道国公夫人跟楚老夫人今儿为什么会去思国安里接你出来吗？是令妈妈做了些什么吧？小姐可还记得，奴婢之前跟你说过，你很快就能知道自己的身世了。楚莹点点头，眼睛瞬间亮了好几倍。小姐的亲生父亲是太和国的摄政王。摄政王？楚莹两眼忽地瞪大，眼底除去不可置信之外，还有浓浓的兴奋。他父亲竟然是太和国的摄政王，这么一来，就算没有楚家，他也能嫁给风哥哥了呀。且他还能要求风哥哥贬楚宁为妾，让他为妻，这样他就可以尽情地收拾报复羞辱楚宁了。那我父亲，不，是我父王，他什么时候回来跟我相认啊？小姐的父王已经在来京城与你相认的路上了，不出半月就会到。楚莹更是欣喜若狂了，他等了整整5年，不惜修书去唆使风哥哥早早回来，与他把生米煮成熟饭，却都没能如愿嫁给风哥哥，还落了一个声名狼藉、遍体鳞伤的下场。谁想他都已经放弃了，还去鬼门关晃悠了一圈回来，却迎来了这么大一个转机。他一定要风风光光的，带着羡煞京城所有女人的丰厚嫁妆，嫁进苏国公府里来。为此，他可以暂时原谅祖母，不是楚老夫人他们一家人。既然他有那么尊贵的身世，他跟苏应风的婚事肯定能成了。我们正好可以跟他划清界限，然后趁机把妹妹接回来，好好与妹妹修复感情。划清什么界限？不论他有什么样的身世，他也是我们捧在手心里养大的。我们在他身上付出多少感情，多少心血，多少财力呀！再者，宁儿那么喜欢苏印风，我们把他接回来做甚？应该要好好撮合他跟苏印风，再说服他跟莹儿好好相处。祖母，你是老糊涂了吧？楚莹都在妹妹回来后的那2年里做了那么多算计陷害妹妹的事情了，最终导致我们跟妹妹彻底离了心。你竟然还要劝妹妹跟她好好相处？混账！你说谁老糊涂了？反正我是不想让妹妹跟楚莹那个蛇蝎夫人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如果楚莹的父亲到了，苏应风要娶楚莹进门，却又不肯给妹妹和离书，那我非得去闹得他们苏国公府鸡犬不宁不可。孙瑜跺跺脚，转而冲拧着眉病歪歪靠坐着的于静书吼道：你看看你救的好儿子，莹儿是做了很多错事，可他那也只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害怕我们会因为宁儿的归来不要他了而已。他怎么就成蛇蝎妇人了？
不论如何，宁儿才是我亲生的，才是我们楚家的血脉。既然莹儿有了那般权势滔天，又看重他的亲生父亲，我们不如就按灵儿说的，与他划清界限，好好对宁儿。反正莹儿的生父那般厉害，苏应风又那般喜欢他，他余生在苏国公府里也能过得很好，不会像宁儿似的受欺负冷落。无论如何，莹儿都是我们养大的，我们总要去看看她在思国庵里被蹉跎成了什么样子。至于宁儿跟苏应风的事儿，我们还是暂且不要插手的好。也好，我就去看看那个毒妇遭了什么天谴吧。灵儿！孙瑜厉声喝罢，楚莲直接脚底抹油溜了。楚莲跟楚河对视了一眼，双双追了出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二哥可还记得楚莹被送去思国庵那天早上，你唤我跟你一起去宽慰楚莹时，我推脱了许久。那天你最后虽是随我去了莹儿房里，却始终一言未发。我当时虽有些纳闷，却没顾得上细想，只顾着安抚莹儿的情绪去了。我给你们看一封信。大哥，二哥，你们在看这封信之前，最好做个心理准备，因为信里的内容是关于你们的。楚恋是迫切的想要一看究竟，然而快速的看完信中的内容之后，他却整个人都愣住了。他那跟人私奔了的未婚妻，其实并没有跟人私奔，也没有其他的意中人，而是被莹儿推下山崖摔死了。且他们那自杀身亡了的未来嫂嫂，也是被莹儿安排的人绑去轻薄糟蹋了的。这封信是那神秘人送到你手里来的？是，空口无凭。我想看看他此后会不会送什么证据到我手里来，也就没有立刻告诉你们。给我看看。大哥，还没有证据的事儿，我们还是先别当真的好。你前些日子总是早出晚归的，又没有去军中操练，是不是在暗中查找证据？起初我是想等那神秘人送证据来的，但是等了几天我就坐不住了。但我努力了好些天，半点相关的证据都没有查到。不过什么？楚河问得很急切，拿着信的双手还在抑制不住的轻微发着抖。我虽然什么也没有查到，但那期间有好几回我都感觉暗处有人跟踪我，而且还是带着敌意的跟踪。大哥，我们明天要不还是别去苏国公府看你楚莹了吧？楚河没有答话，又低头看了手里的信片刻之后，掏出火折子来将其烧了。我们总得去看清我们从小宠到大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凌晨时分，苏国公府里，匆匆从国恩寺赶回来的苏应风刚步入楚莹的房中。莹儿，别怕，风哥哥在。风哥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我都差点死在死国庵里面了。你别乱想，先安心养身子。那我养好身子后，风哥哥，你能娶我过门吗？苏应风没有回答，他要把楚宁留在苏国公府里，就暂时不能不顾楚宁的意愿娶莹儿过门。风哥哥，你是担心你祖父祖母不会同意，还是担心姐姐的？莹儿，往后你可以直呼楚宁名字，不用再唤她姐姐了。风哥哥，你还不知道吧？我亲生父亲来找我了，他是太和国的摄政王呢，你祖父祖母肯定会同意你娶我的。约莫2刻钟之后，明心进入楚莹的房里时，风哥哥去哪里了？清风院。清风院。楚莹几乎都要怀疑自己是幻听了。风哥哥看了他如今伤痕累累的身体之后，一句话都没有说，嫌弃到直接转身走了。镜子，给我镜子！那镜子里是我，怎么可能是我？我可是京中第一美人呢，不可能是我的，绝对不可能是我的！明显，你快把那面镜子丢了，那镜子里面有鬼。对，那镜子里面是鬼，不是我。明星，你快去重新换一个镜子来，快去啊！令妈妈那么厉害的一个人，怎么就从诸多主子当中选中了脑子里只有情情爱爱的楚莹了呢？小姐，你先冷静点。小姐，你现在会这么憔悴，都是因为你之前种的尸残效果还没消失。等时间到了，尸残留在小姐体内的效果完全消失了，小姐就能慢慢恢复从前的美貌了。另外，小姐身上的伤疤，令妈妈已经在找人配最好的祛疤膏了，一定能全部消除的。能全部消除？
真的吗？真的。奴婢之前已经跟小姐说过好多次了，奴婢是绝对不会欺瞒背叛小姐的。那尸残的效果要几时才能完全消失啊？应该在1个月内。那位李福秋太医今天真的会来苏国公府为我把脉吗？会的。他昨日没来，是因为永华公主跟曹驸马出京了。我要的那种毒药，令妈妈找人做出来了吗？似乎还没有。此前奴婢跟令妈妈问起的时候，令妈妈说那种毒药很不好做。楚家的人近日会来吗？会，昨夜令妈妈送来了消息。那你先去替我看看风哥哥，去清风院干什么了？是。清风院那边，你们小姐若是醒了，劳烦转告她，我已经想起一切了，我想好好的跟她谈一次。叶思都没有应话，直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但他还是一字不差的把苏应风的话转述给了楚宁。让他进来吧。小姐要见他。我想跟他确认一件事。是。叶思立马收起震惊，出去把苏应风领了进来。你是不是在我来之前就已经知道我想起那3年里的事了？你不会原谅我了，对吗？你说是我，你会原谅吗？我如果没有失去那3年里的记忆，我是绝对不可能像从前那么对你的。我一定不会喜欢上楚莹，也一定会跟你家人一起一直找你，然后在你回来的时候，我就把你娶回家，就像我们小时候说好的那样，生很多的。可是没有如果，不是吗？苏迎风双手握拳，突然开始痛恨起了小时候的自己。就算你没有失去那3年里的记忆，以当年我们分开时的情形，你可能会认为我早就已经死了，然后你可能还是会喜欢上与我有几分相像的楚阳，也就还是可能会因为我如今的容貌而嫌弃我、冷落我，甚至是为了楚莹难为我算计。不会的，我不可能嫌弃你的，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呢？你都是因为我才变。苏应风紧握双拳，因为又想起了他脸受伤之后的一些细节，而难过到说不出话来了。你一时无法原谅我也没事，我们余生还很长，我会用余生来好好的弥补你的。你这是在告诉我，你不会让我如愿拿到和离书的，对吗？是，你是我的人，那3年里是，现在是，以后也会是。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可以走了，以后也少来烦我，否则我会让你好好品一品你小时候没有机会品尝到的那些毒的滋味。你小时候只要一哭，两眼就会红得厉害，让人觉得全世界都欺负了你。我们分开前，我为你挡刀那次，你更是哭得眼睛红的都像是要滴出血来了。哦，对了，我为你挡刀昏死过去之后的事儿，我完全不知道，你能跟我说说吗？没什么可说的。苏应风眼神闪了闪，然后转身就走。来日方长，我会等到你愿意原谅我那天的。楚宁没有说话，等他走出去之后，立刻冲叶思说：以后别放他进来了。小姐不是要跟他确认一件事吗？怎么没有问？我问了呀。叶思满头问号，他可是全程都在，小姐什么时候问的？难道是最后小姐让苏应风说的是？苏应风虽然没说，小姐却从苏应风的反应中得到答案了。今儿肃国公府里肯定会很热闹，我们去东宫避一避吧。好。叶思立马顾不上确认了，他们可盼着小姐天天都能去东宫看看殿下，那样殿下心情肯定会很好，而殿下心情好了，身子指不定会好得更快。楚宁在叶思匆匆跑出去交代叶想他们备马车时，勾起嘴角无声地笑了笑。他可是看准了时机，在叶思开口提问之前开的口。不过他倒不是因为不想让叶思多问才想去东宫的，而是突然有些想见太子了。他师父当年是去那个地堡里清理门户的，药王谷有一条铁规，任何人不得救治或是帮助前朝余孽。那段时间，他老人家收到了武林中一位友人的书信，说他们药王谷那几个因为品行不端被逐出了谷的人，在京中帮着前朝的人炼制药人。本来都已经被逐出谷了的人，在外做什么都已经与药王谷无关了的，但师父与药王谷的诸多长老都容忍不了那几个人用他们在药王谷学到的本事，
去为前朝的人炼制药人。除去药王谷的人痛恨前朝皇室的人之外，也是因为炼制药人在药王谷的人看来是会遭天谴的恶事。据师父说，他为了赶在朝廷的人之前先到那个地堡里，差点累死了他的爱马。结果他根据那位江湖友人给他的地图进到那个地堡里时，朝廷的人已经先他一步进去了。整个地堡里混乱不堪，处处都是打杀声跟孩童的哭喊声。他害怕被朝廷的人错当成地堡里的人打杀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找人，然后就机缘巧合地撞见了他，以及一个扑在他身上死死地护住他，任由2个前朝疯子发了疯一般拿鞭子抽打的小男孩。他刚准备现身相救，就有人来救他们了。不过来的人显然是冲着救那护着他的小男孩来的，若非那小男孩死活抱着他不撒手，那些人都不会带他走。在那么危险混乱的情况下，他们肯定要首先确保他们小主子的安全。当时师父万万没有想到，他在那地堡里又绕了几圈之后，竟然又会见到了他。但他身边已经没有那个小男孩了，也没有别的人，正喃喃地念着什么，奋力地从一个满是孩童尸体的坑里往上爬。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救了他。楚宁听完师父描述救下他的过程，还以为当时护着他的小男孩是苏应风，所以后来在催眠之前，他果断选择了只保留与苏应风有关的记忆。但若真的是苏应风，方才他问起自己昏迷过去之后的事情时，苏应风肯定会说出来的。毕竟他也跟他祖父一样，想把他拴在他们苏国公府里，而当时的经历就能当作是他改变主意用的筹码，他是不可能不用的。他不说，那就说明不是他，而不是他，也就只有太子了。想到这儿，楚宁心里突然狠狠拧了一下，又一次想到太子在发现自己把他给忘了，却记住了苏应风的时候该有多难过。因而此后到了东宫，他习惯性的给君莫把脉时，君莫开口留他一起用午膳，他很爽快的答应了。连君莫顺杆往上爬，让他顺便也把晚膳用了再走的时候，他也很好说话的点了头。没法说呀。天下要是觉得我是生病了才这么好说话的，那我现在走。今天也不是要时针把脉的日子，你是不想待在苏国公府里才来的吧？是不是那楚莹刚进苏国公府就找你麻烦了？太子你都敢打，快给我吹几下，不然我就去跟父皇告你一状。我还挺想看看你告状是什么样子的，我跟你一起进宫。君莫又把手缩回去了，小气鬼，吹几下又费不了他多少力气。这时顾青匆匆而来，把一封信呈到了楚宁面前。李福秋太医让人送来的，信中内人是询问你需不需要在他去给楚莹把脉看诊的时候使点唤。对不楚，因为来送信的小乞丐支支吾吾的，怎么也说不清是谁让他来送信的，我才擅自看的信。没事儿，那送信的小乞丐还等在东宫外面吧，让他转告李太医说不用。帮李富秋送信的小乞丐在把他的不用二字告诉李富秋之后，对上李富秋满脸的遗憾失落，脱口丢给了李富秋一句：我爹爹以前还活着的时候，总跟我们兄弟几个说，女人说不其实是要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无视那位小姐的话，按照你自己想做的去做，但会惹那位小姐生气的事情除外。而此时苏国公府里，孙宇已经领着楚立安夫妇还有楚贺兄弟3个进到了楚莹的房间里。父亲、母亲、大哥、二哥、这真是楚莹吗？我们家楚莹可是京城第一美人，怎么可能在离家才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啊？三哥连莹儿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声音而已，多的是人能模仿。每年我生辰前一天，三哥你都会偷偷摸摸带我去赌坊，这可是只有我跟三哥你才知道的事情。往后不许去赌坊了，传出去了，你可真就要娶不上媳妇儿了。哎，你才去思过安半个来月，怎么就成这样了？母亲病了这许久了，始终不见好，你别把病气过给母亲了。三哥，风哥哥嫌弃现在的我也就算了，怎么连三哥你都嫌弃我呀？苏应风嫌弃你了？他怎么嫌弃你了？是嫌你现在脸丑，
还是嫌你心脏啊？灵儿，适可而止。父亲以前没少撞见我们阴阳怪气妹妹吧？怎么就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要适可而止啊？思过庵里的事，想来好太妃都已经妥善处理了，我也就不多问了，免得让你又想起在那里的经历来。如今你既已住进了苏国公府，就在这儿好好将养身体。此后若是宁儿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你进门，我们会再来的。母亲如今会站在姐姐那边了吧？自然，此前5年多里，我一直都是站在你这边的，不知伤了宁儿多少次。往后我绝对不会再伤她了。那母亲就忍心伤我吗？这事你咎由自取，不是吗？我已经知道错了，我愿意用余生去给姐姐当牛做马来赎罪。但是我是真的喜欢风哥哥，所以母亲能不能再帮我一次，让我风风光光的嫁进苏国公府？而楚莹看他不言语，表情还突然变得有些难过，忙又看向了孙瑜。祖母，眼下最要紧的是你的身子，你且安心把身子养好，其他的之后我们再来商量。毕竟你与应风那孩子的婚事儿，楚宁若是死活都不点头应允，还不知道皇上届时会不会插手来管，未必能很顺利的。萧文秀跟苏敬周一起来了，且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着药箱的男人。李富秋给他把脉的时候，说来惭愧，下官虽是太医院里最懂巫蛊之术的人，却只是略懂皮毛，故而下官只能断出楚二小姐中过尸残，且还不止一条，完全就不知道该如何彻底清除楚二小姐体内残留的尸残毒。李太医，你也太谦虚了。昨个我也让我们府里的府医来给莹儿把过脉，但他完全就诊不出来莹儿中过蛊毒，甚至还跟我们说莹儿脉象除去虚弱亏损的有些严重外，并无任何异样，所以还请李太医想想办法帮帮莹儿。我可以尽量一试，但有没有效果我不敢保证。谢谢李太医。李富秋已经给楚莹开好了2张药方，一张是煎服的，另一张是用来泡药浴的。等李富秋走后，萧文秀把府医找来，让府医按照那2张药方去配药。老夫人啊，这口服的药方还算是正常，就是会很苦，但这泡药浴的药方都是些奇臭无比的药材跟虫子呀，楚二小姐这能接受得了吗？李太医走时说了，那尸残是一种毒性十分烈的蛊毒，得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解。这要以毒攻毒，药难喝点儿，药浴难以忍受点儿，都是正常的。你只管按方配药，再熬煮好送来就是。府医应罢，就匆匆退下去了。楚莹这才小小声的开口：国公夫人有所不知，我非常非常怕虫子，所以那药浴我能不能……怎么你也怕虫子？现在京城里头估计找不出几个医术比李太医还好的了，他开的药方肯定没有问题，你应该也不想就以如今这般模样跟风儿成婚吧？楚莹才白着脸点了头。楚贺兄弟3个在楚离安的再三询问之下，楚林最终绷不住，对楚离安全盘托出了。楚离安听后，整个人震惊到久久都没有回过神来。父亲要是不相信，也请装作没有听到过。就算那神秘人不再送证据来了，我们也会找到证据的。这事儿啊，你们查不了，得我来。我们能行。父亲，你相信我。父亲可是觉得楚莹一人不可能做到那些事，他身后必有一个厉害角色，担心由我们来查会打草惊蛇。楚离安沉沉点头，杀人不难，但要杀得天衣无缝，不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那就很难了。那就有劳父亲了，在父亲查到线索之前，我们什么也不会做的。好吧，我什么都不做了。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同前来的孙瑜跟于静书，快步迎上去，从孙瑜的手里接过了于静书。宁儿去东宫了，我们今天先回去吧。于静书一脸失落的看了清风院门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来日方长，宁儿总有原谅他们的一天。而这个时候，东宫里头君莫的寝殿中，被一堆药材包围着的楚宁用力揉了揉发痒的鼻头，揉完之后皱着眉，
十分不满地看了君莫一眼。殿下放着你面前那么多的奏折不看，一直盯着我看做甚？奏折我已经看腻了，看看你来吸眼。吸眼？哼！就我这副尊容，殿下你还真不怕把自个儿眼睛看瞎了呀？你别妄自菲薄，你五官生得很好，连那些疤都颇具美感，就是皮肤差了点，但那无伤大雅。我可不是那些只注重外表不重内在的肤浅之辈。楚宁都听愣了，他脸上的疤有美感，他自己可都觉得丑得辣眼睛。他怕是不光眼睛有问题，脑子也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吧。你今天跟之前有些不一样。哪儿不一样了？说话的语气温柔的过分，对我也更有耐心了。你可是太子，我敢凶你，敢对你不耐心吗？敢不敢的，你自己最清楚了，不是？楚宁决定不搭理他了，毕竟他今天确实跟之前不一样了。现在他不仅仅想竭尽所能治好太子了，还想尽可能的对他好一点。至于要好到什么程度，就得等他也拿回那3年的记忆之后再来决定具体的了。是不是苏应峰那厮找回那3年的记忆后跟你说了些什么？他说不会让我如愿拿到和离书，还说会用余生来好好弥补我。他的话让你和离的决心动摇了，所以你才跑来我这儿躲着他？没有，我是来你这儿躲楚家人的。你在说谎。之前楚离安夫妇到你清风院外面烦你的时候，你都没有躲出来，现在更没有躲出来的必要了。他确实是在说谎，他是想见他才来的，但他不打算告诉君莫。苏应峰都能找回那3年里的记忆，你肯定也能，但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为什么？你会选择忘掉，就说明那3年里的记忆让你很痛苦。既然是痛苦的记忆，又何必再想起来？我需要想起那3年里的记忆来确认一些事。跟我有关的我记得呀，你直接问我不行？楚宁抿起嘴不说话了。问别人跟自己想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直觉告诉他君莫是不会扯谎来欺骗忽悠他的。我知道你都还记得苏应峰，肯定就还记得那3年里的不少事，但是在那3年里，但凡苏应峰与你同时在场的，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你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去想起那3年里的所有事情来。不是为了你。那5个字楚宁说的太过坚定且大声了，君莫心里都不舒服了一瞬。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且此时在你面前的我经历过很多远超你想象的事情，所以我绝对能承受，你不用先吃萝卜淡操心。我嫌吃萝卜淡操心，也就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了。既然你态度坚决，那我也不管了，我就等着你想起一切后来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说你有多后悔。殿下这是想看我哭，那估计得下辈子了，因为我这辈子的眼泪已经流干了。这辈子还长着呢，说什么下辈子？不过你这是在跟我约下辈子重逢？楚宁噎了噎，刚要呛他，就看见吴痕匆匆从外面进来，去到君莫床边，附到君莫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什么，几乎是立刻君莫脸上的表情就变了。先看看那些人想耍什么花样。吴痕硬罢退出去之后，君莫终于如楚宁所想的认真看奏折去了。当晚楚宁在东宫跟君莫一起用完晚膳离开时，顾青反常地带了2队人去送他。看顾青这架势，难道是有人想杀他？会是谁呢？回苏国公府的路上，楚宁一路上都在漫不经心地琢磨，直到他乘坐的马车突然停下来。太子今天有背着我跟你们说过什么吗？没有，但叶总管提醒了我们，今天陪小姐回来的时候得加倍小心。叶思、叶想，你们不要离开楚小姐身边半步。是。叶思叶想齐声应罢之后，一声声烟花升空的声音很突然地响起，而与此同时，他眼角余光瞥见一群黑衣人从周遭的巷道里涌出。小姐，顾大人他们可能应付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得想办法离开马车。此时马车外面已经躺了不少的黑衣人了，当然顾青带来的人也有个把倒下了的，但与黑衣人交手的除去顾青他们外，还多了几个穿着奇装异服的人。他曾见过那种服饰，那是一个尹氏大家族的族服。想到那个尹氏大家族，他又隐隐猜到了设计今晚这一出的幕后之人是谁——二皇子。可好巧不巧的，二皇子未来皇后的人却横插一脚进来帮了他，而有了那群人的加入，局势很快就逆转了。最后那些黑衣人撤退了一小部分，余下无法撤退的则直接服毒自杀了。顾青挨个的去确认完周围的黑衣人都已经死了，才提剑来到了马车边。让楚小姐受惊了，
楚小姐放心，逃掉的那些人跑不掉的，之后我们定能从他们口中审问出幕后主使来，以绝后患。楚宁点点头，整个把头探出去，看向那群已经退到了后方的奇装异服的人，就见他们后方也停着一辆马车，且还是一辆看起来风尘仆仆的马车。有劳顾大人去跟后面那位小姐说，我今日受到了惊吓，要先回府缓一缓，请她留个住址，改天我会登门向她道谢。今日多亏小姐的人出手相助，我们才能确保楚小姐的安全，还请小姐留下一个住址，改日我们主子会登门向小姐道谢的。举手之劳罢了，实在不必言谢。不过你们的主子是刚刚与我对视片刻的那位小姐吗？不，我们的主子是当今太子。你们是太子的人，那你们口中的楚小姐就是苏国公府里那位眼下在替太子治病的大少奶奶吧？是。那就更不必言谢了，因为我此番入京，除去要入宫赴宴，从一众皇子中挑选夫君外，还要去苏国公府向那位大少奶奶求医。回到苏国公府都已经时虚时末了，楚宁主仆三人一踏入府门，就迎面遇上了满身酒气的苏应风。都这个时辰了，你才从东宫回来，你真的是去给太子治病的吗？治病哪儿需要这么久了啊？你是不是之前就已经从他嘴里知道那3年里的所有事情了？你突然要跟我和离，是不是也是因为他呀？你想跟我和离之后去跟他好吗？他可是太子，他再怎么喜欢你，以后也会有3宫6院，而我除了你之外就只有莹儿一个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但楚宁的手停在他的面前，将少许的粉末洒在了他的脸上。他愣了愣，就脱力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而楚宁看都没有再看他一眼，径直绕过他走了。而他躺在地上，斜着眼睛看着楚宁快速远去的背影，突然就湿了双眼。楚宁不会原谅他了。然后他就被几个咋咋呼呼叫着大少爷的侍卫扶了起来，但他不能动弹。那几个侍卫吓坏了，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回了小凤院。苏敬周已经在他的院中等他整整1天了，看他被人抬回来还明显动弹不了，当场就急急让人传了府医。而清风院那边，楚宁在叶思帮他打开房门之后，一走进去就看见了坐在他窗前软榻上的君莫，以及支棱着小身板冲君莫吐蛇信子的小白。小姐，小白他不会伤着殿下吧？奴婢可听说他剧毒无比啊。你们家殿下有废柴的，连条蛇都对付不了了吗？那当然没有，殿下可厉害了。但小白是小姐您的蛇呀，殿下估摸着宁愿给他咬几口都不会对他动手的。还有，奴婢几人现在是小姐您的人了，不是殿下的人了。小白是我的蛇，自然不会咬我的人，也就是吓唬吓唬殿下罢了。殿下没有被小白吓着吧？我是你的人，以前还没人敢对我说这话，怪新鲜的。我就勉为其难的做一做你的人了。别呀，殿下，我就是一石子。我都愿意屈尊降贵做你的人了，你还想赖账？那叶思叶想他们可也都听见你那话了，你们都听见了，对吧？叶思叶想心下一颤，下意识地站笔直了，才双双点头。点完意识到楚宁在看他们，又连忙同时看向楚宁道：小姐，奴婢们只是实话实说。小姐，奴婢们只是实话实说。他是太子，你们不敢忤逆他很正常，我不会怪你们，你们先退下去吧。而房内，楚宁在叶思叶想退下之后，破罐子破摔地说道：殿下可是太子，既然殿下你不准我赖账，那我不赖账就是了。反正殿下你之前不是也说了我是你的人吗？我们正好扯平了。这还能扯平？说怎么就不能扯平了？凡事都讲一个礼尚往来，不是？君莫沉默了。过了15年，吵架这块自己还是吵不过他。罢了罢了，自己是男人，得让着他。方才你遇袭一事是我安排不周，之后我绝不会再让那样的事情发生了。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也没受到惊吓，不是？又是一番沉默过后，他看向那白玉捣药钵问：那条蛇是你从那地堡带出去的？我师父说
他把我从死人堆救上去的时候，就在死人堆里看到过小白，也一眼就认出了他是世间最毒也最稀少的变种火灵蛇。世上会医术之人，不论善不善制毒，都会想拥有一条它，因为它的毒能伤人，也能救人。但我当时情况很不妙，师父也就没有顾得上抓他。谁想他后来竟然一路尾随师父进了药王谷，且还总是会在我房间周围出现。当时我还处在昏迷之中，师父他们兴师动众的抓捕了他好多次都没有成功，加之他们又发现他似乎不是冲着伤我去的，也就没有理会他了，只是加强了对我的保护。后来我苏醒之后，每体内的毒发作都会痛不欲生，但我当时太过虚弱了，体内的毒也太多了，师父他们都不敢贸贸然对我用药。就在他们以为终究还是救不了我的时候，小白在一次我毒发的时候忽然冒出来咬了我一口。据我师兄们说，当时师父以为我必死无疑了，红着眼睛追着小白绕着我住的那个院子跑了好几十个圈儿。还是师叔师伯发现我没有被小白毒死，反倒是减轻了毒发的症状，师父才停下来的。前来之后，他们确认了小白的毒能减缓我毒发的症状，都几乎要把小白当成祖宗给供起来了，对小白比对我师兄们还要好。为此，我师兄他们没少跟小白争风吃醋。殿下，您肯定没有见过一群人围着一条蛇争论不休的场景吧？可好玩了。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这般笑过了，眼泪都笑出来了。等他用食指把眼角的泪水抹掉，看向君莫时，心脏突然就漏了一拍，因为君莫此时看着他笑得无比温柔，且他眼里还沁着浓到化不开的深情，自己突然就有些想从这儿逃离。他害怕会一不小心沉溺进去，但他很快就想到这是他的房间，他为什么要逃呢？明明可以下逐客令的。所以他移开目光，故作镇定地说道：殿下还不知道我这几天又给你改了药方吧？那药方会给殿下的身体带去一定的负担，所以殿下最近得多多休息。而此时时间已经不早了，殿下该回去就寝了。好，你今日虽然没有受到惊吓，也还是早些睡下吧。楚宁点点头，起身把他送出了房门，然后看着他纵身消失在夜色当中。连太子都会轻功殿下轻功可好了，小姐要是想学的话，可以让殿下教您。楚宁转头没好气地看了叶翔一眼，就转身回房了，惹得叶翔满头都是雾水。我说错话了吗？错的这么明显，你都没有发现吗？以殿下如今的身体，哪里能教小姐轻功啊？对哦，估计小姐还没学会，殿下就累坏了。而此时萧峰院里头，服完药的苏应峰仍旧不能动弹，但已经能开口说话了。但他只喊出了祖父二字儿，就被苏敬周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此前在国恩寺，我念着你刚想起那3年里的事情，心里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便对你百般容忍。没成想你回府后不干正事也就罢了，还跑去喝酒买醉。你是真的以为那世子之位非你不可吗？祖父息怒，孙儿今日并非是去喝酒买醉了，而是去赴二皇子的宴了。只是不小心在宴会上喝多了一点，日后孙儿会时刻警醒，绝不会再喝醉了。二皇子今日设宴了，他怎么不知道？苏敬周心下纳闷，怒火却是稍稍熄灭了一些。明日孙儿会用半日去陪莹儿，再用半日去军中处理事务，绝不会再消极怠惰度日了。我跟你祖母都已经老了，这偌大的苏国公府迟早要交到你手里，由你来当家做主。我对你这个苏国公府未来的主人寄予了厚望，盼着你能让我们苏国公府更加繁荣昌盛，才会时刻担心你会行差踏错。你可千万不要叫我们失望啊！祖父放心，孙儿绝不会让祖父失望的。听了他这话，苏敬周转身吩咐了人去取兵来给他敷脸，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只不过回到宝墨堂之后，他回房点了萧文秀的昏睡穴，就去了书房，唤了灵爵出来询问。二皇子今日是因何宴客？大少爷恢复后，属下才收到消息，二皇子今日是替六皇子设的宴，似乎是庆祝二皇子结束软禁，但对外用的理由是六皇子得了些上好的葡萄酒，想找爱酒的人共饮。软禁？此前对楚儿小姐不利的那些事情，在京中传开后，六皇子在寻仙楼殴打了几个当众议论楚儿小姐的学士，因为那几位学士伤得很重，
皇上把六皇子叫进宫，狠狠训了一顿，还勒令六皇子去那几位学士府上赔了不是。后来六皇子就被他母妃娴妃娘娘传进宫，软禁在了宫中，今日才被娴妃娘娘放出宫来。苏晋州摆摆手，屏退了灵觉，然后开始处理白日里落下的公务。此时东宫里头，顾青已经跟君莫禀完，今晚袭击楚宁的那些人就是二皇子的人了。虽说他们没有拿到任何证据，就连那个受不住刑招了的人最后也都死了。然后吴痕在顾青之后去到君莫跟前禀道：今夜大张旗鼓放烟花的是上月刚举家搬来京城的江南首富江家。江家老太爷今日满90，半个月前江家人就递交了燃放烟花的申请，10天前批下去的。不过属下查到，从今天起此后6天，每晚都有富商申请了燃放烟花，用的由头还都是为家中老寿星办大寿。查查是谁批的，再查查其余老二有无牵扯。是。若有牵扯，就让御史台里我们的人天天上折子弹劾旗，到被罢免为止。那等为了替自家主子办好差事，置京中百姓的安危于不顾的人，不配为官。是。另外，让老二府里的人自明日开始，每日在老二府中埋下100、10个活雷，然后等本宫命令。是。还有，盯紧那个钟离一族的圣女。今日京中半数人都在说到楚莹是太和国摄政王之女这件事。才半数？哼，帮他一把，让全京城的人都来一起说道说道，人多才热闹。等吴痕走后，冲叶静道：去把叶焕叫来，本宫想跟他谈谈心。之后，叶焕也是带着一脑门子的问号踏进君莫的寝殿的。这些日子，每每小师妹来东宫，殿下都会给她安排一堆的差事，让她没有机会去跟小师妹说话。明明他对小师妹就没有半点的非分之想，且他也只是想跟小师妹讨论一下殿下眼下的情况，以及跟小师妹取经，也不知道殿下是因为什么原因，死活不让自己见小师妹。他可都已经憋了满肚子的怨言了，殿下却突然找他谈心。你似乎很不赞成我娶你们小师妹。叶焕心里一咯噔，偌大的东宫，也就你不赞成了。我这心情好，想听你说说理由。既然殿下心情很好，那小的要是说错了什么话，殿下应该不会怪罪小的吧？就算我心情不好，看在你们小师妹的份上，也是不会怪罪你的。皇室本就不如寻常人家安稳，后宫更是纷乱如麻。而小师妹现下准备结束的这段姻缘，本身就已经伤得她千疮百孔了。小的作为她师兄之一，自然希望她的第2阶段婚姻能够平安顺遂且幸福安稳。你是说我 hold 不住她，给不了她安稳的日子？殿下觉得您能吗？殿下如今能够这么清闲，乃是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加之还有皇上替您挡着。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殿下迟早要坐上那龙椅独挡一面的。届时殿下顾虑着朝局安稳，顾虑着天下苍生，他招这储君之位，不是非我不可厚。我可以为他不做太子，但你小看宁宁姐了，她可不是需要依附谁的时刻保护才能生存下去的菟丝花。不过纵然她有足够的能力自保，我的态度也不会变。她若不想入皇室，不喜欢宫墙内的生活，我可以为她放弃一切。若小师妹始终都不喜欢殿下呢？她不喜欢我余生也是会跟着她的。不过今夜我去见她时，她对我的态度又变了许多，还对着我露出了一瞬小女儿情窦初开时的慌乱。说到这儿，君莫唇角没忍住上扬了许多。她肯定会喜欢上我的，且还不会太久。偏偏他这边无语至极，君莫却又转头去吩咐叶静道：抓紧列个聘礼清单出来。都要开始准备聘礼了吗？叶焕满脸的不可置信。我也得抽空想一想孩子的名字了。这一下叶焕是彻底无语住了。过些日子宁宁姐的师父师兄们要入京，届时你代表我去陪陪他们，好好的跟他们说说话。届时你最好别乱说话，否则本宫也就只剩下不做太子，跟随宁宁姐去药王谷那一条路可以走了。到时候父皇那边若是还没有培养出适合的皇储人选来，你可就有可能变成祸害我们东陈国的千古大罪人了。叶焕额上的青筋狠狠一跳，殿下是真的给他扣了好大一顶帽子，偏偏他敢怒不敢言。而此时南城驿馆里，奔波了数月的钟离好好的沐浴了一番。殿下，我前面见着那楚宁了，虽说我并没有将她看得太真切，但我与她四目相对的那一瞬，
没有从他眼中瞧见半分惊慌，且他的眼神平静的就好似他完全就没有把那场袭击放在眼里一般。可他却没有下马车与我这个帮了他们的人相见，而是让人跟我说他受了惊吓，要回府缓一缓，改日再登门向我致谢。殿下，您说他有没有可能认识我？他不可能认识你的，你别胡思乱想了。那殿下觉得他为何那般冷静啊？不会是他事先就已经知道会有那场袭击了吧？太子今日倒是反常的派了2队人送他，但太子现如今那般怕死，若真的事先知道了会有那场袭击，绝不可能只派了2队人送他，可能只是听到了有人想害楚宁的风声吧。殿下言之有理，但我此番入京的路上听闻了一些有关太子有多看重楚宁的传闻，我觉得太子不单单是因为楚宁的医术才格外看重他的，但他名声那么差，长得又丑，太子又不可能对他有别的心思。许是想纳他入东宫，让他的医术终生为他所用吧。上面有何吩咐？传信给令妈妈，让楚莹那个废物点心悠着点对付楚宁，楚宁对我还有用。另一边，走暗道出了驿馆的军警，加强府中守卫，任何地方都不能有遗漏，让人盯紧了楚宁。我需要一个与他接触的机会。这个时候，苏国公府里，你们放开我，不许推我！我又没说不怕，我只是想让你们先把那鱼汤里面的死虫子捞一捞罢了，因为我怕虫子。我都说我怕虫子了，你们竟然敢这么对我！我要见风哥哥，我要让风哥哥杀了你们！哎呦，老奴们也是为了楚二小姐您好啊，大少爷肯定也希望楚二小姐您能早日恢复健康跟美貌，所以大少爷定然是不会怪罪老奴们的。你们哪里是为了我好？我都说我怕虫子了，你们却还直接把我按进鱼汤里面来，你们就是在故意整我！哎呦，楚二小姐，您可冤枉死老奴们了！老奴们就是因为楚二小姐您说害怕虫子，才斗胆直接将您按进浴桶里面的呀。因为府医说了，这些虫子不能立刻捞出来，得让它们一直泡在浴汤里面，才能发挥最佳的效果。而楚二小姐，您只有每日好好泡了药浴，才能好起来，才能尽快嫁给我们大少爷。那我要泡多久？哎呀，半个时辰即可。半个时辰。楚莹小脸唰的一下全白了，整个人也抖得更厉害了。然后他才发现，浴汤渐渐平息下来了之后，有不少死虫子都粘在了他身上。他立马用双手不断地把它们拂开，但死虫子的数量太多了，无论他拂多少次，都不断地有死虫子飘荡过来，贴在他身上。最后楚莹累到扶不动了。不要！我现在就要见风哥哥！我都以为他落到如今这步田地了，他不来陪着我也就罢了，竟然还撇下我跑去赴宴！你们现在就去把他给我叫来，不然我就闹到你们全府上下，今夜都不得安睡！那2个老妈子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人到底是退出去往笑风院去了。之后笑风院里刚恢复到能够缓慢行走的苏应风，从那老妈子的口中听说了楚莹哭着闹着不愿意泡药浴之后，直接冷着脸丢出一句：你回去告诉他，他若是不愿意泡，我就派人送他回辅国大将军府。那老妈子心下一喜，面上倒是不显，恭恭敬敬地告退离开了。而楚莹听罢那老妈子的转述之后，小脸瞬间更白了几分。约莫半个时辰之后，她小脸煞白，全身冰凉地从浴桶里面出来，由那2个老妈子用清水帮她冲洗完身体，都顾不得穿寝衣，直接风一般的冲上床，钻进了被褥中。翌日早上，楚莹一睁眼就眼巴巴地看着门口，等着苏应风来见她。连那2个老妈子端来臭气熏天还苦到了极致的药，她都面不改色地咬牙一口闷了。但一直到了临近4时，她都没有等来苏应风，使唤了民心去打听。苏大少爷一早就带着早膳去了清风院，这会儿也还等在清风院外面。苏大少爷去清风院那边的早膳，还是他亲自去厨房里面盯着厨子厨娘们做出来的，且在清风院里的人告诉他楚宁已经用过早膳了后，他又立刻去厨房盯着人做了一些点心出来送去清风院。他还跟厨房里面的人说，那些都是楚宁最爱吃的。
结果楚莹听了他的话之后，仿若未闻般，继续直愣愣地看着房门外。等苏应风终于姗姗而来的时候，楚莹还直接冲上去抱住苏应风问：风哥哥是不是不喜欢莹儿了？莹儿现在虽然很丑，但莹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风哥哥，你别不要莹儿好不好？我没有不要你，我只是因为辜负了楚宁很多，必须得求他的原谅，暂时顾不上来陪你爸。你先乖乖的养身子，给我点时间，好吗？不好，风哥哥，你什么时候辜负过楚宁那个丑八怪了？虽然你们之间是有皇上的赐婚，可他失踪了整整10年。风哥哥，你都已经在10年前喜欢上我了，他还死活都要嫁给你，完事他还死活都不同意风哥哥你娶我，他活该被风哥哥你冷落嫌弃。要不是因为他介入了我们之间，我们哪里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我们肯定早就已经成婚，早就已经有孩子了，所以我不允许风哥哥你去对他示好，他根本就不配。风哥哥，你也根本就不需要去求。余下的他的原谅4个字，楚莹都还没有说出口，就突然被苏应风很大力的从怀里推开了，且苏应风还立刻就退后了2步，与他拉开了距离。你都去思国庵里走了一遭了，却还是半点都没有反省过你自己做的那些错事吗？你为了让楚宁跟他的家人离心做过的那些事儿，不是全都宣扬出去，是要下狱吃牢饭的。虽然不论是我还是楚家人都不至于会送你去坐牢，但你至少得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呀，且也必须要好好反省啊，然后与我一起去求他的原谅。清风院，楚宁听叶思说完苏应风终于走了之后，刚准备吃几块点心，再喝杯花茶休息片刻，就听叶响禀：小姐，管家来说钟离一族的圣女求见。小姐要是不想见她，让管家把她打发走就是了。见还是得见的，让管家把她领进来吧。随后厅里，楚宁端着一盏花茶，端坐在主位。昨晚我已经跟你的随从说过了，我是钟离一族的圣女，此番入京，除去来挑选夫君外，还有一件最为要紧的事情，那便是向你求医。谁想我竟刚一入京，就遇上了你遭人袭击，还机缘巧合地帮了你一把。实不相瞒，在我应承下替太子治病的时候，许诺了在医治太子期间不会再接受别的病人。虽然我已经因为旁人给的太多，违背了好几回那个诺言了，但我实在是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我们钟离一族虽然已经避世隐居了几百年，却也不穷。你若愿意为我医治，可以尽管开价。近来京中关于我能治好太子的各种说辞传的是沸沸扬扬的。钟小姐，你会一入京就立刻来找我求医，想来是你们钟离一族中有人听闻了那些说辞吧？可是事实上，我的医术呢，并没有好到能治世间所有病症的地步。所以，钟小姐，你还是另外去寻觅一位时间充沛，能够全身心投入进去为你一人医治的大夫为好。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容我问问太子，再给你答复吧。那我就不多叨扰你，回去等消息了。等钟离主仆走远之后，小姐要去东宫吗？然后他无视了叶思的话，转身去了药房中。但他没在药房里头鼓捣上一会儿，苏应和就来了。楚莹怎么就是太和国摄政王的女儿呢？且那位摄政王都已经快到我们京城了，到时候楚莹肯定会唆使其来为难宁儿姐姐你的。不过太子跟皇上肯定会护着宁儿姐姐你的吧？楚宁笑着点了点头。小姐，袁公公来了，温大小姐也来了。楚小姐，太子殿下近日进宫给皇后娘娘请安，突然在皇后娘娘宫里晕倒了，您快随老奴进宫一趟吧。这么大的事，我刚刚问袁公公你为何那般着急的时候，你为何不说啊？事关重大，而苏国公府里人多眼杂，还望温大小姐见谅。楚姐姐，你别太过着急了。早些年太子表哥可是隔3差5的就要被太医院的人下一次病危通知的，但他都挺过来了，他不会有事的。而他因为着急跟心里乱得很，都没有跟温雨说上一句话，就那么径直的进了凤仪宫，惹得温雨站在凤仪宫外面是反复的皱眉。哎呀，完了，楚姐姐她是喜欢上太子表哥了。而此时凤仪宫里面，楚宁在袁公公把他领到一处殿外时，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才抬脚跨进去。结果进去之后，他没走上几步，人就整个愣住了，因为他看见君莫好端端地坐在那榻上，径直走到了君莫身边去蹲下，探上了君莫的脉门。只不过他下一瞬就被君莫拉了起来。我没事，有事的是母后，是父皇让袁公公用我晕倒了做理由传你进宫的，不是我。你呀，皇上听得一阵手痒，这逆子就这么把他给卖了，真是欠收拾。请皇后娘娘容臣妇把个脉。如何啊？恭喜皇上，恭喜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有喜了，是2个小公主。公主还是2个？恭喜母后。皇上，臣妾要保住我们的女儿。皇上没有接话，脸上的凝重也瞬间变浓了几分。你给本宫开一些安胎药。皇后娘娘宫中的医女能借几个信得过的给臣妇吗？你要几个？本宫这里的医女都是皇上精挑细选出来的，都信得过。娘娘有孕一事传开之后，身边需要几个医女跟着，就给臣妇几个。把我们凤仪宫的医女全部都叫来，让楚宁挑选5、6个带回去。然后他让素问给了他纸笔，出了几道题给那些医女做，其中只有10个人全部都做对了。他又仔细地观察了那10个人，凭着前世看人脸色度日那段时间积攒下来的经验，他从中挑选了8人。还在皇后把没有选中的医女全部都打发下去之后，为了稳妥，臣妇本来该把他们10人都带出去的，但那2人对上臣妇的双眼，眼神一直忽闪不定的，让臣妇有些不喜欢。查查楚宁没有要那2个人，别打草惊蛇了。然后出宫的马车上，君莫一连问了楚宁10来次是不是生气了，也顺便向楚宁再解释了10来次那是他父皇的主意。天下不用如此，臣妇没有生气，臣妇只是在反省，以便日后再遇上这样的情况，能够更冷静地对待。宁宁姐，别气了，我保证这样的事没有下次了。天下真的不用如此，我真的没有生气，只是有些事情脱离了我的掌控，我需要时间来消化。余生还长，宁宁姐可以慢慢消化，别逼自己。楚宁微微拧起眉，飞快地斜了他一眼，就听得君莫如他腹中的蛔虫一般说道：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叫你的，你要是不喜欢，那我改成宁宁妹妹，然后换你喊我哥哥。不可能，你明明比你大。你把这一点也忘了，该多好呀。君莫故意磨着牙，说得凶巴巴的。此后一路上他们都没有再说话，等他们乘坐的马车驶入了东宫。2日后，宫中会举办一场宴会，届时皇室子孙都会前去赴宴，让那钟离一族的圣女挑选。苏应风可能会带你去，宫中宴会素来都无趣的紧，你若不想去就不用去。殿下会去吗？会，我就是去露个脸，刺激刺激老二。那殿下都去了，我这个专属大夫肯定也得去。随后他跟在搀扶着君莫的顾青身后，去了君莫的寝殿。师兄，好久不见了。我最近有些忙。忙什么呀？需要我帮忙吗？我忙着照顾那吴家少爷，还有替殿下医治从水牢里出来的人，但今天无事可做。此时皇宫里头，皇上在素问把安胎药送入皇后的寝殿时，接过去亲自一勺勺喂给皇后喝了。君冉在边上看着他喂完了安胎药，还想等他走之后跟皇后说说梯级话的，结果皇上还没有走，寿安宫就来人了，说太后唤他去问话。等他走后，皇上立刻放下手中的空药碗。兰儿，你当真想好了要保这俩孩子？皇上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想？怎么可能不想？你知道的，这偌大的后宫里后妃无数，但走进过我心里的唯有你跟你姐姐，旁人不过是用来牵制他们父亲的工具罢了。可这次的情况不同寻常啊，我们的人暗中查了许久，也还没有查到任何眉目，我不敢冒险。皇上这样说，不知会伤了多少妹妹的心啊。他们有没有心，你还不知道。姐夫，你若阻拦我，不让我如愿拥有我们的孩子，我就天天抱着姐姐的牌位跟他告状。那你安心养胎，别的交给我。皇祖母，安生妹妹来陪你了，我就先走了。你别拿安生做借口，你是急着出宫去做什么吧？还是皇祖母懂我，近来驸马撵我的紧，一刻都离不开我。
我得回去陪着他。你也别拿曹驸马做借口，你跟曹驸马要是真那么好了，你怎么至今都还没有为他生个一儿半女的啊？皇祖母也知道，我公主府里美男子实在太多了。我要是因为怀孕养孩子冷落了他们被人勾跑了怎么办？所以我早就决定不生孩子了。胡闹！女人家哪有不生孩子的？父皇后宫里头没有孩子的女人不是多的是吗？萧琼芳噎了噎，又听得君雪蕊道：更何况我又不是寻常女人，我可是公主，是拥有无数美男子的女人。哎，行了，你赶紧走吧，不然哀家都要给你气得断手好多年。那不能够，皇祖母，你肯定会长命百岁，长命千岁的。去，哀家还不想做老妖怪。随女儿告退。君雪蕊冲太后盈盈一拜之后，转身就往外走，看都没有看君然一眼。君然咬了咬唇，在君雪蕊跟他擦身而过的一瞬间，拉住了他的衣摆。我想问大黄姐一件事，大黄姐能在外面等等我吗？但君雪蕊只斜眼看了看他，就甩开了他的手走了。见过皇祖母。过来。你刚刚跟永华说什么悄悄话了？孙女有点事想请教大黄姐，请她在外面等等孙女儿，但大黄姐没有答应。你跟皇祖母说说，你想问她什么？若是大事，皇祖母这就让人把她叫回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前些天母后提及孙女儿马上就要及笄了，快能招驸马了。孙女儿就是想问问大黄姐，是招驸马好，还是嫁出去好？这还用去问她？你问她，她肯定会告诉你招驸马好。毕竟她要是嫁出去了，谁能容忍她养那么多男宠啊？不过王祖母也觉得招驸马更好，那样驸马一家才不敢欺负你。但具体要如何，还是得你自己来决定。皇祖母跟你母后呀，都不会插手管你的婚姻大事的。谢谢皇祖母，皇祖母对我真好。而这个时候，寿安宫通往凤仪宫的路上，君雪蕊突然从一处假山后面冒出来，拦下了君然。你要问我什么？我还赶着回去好好疼爱我最近新收的小少爷呢。你要问就赶紧的。大黄姐可还记得你以前曾跟我说过，我不是母后所生？君雪蕊脸色猛地一变，还条件反射地远离了他好几步，惹得君然都愣了愣。那是真的？假的？既是假的，大黄姐你怎么不敢看我的眼睛说假的？君然心乱如麻，脑子里也嗡嗡作响。等他稍稍镇定下来，他面前哪里还有君雪蕊的身影？然后他匆匆领着望月等人回凤仪宫，简单收拾了一点衣物，又去温岚寝殿跟温岚说了说情况，就去了寿安宫。安生有些不对劲儿，奴婢也瞧出来了，公主刚刚虽然在笑，眼底却盛满了难过，仿佛随时都要哭出来了似的。她前面去寿安宫见了谁？公主从寿安宫出来后，半道遇上了永华公主，还屏退身边的人与永华公主单独说了几句话。永华去告诉皇上，安生的身世怕是瞒不住了。约莫半个时辰，才折返回他的身边说：皇上让奴婢转告娘娘，公主的事全交由她来处理，您千万别费神，安心养胎。你是不是已经想起来一些跟太子有关的事儿了？没有。没有？那你还因为太子要去赴宴，才答应了随我进宫赴宴？你是不是忘了，你现在是我的夫人？是你忘了，我现在是太子的专属大夫。你真的有好好把自己放在他大夫的位置上吗？与你有关吗？我们早迟都是会和离的。我不会同意的。楚宁懒得再与他多说，我会在2日后的宫宴上舞剑助兴，到时候你可以好好看着我吗？你小时候说过你喜欢看你父亲舞剑，我是为了你才苦练的武功。而此时清风院内的药房中，楚宁正在摆弄苏温等人送来的那些补药。我之前让你们深入去调查永华公主的心上人曹金放，你们可有查到她除去常见的黑色暗卫服之外，穿没穿过别的衣服？奴婢这就让叶念去东宫问一问。1个时辰之后，叶念从东宫回来，把一堆画像递给了楚宁。这些是通过认识曹金放的人的描述画出来的。楚宁接过来，一张张的翻看下去。
曹金放的着装如他所料，大多都是常见的那种纯黑色暗卫服，但其中一张曹金放跟永华公主并肩而立的画像中，她穿的却是一袭黑金相间的劲装。送去霓裳楼，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制一套一模一样的出来。叶念应声而去之后，叶思揣测着问道：小姐，这是要把那套衣服送到永华公主面前，让永华公主睹物思人，从而跟曹驸马关系破裂吗？他与曹驸马关系破裂，对我又没有任何好处，我是要送他一个比曹驸马更好的替身。苏应风等到苏敬周处理完面前的最后一份公文之后，祖父，此前我们在国恩寺后山说的事儿，您今天可以与我说了。苏敬周便拉开手边的抽屉，从中拿出了一封已经十分陈旧了的书信出来，取出信纸递给了苏应风。苏应风接过一看，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了元方丈的四喜，而其上只有简短的一句：京城首富兰家的小姐，能助你们苏家度过此劫。兰家的小姐，他二婶儿。苏应风寻思着，询问地看向苏敬周：你二婶进门前几个月，我无意中得知了一件天大的事情。我宠了10几年的崔姨娘是前朝皇室的人。前朝皇室？苏应风眼睛都微微睁大了。崔姨娘15岁就跟了我，为我生了3个孩子，虽都是女儿，但个个都是聪慧过人，也漂亮端庄。她们母女4个都是我的心头肉，我当然不可能因为她们身上流着前朝皇室的血，以及我自己心里那份道听途说、随波逐流而来的对前朝皇室中人的憎恨，就大义灭亲，不要他们。可天不可随人愿，那段时间恰好有前朝余孽跳出来兴风作浪，以防万一，我让他们母女4人服药装病，名正言顺地把他们送到了京城外一处偏僻的庄子里去避祸。谁想他们去的当天晚上，就有一伙流寇闯入了那个庄子，他们母女都死了，尸骨无存。我自然没有放过那伙流寇，但我只对外声称他们母女是病逝。但那之后没几天，御史台就有人弹劾我与前朝余孽有牵扯。当时皇上根基远不如现在稳固，他还需要我来压制朝中很多人，就把那个奏折压下了，并私下里找我去问了话。我当时的回答让皇上完全放下了戒心，因为众所周知，我痛恨前朝的人。那之后我心里时常不踏实，就让你祖母陪我去国恩寺上香求个心安，却在那里遇到了刚升任国恩寺方丈的了元。他暗示我们苏国公府运势遭人破坏，即将接连遭遇血光之灾，我自是不信的。可那之后我们府内当真不断在死人，从刚出生时明明很健康的婴孩突然暴毙，到文武双全的庶子突然发烧变成痴傻儿，然后落水溺毙。总之全是些让人超乎预料的死法，且防不胜防。但我火急火燎地赶去国恩寺，却没有见到了元方丈，只在数日后收到了了元方丈的信，就是你此时手里那封。而我做主替你二叔把首富兰家之女娶进门后，那些祸事就完全消停了。但是只消停了几年，后面你父母还有你二叔就相继出了事儿。而我在他们出事后，竟然见到了死去多年的崔姨娘，从他口中知道了前朝皇室在各地的起义军相继揭竿而起后，预料到他们会覆灭，为了日后复国而做的一个安排。他们事先搬空了大半国库，藏匿在外，又接连将宫中刚出生的小公主送出宫，对外则声称那些小公主一出生就暴毙了。当时那些恨极了皇室的人还以为那是他们皇室终于遭天谴了，可事实上他们把那些小公主送到了各大影响力十足的家族中去，安排了专门的人扮作乳娘嬷嬷去照顾洗脑，目的是让他们皇室的血脉悄无声息地扩散开来，以便日后带有他们血脉的人能够再一次坐上龙椅。
距今为止，他们都还没有暴露过。可以想见，他们的人已经渗透到了什么程度。而我当初若是在知晓崔姨娘出身的时候，选择了大义灭亲，就还有全身而退的可能。但我因为不忍心选择了护着他们，且他们在借着那伙流寇的闯入死遁后的那些年里，做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事情。若传扬了出去，等着我们苏国公府的只有死路一条啊！崔姨娘母女四人如今何在？我把他们杀了。他们以为我已经看中他们到了会为他们不顾一切的程度，企图拉我入伙，帮他们前朝余孽效力。可我看中他们是一回事，憎恨前朝余孽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前朝余孽手里的刀，为他们做事的。但他们最后竟然想用我没有对他们大义灭亲这一点来威胁我。我变成跟祖父一样的人之后，能把前朝的人全部找出来杀干净吗？当然能。那我就如祖父所愿。说罢这话之后，苏应峰也没跟苏敬周打招呼，转身便出了书房。但他没有直接回孝丰院，而是去了清风院。在清风院外站了许久，脑子里充斥着那3年里的血腥画面，耳边则满是哭喊声。楚宁他不会放手，前朝的人他也都要全部杀光。天色将明时，苏应峰才从清风院外离开。而清风院内，楚宁又一次不顾叶思几人的阻拦，在药房里头奋战了一宿。皇后去京意外落胎没有20回，也有10回了。虽说我此前已经给了皇后一些调养身体的药，但也还远远没有把她的身体养好。所以她这次怀上双生女，想要母女平安是很难的。这药得立刻送到皇后手里去，每日一粒，不能间断。而当天傍晚，倪寒就亲自把楚宁要的衣裳送入了苏国公府。楚宁今天一觉直接睡到了傍晚，刚吃完东西没一会儿，人还有些晕乎，都没心思看上一眼，直接就让叶想给苏应峰送过去了。而后叶想回来告诉他，苏应峰一脸激动地说后天一定会穿那身衣裳。而这2天，苏应峰除了去军中处理事务之外，就一直在楚营那里陪着。但楚营从下人口中听说了他要带楚宁进宫赴宴后，小心翼翼地问他能不能把自己也带上时，你现在都丑成这样了，还想进宫赴宴啊？我现在是丑，他楚宁不丑吗？这2天我为了练好要在宴会上舞的那套剑法，累得有些口无遮拦了。莹儿，你别往心里放。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赔不是的，你都是抱着我哄的。楚姐姐，你今天上妆了哎，真好看。可有道是女为悦己者容。哎，楚姐姐，你不会是为了我那太子表哥才……这人都嘴杂，别瞎说，我今天是为了刺激楚营才上妆的。数月前大家提到楚宁都是一脸的嫌弃不屑，甚至还要编排诋毁一通，没想到数月之后的如今就已经完全变了样啊。楚宁他们一行人已经去到了今日举办宴会的庆和殿。方才袁公公与我说，皇上让我宴会开头就上场舞剑助兴。新兰有拿周慧慧的消息吗？我听说了一些风声，据说那晚周慧慧被带回去之后，立刻就被户部尚书用了家法，完是半死不活的状态下被灌了避子汤后给关进了柴房。众小姐们的脸色都变得有些复杂，这就是肖想自己不该肖想的人的下场吗？这时一声尖细绵长的声音响起：太子殿下驾到！参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千岁！君莫懒懒地摆了一下手，示意他们落座。完事儿，他扫了一圈殿内，最后目光在楚宁身上停留了几瞬。楚宁一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就下意识地正身坐好了，同时还挪了挪屁股，离苏应峰远了几分，惹得君莫都勾了勾嘴角。而苏应峰注意到君莫频频看向楚宁之后，愈发殷勤地为他介绍起了相继到场的人。楚宁没有理他，但都看了看他介绍过的那些人。殿下，这茶闻着比我们桌上的茶香许多，能否赏我一杯？不能，这壶茶可谓是泡在了本宫心坎上，太对本宫的胃口了。本宫面前这壶茶是谁人所泡呀？是奴才泡的。那你去把茶叶拿来，当本宫的面给他泡一壶。有人在太子的茶里做了手脚，一瞬间殿内就分出了2批人，
一批忠于皇上、忠于太子的，想护牢楚宁，以确保他能平平安安治好太子；而更大的那一批忠于他们各自主子的，则已经在暗暗寻思要不要除掉楚宁了。在他们各怀鬼胎的期间，那大太监已经在君莫面前又泡好了一壶茶。你去他边上站着，专门负责给他倒茶。而此时，皇上与太后、皇后都已经相继落座。众爱卿都平身吧。今日的宴会乃是为钟离一族的圣女选夫而设，不用太过拘谨。永华公主驾到！楚宁心下一喜，转头看去，发现钟离竟是跟永华公主一起来的。你还是如此讨厌我吗？我以为你都愿意为我梳妆了，应该……我不是为你梳妆的。难道你今日是为了太子梳妆打扮的？你可是我的夫人。楚宁没有解释，他也不是为了太子梳妆打扮的。就算你已经喜欢上太子了，我也不会放手的。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人，死都必须得惯着我的姓。话落，苏应风撩袍起身，随一个候在边上的小太监走了。君雪蕊的位置在一众公主的首排，当然君冉不在那一众公主之列，君冉的位置在上首，紧挨着皇后，而钟离是挨着君雪蕊坐的。在他们对面坐的是一众皇子。就在这时，鼓声响起，随之是气势磅礴的音乐以及几道喝彩声。楚宁知道这是苏应风上场舞剑了，但他没有去看，仍旧一瞬不瞬地盯着君雪蕊那边。一只茶杯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视线范围内，还是径直朝君雪蕊去的，而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君莫的茶杯。他正暗自心惊，君莫这又是在作什么妖？就看见一把银剑带着破空声呼啸而来，击飞了那只眼看就要砸到君雪蕊身上的茶杯。完事儿，没等那把银剑落地，苏应风就急掠而来，接住了他。这一瞬，君雪蕊终于看向了苏应风。隔着老远的距离，楚宁都看清了君雪蕊的目光落到苏应风身上的那一瞬，眼里迅速升起了不可置信、错愕、欣喜若狂等多种情绪。即便苏应风并没有在他面前多做停留，立刻就又回去舞剑了，君雪蕊的目光却再也没有从苏应风的身上移开过。楚宁知道事情成了，勾唇笑了笑，便没再去看君雪蕊了。而等苏应风舞剑结束，热烈的掌声跟喝彩声都相继停了。太子，你刚刚是在做什么？阿晨有些不舒服，手滑了一下。楚宁，你去确认一下太子的情况，若他没有不舒服，朕今天定要好好的罚一罚他，免得他仗着身子不好，越发的无法无天。而他领着叶思叶想去后殿的时候，正好撞上了换了一身装束出来的苏应风。你觉得我剑舞的如何？比楚离安舞的好，但比起我师兄来，差得还远。你师兄们，你不是师从走南闯北的赤脚大夫吗？赤脚大夫就不能有很多徒弟了吗？这般反问完，楚宁做事就要绕过苏应风去后殿，但苏应风故意挡住了他的去路。你是要去给太子把脉？这会儿后殿里就太子一个人，你一个有夫之妇，单独跟他待在后殿里，像话吗？那不然你去给太子把脉，我们一起去。我不想跟你一起去，你若是没有替太子把脉的能耐，就赶紧让开，不然耽误了时间，你担不起责任。所以不论他多不想让楚宁跟君莫去单独相处，也只能让开。但他等在了原地，没有返回寝殿。反正今日的主角是钟离一族的圣女跟皇室的那些皇子，与他无关。但他没想到的是，他刚握紧拳头目送楚宁进了后殿，就看见永华公主朝他走了过来。见过公主。本宫有些不舒服，苏大少爷能否陪本宫去宫外随便走走？这……苏应风有些犹豫，一来他的身份陪永华公主在宫中走动是不合规矩的，二来他也不喜欢不守妇道、男宠面首数之不尽的永华公主，三来这会儿他自己的心思都在后殿里，但他支支吾吾的，君雪蕊却一瞬不瞬的始终这样盯着他看，他实在是不好推拒。加之他祖父此前与他提及二皇子时，说了永华公主表面上对太子礼貌周到，实际上却是站在二皇子那边的，所以他觉得以往几乎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的永华公主突然找他，很有可能是二皇子授意的，便点头应下了。